陈少，你开什么牌的跑车来着？迈凯伦 P7。哦，我也是，我开的也是迈凯伦 P7。这3年，我把自己装成富二代，从不主动炫耀，但是却总是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我有钱，只为了让自己能走进更上层圈的圈子。陆哥，你上次开的那辆迈凯伦不错，哪一款来着？代步而已，没仔细记。哼，你确实越来越像了。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还记得吗？第一次见你是大一，你请客请的有点生疏，酒点的对，账也买的痛快，但你总要在服务员走后低头看一眼手机，像在算钱。你观察的还挺细，没办法，你装的太用力了，想不注意都难。你这块表是真的，说明你手里确实有点钱。你开的车也都不便宜，但每次都恰好出现在最需要排场的时候。你穿的用的都不差，可你最在乎的从来不是东西本身，是别人看没看见。比如这个，你每次坐下都要把钥匙放在别人一眼能看见的地方。真正家里有底的人不会总想着证明自己有底，他们懒得证明，也不需要证明。喝酒要坐 C 位，拍照要露表，车钥匙必须摆桌上，别人聊项目你听不懂也硬接。哥们儿，你知道最烦人的不是穷，是半懂不懂还硬端着。行了，差不多得了，川儿，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你为了装富二代，前前后后砸进去大几百万了吧？真有这个钱，拿去做点正事不好吗？你是不是觉得只要装成我们这种人混进来，以后就能靠圈子赚钱？可你想过没有，你不是在融圈子，你是在拿命陪圈子。你这段时间逢局必到，逢人必端，明明不是一路人，非要演得像比谁都懂。你要是一直这样装下去，迟早得出事儿。自那之后，我的人设崩了，再也没有人找我聚会，我也没有脸去参加聚会。直到31岁那年，一辆泥头车迎面而来。我没死，这是我上大学前的出租屋。我真的重生了。可你想过没有，你不是在融圈子，你是在拿命陪圈子。重活一世，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装富二代了。家里刚刚拆迁的1000万还在，有这1000万，我根本没必要去硬装富二代。我可以经营好自己的人生，都重生了，谁还装富二代啊？4个目标：1. 买一套舒适的房子； 2. 买辆自己喜欢的车； 3. 用前世记忆赚笔快钱； 4. 正常开学，舒舒服服自自在在的过一辈子。从今天起，只做自己。没想到是个年轻买家，年轻人一般看到豪车都会激动，他怎么这么平静？静园古朴，不像你这个年纪会喜欢的。确实不太像，但它跟市面上别的房子不一样，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圈层标签，看着很舒服。这年轻人，你跟我来。这房子挺有意思的，每个地方都像是给人过日子的，不端着，凑在一起，有家的感觉。书房这地方骗不了人，是真看书还是拿来装门面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懂字？不懂，我连字帖都认不全几张，但我能感觉到这个屋子待着很舒服。我看过很多房子，一进门满眼全是钱，每一件摆设都在提醒你，这东西很贵，你得小心点碰。你们这个年纪不都喜欢那种带露天泳池、能开派对的豪宅吗？为什么会想买这种老式房子？房子是拿来住的，如果一个人在外边忙了一天，回到家里还得为了那个房子的吊顶继续端着架子，连沙发都不能随便躺，那跟住高级会所有什么区别？太累了。一个不到20的年轻人，
能有这种通透的生活感，这不是家里有钱就能砸出来的，得是把浮华都看透了，才能沉淀出来的东西。此人绝不是常人。这套房子我答应卖给你了，售价2200万，冲你这个人，我卖你2000万。行家，但是我不能今天就签合同，我钱还差点，我得回去把手里的账目算清楚。呵呵，有够坦诚。你和这个年纪的人不一样，一点都不装。就冲这个，我这套房子压在中介，只要你还想要，我就优先考虑你。谢谢您。第一个目标买下静园，但是我还差1000万，需要搞到一笔快钱。眼下的时间节点，正是那波原油行情的时间点。搞钱对我来说很简单，得先搞个代步车了。前世我也来过这个店，每次进这种店，我都会觉得底气不足，会下意识地把手表的牌子露出来，生怕销售看不起。但这次我一点感觉都没有。80%是穷学生进来拍照的，接待他就是浪费时间。小赵，你去吧。先生您好，咱们这里都是高端二手车，您今天想看点什么样的？有合适的就买，没有就走。您看左边那些超跑，带有极品声浪，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开在街上回头率绝对100%。不用，我不喜欢太吵的。我看那台欧蓝 GT 啊，那车确实好，但是没什么声浪，年轻人开出去可能不够拉风啊。我是要自己开的，不是买来给别人看的。我套你猴子的，这把你还压我！老板，我看一下那台欧蓝的核心数据。喜欢哪台？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带声胖的，够炸。我不喜欢太吵，开起来舒服就行了。行家，我不玩虚的，这车车况极品，全包一共280万，可以试驾一下。不用了，就它了。您不砍砍价？这个车况和价格匹配，而且我来这儿不是来练习砍价技巧的。刷卡吧。啊？兄弟，太爽快了！既然这么干脆，我这当老板的也不能小气，我让人给你安排个仪式，鲜花铺满，横幅挂上，再配个专业摄影师，给你拍个提车视频发朋友圈，牌面绝对给你拉满。不用麻烦了，我不喜欢弄那些虚的，手续办完，我直接开走就行。我见过太多为了面子活着的富二代，但这个年轻人花了200多万，连个发朋友圈炫耀的动作都懒得做。这种完全不需要外界虚荣反馈的态度，说明他根本不需要靠这辆车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年轻人深不可测。拆迁款1000万，宾利花了280万，账面还剩720万，静园总价2000万，按最低首付走，加上税费杂费，700多万砸下去基本见底。第一，静园必须拿；第二，现金流绝对不能空；第三，房子定下来之后，去赚那笔炒原油的快钱。方先生，是我陆川，我决定买那套房子了。方先生，这种级别的车，这种连号牌照，我见得太多了。可真正让我高看一眼的，不是车有多贵，是他坐在驾驶室里的状态太平静了。没有那种18岁年轻人刚提了豪车，恨不得一脚油门轰出音爆的张狂。账户太干净了，余额700多万现金，流水清晰明了，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过桥拆借。一个刚满18岁的年轻人，我干了这么多年，见过太多这个年纪的富二代，真遇到1000万级别的合同，手多少都会有点发飘。可这个男生老练得像个在商场里杀伐果断多年的操盘手。后面审批放款我来跟进，您二位先聊。坐。
你那车不错，昨天过来看房的时候还没见你开。刚买的二手车，买来代步用，图个隔音好，舒适。拿几百万的宾利欧陆当代步车，你这句说的倒是轻描淡写，说出去外面的人可不会信。车买来就是用来开的，真要讲排场，宾利在江城也不算高调。倒也是，看你人的气场。你买这套2000万的房子，精打细算的走贷款，然后买了辆宾利。我手里必须得留足现金，后面还有别的事情要运作。车的钱不算什么，但人总不能为了个全款的名头，把后面的路给堵死。我见过太多有钱人家的孩子，全是草包，但陆川完全不同。他买静园不是因为它贵，是因为它适合生活。他买欧陆 GT仅仅是因为开着舒服，说话成熟，做事利索，每走一步脑子里都有清晰的规划。这套房子卖给你，我现在反倒觉得更踏实了。怕我接过去把这房子给糟蹋了？有点儿。这房子我自己住了好几年，有感情。你要是昨天一进门就先问我墙上字画值多少钱，或者今天开着宾利故意停在正大门口按2声喇叭让我看，那我今天大概率就不会签字了。这2次见面都在谈房子，还没自我介绍。方志远，江城商会会长。方先生，叫方叔也行。你以后在这边读书，真碰到什么麻烦，未必要自己绕远路。谢谢方叔。你老家哪儿的？京城。京城来的，不是一般家庭能养出来的孩子，像是京城哪家有背景的家族里出来的。我懂了，这茶台和字画有些价值，都送你了，我先走了，你慢慢收拾。买了房子和车，卡里还剩60万，接下来不能拖了，赚快钱必须尽快提上日程。这个时机终于等到了。我记得没错的话，8月6号价格是56美元，7号是62美元，果然没错。我竟然记得前世那些复杂的数据。也就是说，我把前世所有记忆都带过来了。过目不忘。有这个过目不忘的超级大脑，炒原油和期货更简单了。3900万到手，收米。3900万，房有了，车有了，现金也重新厚了。到这一刻，钱终于开始像地基，不像戏服。把贷款提前还了，其他钱都留着。钱一厚，人反而更该稳。提前结清的话，我先核一下账户和资金来源。这段时间的原油变动，金融圈里没人不知道。短短几周，3900万，这已经不是运气好了。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加，什么时候落袋，只要错一步，利润都不可能做成这样。已经办好了，后面手续我来跟，您二位放心。请用茶。这茶的味道很像小时候胡同口隔壁老大爷泡的高碎，茶叶沫子一大把，焖在搪瓷缸里，味儿很足。我还挺喜欢喝的，可惜停产了。不合口？不是，跟我在京城老家喝的味道差不多。方叔，这茶不好弄吧？这罐茶我比谁都清楚来路，不是市面上能买到的名茶，也不是拿钱就能托人弄来的东西。真要往外说，能碰到这种茶的人，本来就不在买这个层面上。别说江城，放到京城，也不是一般人家能常喝的。
可他刚才说什么？跟老家喝的味道差不多。是，现在确实不好弄了。你喝得惯就好。我真没觉得这里头有多大门道。在我印象里，这味道就是旧胡同、旧院子，夏天下午和老大爷手里的搪瓷缸。到了这个层级，很多东西已经不是稀罕，是日常。也只有这样，他才会说得这么轻描淡写。你这笔尾款补得挺快，家里长辈给你批的资金？不是，那是最近市场有点机会，自己随便做了点交易，赚的。一个京城出来的年轻人，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真一伸手就是几千万的利润。再加上这杯茶，这不是普通的富二代，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里有钱，这是那种真正往上数能数到很深处的人家里出来的孩子，见识、信起、做事的分寸，都不是18岁的年轻人在外面学得来的。挺好，有判断也有能力，你这个年纪难得。方叔，没事，那我先走了，等一切处理好我再住进来。正好我也有事。老方，什么事儿？老陈，别说我不关照你，你们江城大学这一届新生里来了个不一般的年轻人。谁呀？名字我晚点发你，你平时跟下面的人提一句，眼睛放亮点，别真弄出什么不长眼的笑话，到时候难看的是你们学校。行，我知道了。京城来的年轻人还真是不一般。那时候我是真的信，只要把这些牌子穿在身上，别人就会高看我一眼。现在我已经不需要把身价穿在外面了。先生，需要我给您介绍一下吗？不用，我先自己看看。好的。先生，我们品牌主打的是顶级面料和全手工定制缝线，您手里这个系列价格都不便宜。所以呢，我只是想提醒您，这个系列单价比较高，如果您需要，我也可以先带您看一下基础款。我不习惯生手服务，让艾迪出来。您认识艾迪店长？前世跟那些狐朋狗友富二代混的时候，没少了解这个品牌。您稍等，他们的店长事迹我也是听别人吹过。您好，我是江城店店长艾迪，听说您找我。我姓陆。你们这一季的面料预留是不是已经锁给 VIC 了？还有那条手工丝线的暗码，普通成衣看不出来，内里收针的位置会留工坊标记。南艺那间工坊的单子，今年不是还能走一条免排队通道吗？这些东西不是品牌故事，也不是培训话术，别说普通客人，连门店很多正式员工都未必知道。预留布料、手工丝线的暗码、指定工坊的绿色通道，这几句一出来，已经不是懂牌子那么简单了。这种年纪，这种穿着，进门不解释不争，也没半句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一开口直接点到这种层面。硬装的人到了关键时刻总会用力，眼神语气都会带点你看我懂吧的意思。他没有，他像只是懒得多说，顺手把该说的话丢出来而已。这不是普通客人，更不像暴发户，像是家里人就是 A 操的 VIC。他从家里人嘴里才知道这些东西。抱歉，陆先生，刚刚是我们门店接待有失分寸，去把试衣间清出来，还有把今天新到的那几件拿过来。是，您先试，尺码和搭配我亲自给您看，我跟您走门店权限内的最高 VIC 折扣。行，您消费80万，这是门店给您的内部礼物，不对外发售，只做定向赠送，希望您别嫌弃。我记得这个，前世1年后 ，Atel 因为一位国际名流带货，这一批本来只当赠品流出去的小东西，突然被收藏圈盯上了，后面价格被一路炒高到1000万，谢了。换成一般人，这时候要么追问来路，要么假装推辞，最次也得摆出点没见过的新鲜价。他却只是收下，像这些东西本来就该这么处理，这绝对是个大人物。今天正式去学校报到。今天是集中报到的日子，学校周边不用想都知道什么样。开那台车过去，除了堵在路上当显眼包，没别的意义。前世觉得去大学不是为了报到，是去亮相。现在想想，纯属给自己找累。陆川，对，这新生长得真好看啊！这里签名，录取通知书给我一下。好。你在5栋504。谢谢。
那个学弟，我是你们金融系的直系学姐，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我。要不加个好友吧，我把一些资料提前发你。谢谢学姐，不过暂时不太方便。我想先熟悉一下环境，后面真有问题再去系里问您。好，那你先在这里坐一下，我给你拿课本。谢谢。快看快看，绝世大美女啊！这绝对是极品学姐！你看人家那气质、那腿、那脸，哎呀妈呀！我宣布，我没白考。沈之意，江大校花，大二新闻系真正的顶级白富美。前世我觉得，如果能把沈之意这种财阀千金追到手，我富二代的身份就相当于盖上了最权威的钢印。可每一次接触，都让我觉得无比挫败。重活一世，再次看到这张曾经让我自惭形秽的脸，心里却没有泛起一丝波澜。我不再需要通过攀附任何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等会儿去后街那家面馆吃碗热汤面，多加个煎蛋，顺便去超市买点洗衣液，远比去任何人面前刷存在感有意义的多。之意，这边光线不错，拍几张大景试试。不行吗？全是摆拍的痕迹。同学你好。这么好的相机，摔了怪可惜的。谢谢。小心点，沈学姐，原装的摔坏了不好配。我今天穿的是私人白衬衫，工作牌只印着江大校媒新闻部，根本没有写名字。这个学弟，我非常确定是第一次见，他凭什么知道我姓沈？你认识我，你怎么知道我姓沈？同学，你的资料备齐了，可以去宿舍了。有缘再告诉你。有缘再告诉我，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504和记忆里一模一样。过去这1个多月，做每件事都很稳，可现在坐在504这个位置上，心里却慢慢冒出一丝很轻的紧张。这一世已经变了这么多，504还是504。可推门进来的还会是前世那几个人吗？陈志航、赵一帆。累死我了！哎呀妈呀！哥们儿，你来这么早啊？我叫韩东，东北来的，你叫我东子就行，别整那些客气的。以后一个寝室住着，都是自己人。陆川，陆川，这名好，听着就利索。你比我像大学生，我这一路上背着2大编织袋，整得跟返乡务工似的。先擦擦吧。谢了啊，兄弟。你哪儿的？京城。嚯！首都来的呀，怪不得你普通话说的这么板正。以后就是兄弟，有事儿咱们一起扛。这种唠叨太有生活气息了。前世在那些装模作样的饭局里，听到的全是话里套话，现在504里才像生活。慢点，慢点，那香别蹭墙。
里面是电脑，摔坏了从你俩工资里扣。这什么破学校，电梯还能坏？我一年纳税几千万，让我儿子住这地方，还得自己爬5楼。不是我说，江城大学也太抠了点吧？来了，果然还是这位陈子昂他爸。只是重来一次再看，我已经没了那种下意识要比较、要模仿的心思，只觉得挺有意思。来，拿着。我家子昂从小没吃过苦，脾气有时候也大，以后一个宿舍住着，哥几个多担待。哎呀妈呀，叔，不用不用，这多不好意思。拿着，小意思。谢谢叔叔，同住一个宿舍，互相照应本来就是应该的。这孩子话不多，站在那儿就是很淡定，接烟那个动作很稳，不是刻意装出来的，是那种见过场面的稳重。行，小伙子不错。我爸就那样，做传统生意的太讲究排场，让你们见笑了。我叫陈子昂，江城本地的。陆川，这反应不对，他衣服没牌子，看着简单，可面料垂得很干净，肩线也利落，不像随便买的货。这个家伙什么来头？来来来，尝尝我们那边的特产，我妈给我带的，老香了。不用，我拿着。一个寝室的客气啥？你刚才那烟我都拿了，我这红肠不得礼尚回来一下？咋样？我没骗你吧？还行。啥叫还行？这叫相当行。你们要真想吃点好的，江滩那边有家私房菜叫江南，平时不好约，没有熟人带，门都不一定进得去。那家店的葱烧辽参和酒酿蟹做的还行，不过现在最好吃的不是这2道，它真正好吃的是那道清汤桂鱼，菜单上没有，得看当天食材。以前老住厨在的时候，火候很稳，汤做得干净，鱼肉也很紧实。现在换了人，食材还是讲究，但火候有点刻意，太想出层次，反而把本味丢掉了。我去，陆川你还真吃过啊？这句话我听过，就上周我爸带我去那家店陪客人吃饭，期间那位客人评价的几乎就是这个意思，连火候太刻意丢了本味这句都差不多。这种评价不是上网搜点评能搜出来的。那你说学校附近哪家馆子最适合我这种穷学生？后街那家砂锅店吧，门面破，但排骨煲比很多大馆子都实在，还不用排队。第一顿咱504就去这家。自己到了，寒冬到了，陈子豪也到了，现在就只剩最后一个人，赵一帆。你们好，我叫赵一凡。哎，来了来了，我寒冬，东北的，快进来，就差你了。陈子昂，兄弟，你这也太轻装上军了吧？我那边2个编织袋加1个大箱子，差点没把我送走。够用就行，多了反而麻烦。赵一帆，504最后一块拼图，前世他是这间宿舍里最安静的一个人，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在点上。我以为他家境普通，人却通透。后来我人设崩了，所有人都散了，只有寒冬帮我扛了箱子。而赵一帆是唯一一个在我最难堪的时候认真跟我说过一句话的人。你不是在融圈子，你是在拿命赔圈子。这一世我不欠你那句话了。行，504 4个人齐了，我宣布今晚必须出去搓一顿。就去川子说的那家砂锅店。504齐了，这一世好好处，不装不端不欠谁。第一顿我请吧，你们随便点。第一顿就让你请这么贵的，我感觉不好，像我们专门出来占便宜似的。一顿饭而已，那也是钱啊。别请了。什么意思？意思是第一顿饭别把规矩弄歪了。一个宿舍要住4年，小钱最容易把边界搅乱，以后谁想请客都行，但开学这第一顿最好 AA。
今天你请，明天他请，后天谁不请，心里都容易别扭。刚认识，没必要一上来就搭这种人情，各付各的，最省事。我同意 AA 最好，没负担，也不用记。对，我也觉得这样稳当。虽然我确实饿得能吃下一头牛，但一顿饭归一顿饭，不能刚认识就让人破费。韩东不想占便宜，能理解。陆川这人我本来就没看透，非要个面子也说得过去。可赵一帆呢？他居然也站陆川那边，3比1。我要再坚持请客，反倒显得像非要用一顿饭压人。行 ，AA 就 AA。唉，那现在咋整啊 ？AA 归 AA， 饭总得有吧？我这肚子已经开始骂我了。跟我走吧，这边排不到，里面还有一家。真有？有。我靠，香，真香，这比我妈做的都带劲儿。就算我妈听见要揍我，我今天也必须说实话。很多人吃饭能看出破绽，条件一般的人饿狠了会抢菜，有点钱的人又容易在这种地方显出拧巴，而陆川都没有。他无论坐在什么地方，吃的是什么，节奏都不会乱。这个室友确实不像普通人家养出来，活过来了。哎，你们说大学4年都有啥打算啊？我先说，别挂科，别饿死，最好再谈个对象。你这目标还真够接地气。那必须的。你呢，陈总？我大学主要还是拿文凭吧，另外就是跟着家里多接触点更核心的圈子。就比如昨天我爸来看我，顺便提了他最近在国清商场那边托关系，想给我排一款顶级奢侈品牌的限量版腕表。你们可能不知道，那种顶奢品牌水很深，不是有钱就能买的。柜台里摆的都是没人要的量产货，真正的好东西得看你的 VIP 等级。我爸说，那个品牌的区域总监暗示他，起码得先搭售50万的冷门首饰和皮具，才刚够资格进那个排队名单。我去，买个表还要先搭50万的破烂儿，50万啊，这都够在我们老家县城买套房了。那个牌子的配货规矩，今年年初就变了。所谓的区域总监暗示你搭售50万，多半只是为了清他们年底的滞销库存。真正能拿到那款限量表的，根本不需要在门店砸流量，而是看总部的客户代码库里有没有走过免排队直通。而且那款限量表的机芯，上个月刚偷偷减配了卓动轮的材质，现在保值率已经崩了。你家要是真拿50万去配一堆破烂，最后拿到的也就是个流水线代工的阉割版，还要被销售当成冲业绩的冤大头。啥轮？保值啥？能有这盘回锅肉香吗？我爸昨天还在电话里炫耀摸到了门路，今天就被陆川把底细扒了个干净。那几个专用地词说的太顺口了，根本不像瞎编的。你少在这儿道听途说。我爸那个朋友就是大区总监，规矩改没改他能不知道？至于什么机芯减配，那都是网上那些买不起的人酸出来的谣言。顶奢品牌怎么可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等吃完饭回宿舍，必须立刻给家里打个电话，找人查查这款表是不是真的改了规矩。要是真的，那我家差点就成了江城商圈里送上门的冤大头。别人不知道真假，但我知道。半个月前，我母亲就收到过那个品牌总部的内部道歉信，不仅提到了免排队直通的 VIP 代码变更，也隐晦地补偿了机芯材质替换的差价。这绝对是只有最顶层核心客户才知道的内幕。差不多了，结账吧。一人30，转我。来，我现在就转。规矩不能坏，504第一顿必须板这儿。看见没？秒转。我这人主打一个极速。30块，不多，甚至少得有点可笑。他说 AA， 就真是 AA， 1分不多，1分不少。这个在破馆子里认真收30块钱饭钱的人，刚才却又能随口说出顶级奢侈品背后的隐秘奥秘。收到了，规矩到这一步，算是彻底立住了。谁也别在第一天拿钱做人情，谁也别觉得一顿饭能买来什么位置。是他，那个知道我姓沈的学弟。大家都做个自我介绍。每年都一样，大一新生的自我介绍像一场小型的表演赛，每个人都在拼命证明自己。我有才艺，我有规划，我与众不同。说的越多，越像在喊请注意我。大家好，我叫韩东，搁东北来的。
我这人优点挺明显，能吃能扛，脾气好。缺点也明显，跑步慢，脑子转的偶尔慢半拍。以后谁要搬桶装水找我，绝对以及必须好使。大家好，我是陈子昂，本地人，家里是做生意的，勉强算得上 A9 家庭吧。下一位，陆川。陆川，京城人，以后请多关照。就这也太短了吧？京城人就说了这么一句。明天就是军训了，有做班干部意愿，有想当班长意向的同学可以毛遂自荐，后面再看军训表现做调整。老师，我也想竞选，我也参选。班长，我当定你。I don't keep up with the Joneses, but I do know Captain Cedar. I'm with Candace, PC, Twinbee, and by all I mean Amiga. Rap bitches, they gotta check in with the queen. I'm the alpha, the omega, everything. 新闻？不是新闻，全英文外盘，大宗商品实施窗口。这怎么可能？不，那绝不是大一新生拿来充门面的东西。上面每一根跳动的线条，都意味着真金白银的厮杀。前面那些人还在为了一个班长位置努力表现，而陆川手边却在盯着另一种量级的战场。这根本不是不争，是彻底的不在一个维度。这下午不能浪费，网吧、商场、数码城，随便挑一个。大学生生活必须拉开序幕。我带你们转转吧，本地我熟。老陆，走不走？你们去吧，我下午约了人。谁呀？一个故人吧，算是故人吧。职业操盘手许成远，前世他是业内大佬，可惜被当了弃甲。现在是他最低谷时期，我只需要略微出手。冒昧问一句，您是替家里长辈来传话，还是替哪位老板过来的？都不是。坐下说吧，许成远。不用费劲猜我是替谁来的，没有别人，想要聘用你的人就是我。我查过你，在上一家机构，你带队做空海外大宗盘。方向其实没看错，但你老板私下动了资金池，去填别的窟窿，导致保证金不够，遇上逼空直接爆仓，最后老板全身而退，你被推出来顶锅，名声臭了，被业内几大机构联手封杀，还背了一身你现在根本还不起的烂债。你现在是个连散户都不如的死人，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这份报告我看过了，逻辑很准，底层拆得很细。你对资金情绪的嗅觉还没废，你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没人敢用你，也没人敢听你说话。但我不一样，我手里有一笔资金，缺一个手段干净利落的操盘手。我今天过来，就是愿意给你这个重新上牌桌的机会。这位同学，你能把我查得这么清楚，我很佩服。或许你家里真的很有背景，让你拿了一笔零花钱出来练手，但我不能接。我虽然现在落魄到了极点，但我还没沦落到去陪一个富家大少爷玩模拟盘过家家。外盘不是闹玩的。1500万。1500万。
到底想干什么？现在原油不是单线逻辑，地缘扰动太强，消息面也杂，情绪盘和避险盘交替冲击，这个阶段不保守回撤会死人的。我的方案不是赚的少，是为了活下来。这话本身没错，可你现在的问题不是活下来，是你把该狠狠干的一段也按保命的思路处理了。这次的局势突变，真正的驱动力不在供给端减产，而在外围资金的避险情绪和几大股头的默契逼松。前几天的震荡根本不是消息不明朗，是主力在洗短线跟风盘，每一次急跌破位，底部的承接盘都坚决。你报告里把那些回踩当成了风险提示，建议减仓规避，但实际上那才是最好的加杠杆节点。当外媒统一口径开始渲染风险扩散的时候，真正的拉升才会开始。那一段的速度会非常快，根本不会给场外资金上车的机会。等所有人都反应过来准备追涨的时候，也就是该平仓落弹的时候，你的脑子还停在怎么给前东家填窟窿的阴影里，只看得到回错，看不到趋势。我是专业做盘的人，所以比谁都清楚陆川刚才说的这些话有多恐怖。这根本不是券商分析师能写出来的套话，这是真正趴在盘口上闻着血性才能总结出来的实战刀法。自己看，全是燃油多单，第一是试仓克制，第二笔加仓，正好卡在那次最凶狠的盘中回挫最低点。那一刻外网还在疯狂畅听，而这个账户却在那1秒钟精准地把筹码扑了进去。行情爆发后，账户开始分批平仓，没有在最高点贪婪，也没有在震荡中恐慌。平仓的节奏就像一台精密机器，把整段主省浪里最肥美最安全的一段利润啃得干干净净。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几十万的底仓，大半个月的时间滚到了近4000万，这种近乎神迹的资金增长轨线，别说小户，就算是我在巅峰时期带着整个团队，也绝不敢说能做得这么干净利落。这是你做的？运气好而已。运气？这种踩在刀尖上跳舞的满杠杆操作，错1秒钟都会爆仓清零，怎么可能是运气？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说我那份报告太保守了，因为在这张交割单面前，我引以为傲的专业推演简直就像刚入门的新手在纸上谈兵。您到底是谁？我姓陆，京城来的，现在在江城大学读大一。想收服许成远这种见过大风大浪又极度自傲的聪明人，光给钱没用，必须得压得住他。说的越多，破绽就越多。我从头到尾没提过半句具体家庭背景，只抛出那张3900万的交割单，再加上京城来的4个字，够了。我认出来了，那个剪裁特征，那是 Aethyl。只有那种底蕴深厚、对物质彻底去化的真正大家族子弟，才会把它当成毫不在意的日常便服穿在身上。3900万的结交单，京城背景，漫不经心穿着的 Aethyl， 我无比确信，眼前这个男生背后的水，深到了我连探底的资格都没有。陆少，叫陆总就行。是，陆总。坐下说。以后资金盘上的大方向，我会定好交给你，具体的建仓、平仓节点，还有仓位拆解，你全权负责。我不会去干涉你的交易细节。如果我这边没有明确指示给下来，平时的空档期，你自己看着盘面和市场情况操作就行。我相信你的专业能力。还有一条规矩，我平时要正常上课，没有特殊情况，不要随便找我。工作上的事，你每周整理好进度，邮件汇报就可以。我明白了，陆总。
先收了，拿去2身像样的行头，找个地方好好吃顿饭，休息2天。我的人出门在外不能太寒酸。这大半年来，我被全行业当成瘟神一样封杀，走投无路，所有人都恨不得踩我一脚，从来没有人愿意坐下来跟我说一句话。而现在，他不仅给了我重新上牌桌的机会，给了绝对的操作权限，还二话不说转了10万块钱给我改善生活。这是钱，更是把我当个人看的尊严。卡里是启动资金，公司成立后，我给你10%的股份，你来做总经理。您放心，这把刀我肯定给您磨到最利。只要你能把这仗打漂亮，这10%以后会远超你的想象。聚宝盆已经拿下，棋局已经布好，而我自己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回江城大学，去享受不用再熬夜盯盘的日常了。报君黄金台上意，提血玉龙为君死。川子，你回来了？一下午上哪儿去了？办了点事儿。你知道明儿啥日子不？军训。可别提了。唉，我刚瞅完天气预报，明儿36度，我感觉我明儿就得烤死在操场上。一帆这小子是真猛，打下午回来就搁那看书，一动没动。我都寻思他是不是提前搁那预习大学课程呢？前世混过各种高端局，英语词汇量和阅历极高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上面的内容根本不是什么宏观经济学或者西方哲学巨著，那是一本描写维多利亚时代禁忌情史的原汁原味的全英文带颜色小说。上一辈子大家同住了一个屋檐下整整4年，居然硬是没发现这浓眉大眼城府极深的世家子弟骨子里居然是个看黄书都要看全英文原版的顶级闷骚。赵一帆，你是真的牛。我可不行了，这江城的天是想把人往死里烤啊！唉，我感觉我这会儿脚底板都直冒热气，再占半个点军资，你们直接就能吃东北铁板烧了。川哥，快瞅快瞅！是上次开班会负责拍照那学姐换了条裙子，咋这么好看呢？沈之意啊！我去，他奔咱们这边来了！这是朝我来的。上次的事，谢谢你。什么事？上次那个单反，你没护住我，反而是接住了单反，是对的。那个单法镜头是进口的，单配很麻烦。我一直想当面谢谢你，但之后军训一直没碰到，今天正好看到你在这儿。小事，不用专门跑一趟。他谁呀？校花主动来找他，什么情况？加个好友吧。上次你说有缘再告诉我，我觉得今天算有缘。不好意思，学姐，我暂时不太方便加人。好，那就下次有缘再说。前世我做梦都想跟沈之言搭上关系，为了他，我能提前准备3天的话术。现在他主动递过来，我却一点冲动都没有。不是不想认识他，是我不想因为任何人打乱现在这种舒服的节奏。陆川，你是不是有病啊？校花主动加你，你咋还给拒了呢？你跟我说明白，你为啥给拒了呀？松手，胳膊要断了。你赶紧给我个像样的说法，不然我今晚就把你枕头撇外头去。你是真不想加，还是在玩欲擒故纵？我就是懒得动，不是欲擒故纵，也不是装，他是真的不在意。这种人，要么是真的什么都不缺，要么是活明白了。咱们的校花这是开窍了，想谈恋爱啦？谈不上想谈恋爱，只是觉得这个人挺特别的。操场上那学姐，那气质，那身段，老绝了。川哥，他叫啥名啊？他叫沈之意。川哥，你可真是闷声干大事啊！悄没声的都快把学姐拿下了。你们趁早收了那条心。那学姐身上的气质，没有钱和背景从小堆着，
根本养不出来。咋的？普通人连寻思寻思都不行啊？我瞅着他对咱川哥指定有意思啊！怎么可能？人家就是来感谢一下，可别想歪了。这种级别的女生用普通的套路根本砸不开，也看不上普通的男生。不过，要是真能和他谈恋爱，我倒是不介意下点血本。我考上江大这年，我老爸刚奖励了我一辆保时捷718。要是能把这学姐追到手，我愿意直接把那台车送给她当礼物。保时捷718，那不得大几十万啊！被人抢了先机的感觉确实不太好。可转念一想，知道个名字算什么本事？去校媒那边随便找个大二的打听一下就能问出来。真到了要拼财力和实力的时候，陆川拿什么跟我争？我手里可是捏着一辆718作为底牌，这场较劲才刚刚开始。保时捷送给沈之意，那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家里有点小钱的漂亮学姐，那是广省顶级财阀沈家的独生女。沈家的资本巨手横跨制造、地产、外贸多个领域，现金流恐怖的让人发指。在那种级别的资本巨额面前，一辆70-80万的保时捷真的就只配当个塑料玩具车。不过，这陆川，他一定知道沈之意的身份。当他随口爆出沈之意3个字时，语气里连一丝一毫的敬畏、波澜或者刻意压抑的兴奋都没有。太平静了，平静的就像在念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路人甲。一个普通人，在得知这种顶级财阀千金的身份后，绝不可能表现得如此平淡。陆川那种脱口而出的状态，只有一种可能：他不仅完全清楚沈之意背后的庞大势力，而且从心底里根本就没有把沈家放在一个需要自己去仰望的位置上。那是一种只有站在同等层次，甚至拥有更高维度的底气，才会自然流露出的绝对俯视感。别聊这个了，没意思。这胶鞋不能再这么硬穿下去了，不然接下来10几天，脚皮都能磨掉一层。我出去买点东西。老陆，帮我烧瓶冰可乐呗。行。外盘大宗商品，随口抛出的奢侈品内幕，现在又是对顶级财阀的绝对无视。陆川，你到底是什么背景？超长夜用，绵柔透气型，无侧漏无香精，4个人，1人2套，再加上夜用。重活一世，面子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早被我彻底祛魅了。阿姨，麻烦给我拿个最大的塑料袋，黑色的那种，结实点。一共200。接着，哎呦，川哥，你从今天起就是我的义父，亲的。我刚去超市买了点军训防废脚的神级小装备，内部经验，保证明天拉练脚不遭罪。1人2套，分了吧？川哥，还得是你，考虑的嘎嘎周到。是那种高科技的硅胶足弓鞋垫吗？我听说那玩意儿踩着老得劲儿了。哎呦我去，川哥啊，你这是上超市进货去了，还是半道劫了女生宿舍呀？咱这军训虽说遭老罪了，也犯不着为了躲操练集体变性吧？你想什么呢？这玩意儿叫绵柔减震，超强吸汗。那胶鞋的底子薄，明天真拉练起来，半天就能让你脚底板起泡。垫上这个，吸汗透气，软底支撑，很实用，支撑力和吸舒性比一般的鞋垫都强。我不垫，这玩意儿也太丢人了，万一走着走着掉出来，或者被人看见了，我以后在江大还混不混了？你们爱垫你们垫。
做梦都没想到，我堂堂一个江城本地大少爷，有一天居然会沦落到在大学宿舍里起大早偷摸给自己的军训胶鞋垫这种玩意儿。我去，子航，你不是说……你闭嘴！我就是想试试，我看看这玩意儿到底有多难用，准备今天拉练的时候好好批判一下它。昨晚你可不是这么……是挺难用的，也就凑合垫垫脚底板，稍微软和点。赶紧洗漱吧，快吹集合哨了。不仅不疼，甚至还把脚底出的汗吸得干干净净，干爽又踏实。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人类之光。唉，我的妈呀！今天这训练量是想把人往死里整啊！得亏了川哥的法宝，要不然我今天这双脚就得直接交代在操场上了。陈总干啥去啊？这大晚上的还不赶紧歇着？今天拉练太累了，本少爷请客，随便喝，都别说我不照顾你们啊！陈总大气！爽！这冰镇的简直是续命神药。谢谢。子航，不瞒你说啊，我长这么大，头回知道这玩意儿垫脚底下能有这种无敌的缓冲感。明天我高低得再去小超市扫2包。他像暴风雨中的舵手，将船手毫不留情地撞进那片泥泞的温床。这作者文笔一般，阳台这段的隐喻用得太刻意了，缺乏美感，纯粹在堆砌词藏。这几天他就这么看着我戴着平光镜，一本正经地在台灯下读那本书，甚至像看戏一样看着我在那儿独自偷乐。我的人设崩了，不过他刚刚声音很小，就是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这家伙又成了他一份情。赵家从小教我的规矩很明确，有些事不能装死，既然把柄落在了别人手里，就必须用体面且符合身份的方式把这个口子彻底封上。这是欧洲某家100年历史的传统手工工坊，专门为特定小众文化圈层内部定制的周边，不对外售卖。我拿它出来，一方面是昨晚的体面封口费，另一方面是最后一次试探 Mason Sharvey 的内功剑。他连看都没细探，仅仅上手摸了一下，就一口叫破了这个隐秘工坊的真名。前世为了混进那些底蕴文化圈子，为了能和那些老派老板们搭上话，我曾彻夜不眠地研究过太多这种冷门玩意。他接了，这就等于向我表明态度。这件封口的人情他收了，昨晚的事儿从此烂在肚子里。对方认出了书签的隐藏价值，并且接受了这种成年人之间的交换，说明陆川不仅识货，而且极懂分寸。回礼，拿着玩吧。
这种特殊的走线，这是 A-Tel 的内部纯手工特制片，根本不对外发售。只有那种在品牌内部拥有极高权重、被定向邀请的最核心贵宾，才会收到这种代表着极致工艺与身份地位的内部馈赠。我曾经只在自己母亲的私密藏品柜里见过一件带着这种一模一样暗码和走线工艺的物品。陆川这漫不经心的随手一抛，直接在圈层底蕴和财富认知上对我完成了一次彻头彻尾的降维打击。那是一种绝对的从容，和见惯了顶级好东西后的不在意。他不是不懂这些东西的价值，他是因为真正拥有过太多，所以根本不在乎。我一直用家族给我的方法试探陆川，可陆川不仅一眼看穿了我的试探，甚至还大度地包容了我那些小动作。在这个江城大学里，在这个看似普通甚至有些拥挤炎热的504宿舍里，陆川绝对是一个值得我放下所有身段去认真交往、用心深交的真朋友。多谢。不必客气。我宣布，本届新生军训正式结束，解散。唉，可算熬到头了，哥们儿，现在感觉能造下去一头牛都不打辈儿的。麻烦填一下军训反馈表。学姐，你长得老好看了。谢谢。学姐，你们校媒这段时间跟着跑场地也挺辛苦的吧？我们高中那会儿也办过类似的校刊，这种统筹工作最费精力。以后要是排版或者赞助上有什么需要对接的，其实可以多拉点外联。学姐，以后要是校媒有什么活动需要帮忙，可以随时找我，加个好友吧，沟通也方便。抱歉，工作上的事，关注校媒的公众号留言就好。我不加私人微信。你还没说，那天0点5，你是怎么知道我姓什么的？开学那天校门口迎新，听学长们讲过。你这项没填完整，后续还要做信息核对。加个好友吧，晚点我把确认细则发你。什么情况？加了。川哥，你到底使了什么迷魂术？军训结束了，有一些事情也需要开始了。兄弟们，这10几天的苦日子总算是熬到头了。这周末我安排江城西郊最顶级的汤泉水会，咱们全寝室过去放松2天。陈总，真都包了？那地方不得老鼻子贵了呀？能有多贵？就是带你们去见识见识，体验一下真正的服务。正好我爸前段时间给我买的那辆保时捷718刚落地，明天因我让他把车开到学校里来，周末我直接开车带你们过去。子航，保时捷718好像是双座跑车吧？咱们宿舍一共4个人，只有2个座位，明天怎么做？这算什么问题？我开718，拉着东子先走，我再让我家司机开一辆奔驰 S 级过来，专门接你俩不就行了？2辆车足够坐得舒舒服服的。陆川，你有驾照没？你要是有驾照的话，明天那辆奔驰我就让司机直接把钥匙留给你，你带着一帆开过去，正好也让你摸摸豪车的方向盘，过过手瘾，反正那车闲着也是闲着，当练手了。不用麻烦你家司机了。
我有车。你有车？什么车？买来代步的二手车而已，图个方便。二手车也行，不过周末去西郊路况不好。这样吧，听我的，你的车就停学校别动了，我让司机把保时捷开过来，宽敞也舒服。不用，我自己开习惯了。一帆，你明天坐保时捷还是坐我的车？放着保时捷不坐，谁会选一辆破二手车？不用麻烦司机了，明天陆川接我就行。一所普通高胸，把他所有精密的试探和好奇，全部挡在门外。好的，核对无误，早点休息。京城第74中学，完全没有听说过啊！本以为对方藏着绝世名剑，结果掏出来一把削笔刀，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一个普通区重点毕业的男生，怎么会有那种深不可测的从容？又怎么会一眼认出我？陆川，你越是什么都不说，我就越想知道答案。哎呀妈呀，陈总，你这排场也太够用了！瞅瞅这小敞篷这色儿，这得老带劲儿了。行了，东子，一辆代步工具而已，上车随便你拍，颜色很搭你，这套搭配在学校里开，确实很有辨识度。陆川怎么还没到？他那辆二手代步车，该不会真开在半路上出什么毛病了吧？再等下去，汤泉水会那边预定的时段要过了。一帆，你先留下来等陆川。好，我在这儿等他。如果他车真坏在半路了，给我打电话，我让司机来接你们。这车看着好优雅啊！宾利欧陆 GT。不好意思，来晚了点。没事。等到了汤泉水会，陈子昂的718停在这辆车旁边的时候，场面会非常有趣。先生您好，大堂正门区域仅用短暂落客使用，不允许长时间停封车辆。我是这里的会员，今天预定了4人尊享套餐，车停这儿也不行吗？非常抱歉，先生，会所规定。帮我洗一下，再做个基础的内饰保养，晚点我走的时候直接过来拿。好的，先生，一定按您的要求安排最高规格的惊喜和保养，祝您体验愉快。你经常来？来过几次。老陆，一帆，这边大家都到了就行，走吧，别在大堂站着了。咱们先去专属包房洗洗，冲掉暑气，然后去海鲜和牛自助区敞开了干。吃饱喝足了，泡私汤温泉，晚点再做全套晒后 SPA。今晚咱们不回学校了，在这儿的高级套房里睡到自然醒。我靠，今晚还不走了？陈总，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兄弟啊！这局本来就是陈子昂做东，对方掏了真金白银，想在自己熟悉的消费场景里找点面子，再正常不过。前世在这个地方走了太多次，哪条路通往哪里，闭着眼睛都能找对。但今天不能这样，人家少爷买单，我要是处处显摆出比主人还懂得架势，那不是彰显实力，是情商低下。等等，他明明对这种场所的布局熟到了骨子里，却又能随时随地收起锋芒，给足别人体面和台阶。这种成熟，绝不是一个18岁的学生能拥有的。换衣服，先泡着，等会儿我叫人把自助的菜单送过来。方叔，你们先泡着，我去打个招呼，一会儿就回来。
没想到你也来这里放松。这地方离你们江大可不近，开车过来也得折腾一阵。方叔，军训刚结束，跟室友的一块过来歇会儿的。军训是个苦差事，确实该好好松晃松晃。静园那边住的还习惯吗？挺习惯的，房子很安静。学校那边也都些走流程的事，没什么麻烦的。普通年轻人第一次踏入这种地方，多少都会露出破绽，要么眼神局促四处打量，要么身体僵硬故作镇定，但他全都没有。他坐在这里喝茶的姿态，就好像他本来就该出现在这里一样。方先生，你有什么吩咐？这位是陆川，他在江城念书，偶尔会来这边坐坐。去后台走个系统，给陆川办一张钻石会员，那些繁琐的资产摄尊和引荐人审查流程直接跳过。好的，方先生。陆先生，稍后我会把办理好的专属钻石卡亲自送到您的包房。方叔，不用这么麻烦的。不麻烦，你以后在江城待几年，这地方虽然远了点儿，但也算个能清静待着的去处。拿着卡进出方便些。好，谢谢方叔。给你介绍一下，我的一个老朋友，还是你们江城大学的校长呢。校长好，大一金融一班，陆川。那些刚出高中校门的新生，如果在这种私下场合撞见我，反应几乎千篇一律，要么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要么拼命想表现自己。但这个男生全都没有，他面对我的时候，就像面对一个邻居家的普通长辈。硬装出来的人，肩膀和脖子一定会僵硬，而他的肩膀松弛的可怕。老方啊，你还是第一次这么郑重其事地给我介绍年轻人，你该不会是想把手伸到我们学校里面吧？不过今天这位看着倒不像是个刚入学的新生。哦，那像什么？看着这沉得住气的气度，倒像是上级派下来视察我们学校迎新工作的年轻干部。哈哈哈哈，你这张嘴啊，陈二狗，这么多年了，当了校长还是没个正形。整个江城现在也就只有你还敢当着外人的面这么不要脸的叫我了。行了，别光嘴上认识了，加个好友吧，以后在学校里真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也方便直接联系他。小陆啊，加了以后别只在学校惹了麻烦的时候才想起我。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人家小孩子又不是缺你这一个联系人，真有事儿还能找不到人办。方叔，校长，我室友还在包房那边等我，就不打扰二位叙旧了。行，你去吧，跟同学们好好玩，有事随时电话。这个就是你前段时间打电话给我提过的那个京城来的。是他是不是你想的那种背景，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孩子绝对不简单。我看人眼光还是很准的，这句话我信。陆先生，打扰了。方会长已经亲自交代过，这是为您临时补录并开通的最高等级钻石会籍凭证。以后您来这里不需要任何预约，无论什么时间，只要您出示这张卡，我们会所将为您提供最高规格的接待。知道了，替我谢谢方叔。我宣布，这是我18年来过得最舒服的一天。那个和牛自助我吃了6盘，不知道陈总心不心疼？6盘算什么？你就是吃10盘我也不在乎。陈子昂，结账。陈先生您好，您本次消费包含尊享4人套餐、电竞套房延迟使用费及附加餐饮，累计消费金额一共是58000元整。刷这个。再试一次，是不是你们机器出问题了？赶紧的，我们还赶着回学校。不好意思，陈先生，系统显示您的这张会员卡已经被冻结了。
按照我们水会的规定，能够冻结这张黄金会员卡的，除了会所最高管理层，就只有卡主本人。建议您直接联系一下卡主确认情况。怎么办？丢死人了！我有卡，刷我的吧。好的，先生，请稍等。扣款成功，消费已结清，祝您下次光临愉快。走吧，回学校。等等，陆川刚才那张卡是什么卡？为什么前台的态度一下子变了？58000，他就这么刷了？钻石会员。刚才前台那事儿谢了啊，今天算我欠你个人情，回头我把钱转你。室友之间不至于，卡本来就刚办的，顺手的事儿。行，不跟你们矫情了。东子，你等会儿坐陆川的车回学校吧。陈总不带我兜风了？兜个屁的风！我爸那边电话打不通，估计家里又出什么幺蛾子了，我得赶紧回去看看。老陆，你车呢？停哪儿了？开过来了。陆先生，您的车已经按您的要求做完清洗和基础内饰保养了。谢谢。老陆，这是你的车？上车吧。你说的二手代步车是这个？对啊，二手的，代步用。上车。二手代步车，宾利欧陆 GT， 这玩意儿几百万吧？他管这个叫代步车？东子，你是准备站到天黑？你昨晚看见5栋楼下那辆车没？废话，朋友圈都刷爆了，纯白色的宾利欧蓝 GT。这车落地得几百万吧？你没看那车牌吗？江 A 54321，这种顺子连号，在江城就算你有钱都不一定拿得到。我听5栋那边的人说，昨晚那车就一直停在车位里没动过，这绝对是咱们这届新生里藏着个逆天的富二代啊！我清清楚楚知道，那辆震惊全校的白色宾利是陆川的。可是，老陆平时那么低调，连买车都是二手代步，就说明人家压根儿不想出这个风头。兄弟自己没公开的事儿，我寒冬要是为了过个嘴瘾就到处乱抖底儿，那就太不讲究了。哎呦我的亲娘嘞！老陆你快看，我不行了，我真要被这帮人给笑抽抽了。求宾利新生联系方式，我是新闻系大4学姐，白车弟弟要不要考虑谈个甜甜的恋爱？姐姐什么都会。白宾利哥哥看我，我是体育学院大3的。其实性别这块你可以不用卡得那么死。江大新生的想象力确实比我预期的要丰富得多，不过这事情在学校确实是轰动新闻。命运这东西真挺爱开玩笑的。前世的我为了装富二代，为了让全校的人都知道我有钱，租豪车买假表，对着镜子苦练那些自以为高雅的腔调，费尽心思把车停在人最多的地方，生怕别人看不见。结果呢，用力过猛，底裤被扒得一干二净，彻底沦为小丑。而这一世什么话都没说，结果全校自己炸了，比我前世花几十万精心策划的任何一场亮相引发的轰动都要夸张10倍。我一点都不想装，可现实却很无奈。子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帮我把宾利开走，我有点怕麻烦。我去，要是能开一把宾利，在全校面前被人看到，那可真是人前显圣。那得有多少女生给我写情书？可为什么是我，不让一帆去？他也怕麻烦。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去一下。走吧，
开会要迟到了。下面进行长大会第5项，有请本届大一新生代表发言。跟我没关系，听完就等着散会。这老头不会是想借着这个场合不动声色的阴我一把吧？有请本届大一新生代表金融一班陆川同学上台发言。你小子藏得真深啊！什么时候成代表了？陆川被校方当作新生代表推上台，再正常不过，这反而更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他背后的能量已经深切到了可以直接影响江大校方高层决策的地步。为什么是陆川？是他。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午好，我是陆川。站在这个台上，对我来说也是个意外。开学这段时间，我听到最多的话题是大家在讨论以后要加入什么社团，要怎么规划人脉，要在这个校园里给自己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很多人觉得大学是一个重新包装自己的名利场，只要你穿得足够光鲜，认识的人足够多，在这个圈子里显得足够合群，你就是一个优秀的人。但这其实是最没意义的一件事。我们刚经历过军训，很多人觉得军训是在吃苦，是在表演服从，但实际上，军训教给我们的第一课是纪律，是节奏，是让你知道在最疲惫、最狼狈的时候，怎么调整自己的呼吸，怎么不去拖累你身边的人。未来的几年其实和军训没什么区别，你们不需要急着去向任何人证明自己有多聪明、多有钱、多合群。这些话不像是一个18岁的大一学生能说出来的，这是一个真正经历过什么的人才会有的通透。与其把精力花在怎么挤进别人的圈子，不如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把课上好，把饭吃好，把宿舍的卫生打理干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够坚定的去执行。真正的优秀从来不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去展示优越感，而是先学会把你自己活成一个不管放在哪里都绝对可靠的人。谢谢大家。老陆这嘴是开过光吧？一句大话没有，硬是把我都听得热血沸腾的。真正的优秀从来不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去展示优越感，而是先学会把你自己活成一个不管放在哪里都绝对可靠的人。陆川，你到底经历过什么，才能在18岁说出这种话？陆川，校长让我来通知你，散会后去行政楼3楼他的办公室一趟。校长亲自让你来传话？我是校媒的，今天负责大会的对接工作，他让我顺路转告你。刚才你的发言很好。谢谢。校花亲自来找你传话？别想多了，走了。小川，坐。刚才在大会上没提前打招呼，没生我的气吧？还好，也就是临时多想了几句词，没出什么岔子就行。你这孩子心气倒是沉得住，不过你在汤泉水会的时候叫方志远，那是一口一个方叔，叫得多顺溜，怎么到了我这儿就连一句陈叔都不肯叫了？陈叔，您这是在学校里，我怕坏了规矩。哈哈哈哈哈！咱们私底下不讲那些规矩。小川啊，你那辆白色的车今天在学校里闹出来的动静可不小，学校对车辆进出有严格管理，普通学生不允许开车进出校园。不过既然你有代步需求，我等会儿跟后勤保卫处打个招呼，把你的车牌录进教职工内部系统。不用麻烦了，陈叔，那辆车太招摇了，最近在学校里闹出来的动静已经够大了，我也没想着天天开着它在校园里转悠。我准备最近再去买一台低调点、普通点的车。拒绝了。面对这种能在几万名同龄人面前尽情享受的特权通道，这个18岁的年轻人想都没想就推了回来。
而且他给出的理由不是装低调，是真真切切嫌弃那辆几百万的宾利太招摇。行，既然你想换台低调的代步车，那这事儿你联系他。这是后勤车管处的老沈。谢谢陈叔。今天这事儿算我欠你一回。下次学校里再有什么活动需要你上台，我保证提前1天告诉你。那您最好提前2天，我好多背2句稿子。老方，你这看人的眼光倒是一点没老啊。这孩子，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京城那边出来的门第子弟，这规矩、这分寸，还有这份拿捏轻重的定力，跟咱们地方上那些富商养出来的孩子是真不一样啊。陆先生您好，我是方会长的助理，您叫我阿强就行。方会长的助理？难道是江城商会会长方志远？按照方会长的交代，这台车是按您的要求专门筛选出来的，外形足够普通，停在校园里绝对不会引起任何不必要的关注。相关手续，半个小时前我已经全部替您打好招呼了。正式的铁牌需要您亲自来车管所办理。车款和手续费用一共235万，会长特意交代过，让您不用着急管费用的事情。晚点我会把车款直接转到方叔的账上，你回去如实告诉方叔就行。人情是人情，账目是账目，混在一起，以后的路就走不宽了。明白，陆先生，我会如实向会长转达您的意思。知道静园吗？知道，陆先生。麻烦你把那辆开回静园的地库里，到了以后，车钥匙直接交给物业管家就行，不用再特意联系我确认。好的，陆先生。这车的外形实在太普通了，普通到了有些平庸的地步。这种车开在江城大街上，属于扔进车流里瞬间就会消失不见的存在。先生，麻烦车钥匙交给我。你换了辆轿车？差不多。几百万的车换成了一辆破车，这人脑子是不是有什么大病？谁家换车是从几百万往下换到20、30万的？这什么逻辑？落地200多万，这不是降级，这是把低调2个字刻进了骨子里。上车吧，开进去，选个号，别选太好的，随便选个低调的。还是你来吧。这怎么可能？这一个号都得值几十万？怎么回事？这些号我不需要，选个普通点的，不带6和8。大哥，这是系统强制给的10个选项，全是6和8。能不能不选，然后重新摇？你前面走的手续已经绑定了车辆信息，没有再摇的机会了。这陆川随手一选都是6和8，重选一下000006，这是什么人？放号完全就是随机的，只能说我运气有点差，选不到想要的低调号码。你运气差？天啊，累了，毁灭吧！上车吧，送你回学校。一个刚入学的大一宣生，开着一辆低调到极致的顶级辉腾，挂上了一个足以让江城无数老板、领导都头皮发毛的特权车牌号码。陆川这个人，我这辈子可能都看不透了。这块车牌既然已经挂上了，就这样吧。反正这车外形够普通，应该不会再像宾利那样惹事了。希望吧。对，是我。你是陆川是吧？你的车牌号报一下，我给你在学校系统登记。江 A00006。什么？江 A00006？我知道了。校长，
您之前交代的那位陆川同学，他联系我了，我已经按您的意思把他的通行权限全部开通了。另外，他的车牌号是江 A0006。你说什么？江 A 4个0一个6。校长，我觉得挂着这种牌照的车绝对不能按普通学生来对待，所以……行，我知道了。老沈，这事儿你做得很好，以后陆川同学在校内的所有车辆事宜都按最高规格处理。方志远的电话，汤泉水会的初见，新生大会上的脱稿演讲，拒绝特权时那种对物质彻底去没的松弛感。而现在，距离那场玩笑过去还不到3个小时，他就开上了一辆低调的黑色轿车，挂上了一块足以让整个江城官商两界都为之侧目的车牌江 A0006。这种个位数的联名号牌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民用的随机号池里，能不动声色地把这种级别的牌照直接落到一个大一新生名下，这种能力……怎么了，二狗？3个小时前不是刚通过电话吗？我问你个事儿，你之前跟我提过的那个陆川，刚刚录了学校通行证的车牌。哦，他换了辆新车，黑色轿车。车牌是江 A00006。你说多少？00006？你确定？连你都不知道这块牌子的来路？他说想换台低调的车，黑色轿车是我安排的，但这块牌照我不知情。在江城，能不动声色地把这种级别的牌照直接落到一个大一新生名下，这种能力已经不是我能碰的了。我去打听打听，这块牌到底是从哪个神仙手里流出来的？陆川到底是京城哪个大家族的子弟？方叔，小川，没打扰你休息吧？车开着感觉怎么样？挺好，车已经顺利上好牌了，刚开回学校。还有235万的车款，我刚才已经转到您账户里了。这次真的要谢谢方叔，您安排得很周到，我提的那几个要求都满足了。车开着很安静，也很适合代步，特别是上牌，您安排得很利索，一点时间都没浪费。那块象征着绝对特权的06车牌根本不是我的手笔，现在陆川说上牌上的很利索，他这是在点我。车你觉得合适就好，手续上的事底下人去跑，没给你添什么额外的麻烦吧？特别是那块车牌。我懂了，方叔刻意提到车牌，这是在点我。车管所那个绿色通道是阿强办好的，那块车牌肯定也是方叔为了帮人帮到底，动用关系安排的，没有麻烦。这块车牌确实很特别，车和车牌的事情我都记着，以后有机会，这份人情我一定还上。他这哪里是在道谢，他分明是在清清楚楚地告诉我，我知道这块车牌不是你办的，但我把我背后家族的这一手操作作为一个人情打包送到你的手里，让你去背这个锅，让你去当这个挡箭牌，同时也等于把一个天大的人情赐给了你。好深的道行。小川啊，有些事儿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话就不必说得太透了，你觉得呢？您说的对，这件事就不必再往外说了，低调点最好，车牌就当是正常的流程办下来的就行。果然全中，他背后的那个家族根本不希望在江城留下任何明面上的操作痕迹。陆川今天打这通电话就是在明确地化，这块牌子的来路你就当成是你方志源去车管所跑流程办下来的，这就是顶级大家族的白手套玩法。小川，你放心，你说的方叔都明白了，该怎么说该怎么做我心里有数，这点小事在我这儿绝对不会出问题，你就安安稳稳的在学校里念你的书，外面的事有方叔替你处理。方叔这人确实够意思，自己只是单纯打个电话道声谢，他居然还怕我因为那块高调的车牌觉得不安心，特意把所有可能惹来的闲言碎语都揽了过去。那就麻烦方叔了，改天有空我去拜访您。
一言为定。陆川，这年轻人，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你了。不，弄不好，我还得仰望你。兄弟们，我老舅从东北寄过来的253斤鹿肉、鹿茸、鹿筋、鹿血酒，全乎了。这东西可不便宜。你老舅什么路子啊？我老舅在长白山那边有自己的养殖场子，这批货是顶好的散放鹿，成天在山里啃野草野果子长大的。他说让我在学校好好补身子。这东西不能随便找个饭店做，做不好暴殄天物。我正琢磨找个馆子给加工一下呢。这段时间大伙没少帮我，我正好想请大伙搓一顿，喝鹿血造鹿肉，就怕一般馆子做不出那味儿来。川哥，你有道道没？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老陆，你确定是这儿？这地方看着连个客人都没有，门好像都没开。陈子航没听过这家店太正常了。现在这个时间节点，青鹿宴才刚开业不久，名气还远远没有打响。但在我的记忆里，这家店的名字如雷贯耳。前世大二那年，这家店会以惊世骇俗的姿态横空出世。老板不仅是个天才厨师，还是个罕见的商业奇才。短短1年时间，把青鹿宴从一家私房小馆扩张成了遍布全球多个1线城市的高端餐饮帝国。前世的我虽然知道这地方，但从来没有资格坐下来吃一口这位老板亲自下厨做的菜。这一世，既然正好赶上了他还没爆火的初期阶段，我想亲自尝一尝。不用管他有没有名气，这家店的老板是处理鹿肉真正的行家，东西交给他，绝对比放在任何一家5星级酒店的后厨都要靠谱。俺就是陆德韶，不知道是哪位找我呀？陆德韶，果然，这一世他还没有发家。不是我说，老板，你真能把那鹿肉整明白不？就你这打扮，咋瞅也不像个颠大勺的呀。那你说说，大厨该长啥样啊？还得在脑门上刻4个大字：我会做菜咋的？你瞅瞅我这体格子，我搁这一站，瞅着都比你像个正经厨子。老话说得好，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陆德韶，前世那个把青鹿宴做成全球连锁的商业奇才，现在还是个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落魄老板，但他的手艺从来不是问题。我要吃鹿肉，自带了肉，在楼下。行，几位先坐那儿喝口茶歇着，货我都筹过了，都是顶好的玩意儿，给我1个点就行。这个厨子有点动心。老板，你今天算是遇上贵人了，瞅着没？这位陈少，江城本地正儿八经的地头蛇，只要陈少在江城跺脚，那帮富二代圈子全得跟着颤3颤。你瞎吹什么？失敬失敬。老板，我在江城这1亩3分地儿，确实还算能说得上话，但我充其量也就是个市级的少爷。可你知道旁边坐着的这位是谁吗？人家一番那可是正儿八经一个省的顶级财阀，在冀省那边排着队在他们家门口等1天，连大门都摸不到。子昂，别扯了，人家一番回老家过年，几10辆黑牌奥迪 A8 排成长龙。至于韩东，他没啥好介绍的。老板，你是东北的吧？对，俺是东北的。咋的了，小兄弟？你可曾听说过东北韩家？上辈子大3上了一半就辍学离开了江大，从那以后2人断了联系。我其实一直不知道韩东真正的家底和底细，难道说东北韩家？哪个韩家？养鹿的韩家。跟你闹着玩呢，老板，来来来，整一个。前世我做梦都想挤进那些所谓的高端圈子，觥称交错，虚情假意。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充满了烟火气的兄弟酒桌，才是真正让人舒服的东西。老板，你别听东子在这瞎扯淡了，我刚才说的那些都只是开胃菜。今天这桌上真正不简单的在这儿呢。这位陆川，京城来的，平时在学校里最不爱显山露水，看着跟个普通学生没两样，但在我们那个圈子里，谁都知道，这种平时越不说话的人，底细就越摸不透。老板，你平时开门做生意，豪车应该见得不少吧？他开的是一辆白色的宾利欧陆 GT， 车牌号江 A54321。
但这都不算什么。就在今天，他又换了辆新车，我陪他上的牌，江 A00006。老板，你知道他为什么非要去换新车吗？因为他嫌那辆几百万的宾利太高调了。嫌宾利太高调？这小子喝多了之后，还真是什么话都往外说。但现在这个气氛，我就算开口解释，也没有任何人会信。宾利00006，京城来的，嫌高调，这小子难道真的是什么顶级二代？陈少，今天顿饭我这青鹿宴算是彻底开眼了。今天这一桌子能凑得顺当，吃得这么尽兴，全靠陈少您安排的周到。老板客气了，主要还是你这做鹿肉的手艺确实不错。那必须的，老板，以后咱504这几号人就把你这青鹿宴当食堂了。来，走一个。嗨，弟兄们这么给我面，这么瞧得起我，今儿我老陆就舍命陪大伙儿，喝多少都奉陪到底，半点不带含糊的。这4个人不是那种硬凑在一起吃顿饭的普通舍友关系。韩东是最热的那团火，负责把所有冷场全部烧干净。陈子昂是最要面子的核心，但被场子热起来之后，他会心甘情愿地去兜底。赵一帆看起来最冷，可一旦他真正愿意接纳这个环境，他的回应比谁都真诚。至于陆川，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去抢过一句风头，但他只要坐在那里，就有一种定海神针般的存在感。前世的504宿舍，在这个时间点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永远都是客客气气，相敬如宾。蝴蝶效应，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这4个字的分量。我重活一世，只是做出了几个和前世不同的选择，没有去装富二代。可就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带来的连锁反应，却在不知不觉中把整个504宿舍的相处模式彻底颠覆了。事情确实变了，以后的轨道会和记忆里的越来越不一样，但变成这样好像也不坏。这一世挺好的。我说我买就是我买，你那点生活费留着多吃2顿食堂吧，别在这瞎逞能。谁逞能了？我说了，今天我请。你别跟我抢，我说我买就我买。先生，您今晚一共消费5800元。哎呀，子昂，你没事吧？你说你咋还摔倒了呢？谁让你非得跟我抢的？你看，摔着了吧？他们喝醉了，我来吧。我都说了我买。我手机呢？我刚才明明拿着的。谁看到我手机了？我得扫码呀。收款成功。川哥，我没醉，我还能再干2瓶。韩东，你先进去，坐最里面。子昂，你坐中间。你坐右边，方便你随时按住他们。
师傅，稳住方向盘，别急刹车，靠边停。师傅，实在对不住，兄弟喝多了，没控制住。您先出来喘口气。滴，二维码收款5000元。你小子不错。老林，安排个酒店，位置要近，江城酒店，直接订子母套房。另外，我这边有2个人喝多了，安排人帮他们洗澡换衣服。安排的人要男的。我还要吃烤鹿排。老板，里面那2位客人澡已经洗完了，衣服也换上干净的了。少爷，您要的东西送过来了。谢了。陈子安明天酒醒了，如果问起来，就说手机是他自己买单赔给你的，省得他这位大少爷醒过来之后，又因为面子挂不住在宿舍里闹别扭。陈子昂今天算是把这辈子的脸都丢在这里了，抢单被扇在地上，吐了一身。明天早上他睁开眼睛，估计会想直接从这楼上跳下去。今天一整个晚上，赵一凡的表现太稳了，稳得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从锁死出租车后门，到给老林打电话安排酒店，再到指定必须是男技师来处理，他处理这些突发状况时的反应，不仅仅是大家族培养出来的统筹能力，更像是一种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和防备。他在极力杜绝任何失控的口子。我的个乖乖，陈总，你这是得罪哪个印刷厂了？这都是女孩给你写的信，你成大明星了。都别动，我自己来拆。陈子航同学，开学报道那天在校门口，我就注意到了你，你身上的气质很干净，希望可以跟你成为好友，一个想了解你的大二学姐。这他妈是啥呀？姐也太狂野了吧！是上次陆川让我帮他把车从楼下开走拍的，原来他们不是冲我来，是冲着……俺说，俺想炒炒黑丝。你这人怎么说话这么粗俗？什么叫想看黑丝？大家都是文化人，想看黑丝能说的这么直白吗？得换个有文化、有意境的说法。那该咋地？今天本少爷就来教教你，什么叫体面，什么叫文艺。闻君倩腿裹轻纱，墨色流光映晚霞。一缕柔丝藏媚府，3分婉转胜桃花。青苔莲步风寒韵，曼丽罗裙亦自暇。莫道人间无惧色，一眼惊鸿醉天涯。好文采，好诗，好诗啊！行了行了，不开玩笑了，今天晚上去我家吃饭。好嘞。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哎呦，老婆，这汤炖的，我在院子大门外都闻着香味了。今天家里这是来什么大领导了？啥事儿啊？今天大儿闸要带人回来吃饭。哪来的车？登记一下。不用不用，请进。师傅，您这是……你糊涂啊你！现在晚上8点，
车是8点拦的，保安队长是9点自尽的，物业公司是10点解散的。还好，00006，前边还有5个人能救我。老爸，我们来了！小兔崽子，还真敢把人带上门！妈了个巴子的！没看见老子正要起范吗？手爪子不想要了？老大，看车牌，你看那车牌啊！破普通商务轿车，我怕个鸡！这特么哪是什么普通商务轿车？这车里坐着的是一尊能随便把我们陈家连根拔起的活阎王！陈总，你们家平时迎个客都整这么大阵仗啊？老爸，这就是之前在宿舍里你见过的陆川，还有韩东。这位是赵一方，你还没见过。开车的那个叫陆川，看着太年轻，8成是个跟班。真正深藏不露的是那个戴眼镜从后排老板位下来的赵一帆，那块00006的牌子肯定是这个赵一帆的。哎呀，欢迎！哎呦我去，这咋回事啊？叔，你们家保安平时还兼职打高尔夫啊？啊，没事，这不马上要搞企业联赛了吗？大家在练高尔夫呢。大晚上的，在别墅大门口站着一排黑西装戴墨镜的保镖。来，快进屋！叔，你这也太客气了。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谁让你这么整的？老大，不是你安排的。放屁！天气那么热，我让你弄点凉快的，谁让你直接泼水啦？我超喂，我让你拿凉的，你特么给我拿点好的啊！我寻思着让你弄点冰镇西瓜或者凉茶，你倒好，直接端盆冷水就往外泼。你个老王八犊子，又在搞事情！我让你在门口好好迎客，你就是这么给我迎的。老婆，你别生气啊，这都是老金理解错我的意思了。小东啊，别怕，你叔他就是脾气急。来，快去洗个澡，阿姨给你炖了大棒骨，衣服先穿你陈叔的。陈家是真的热闹。一帆、陆林，尝尝阿姨泡的茶。这茶很好，香气很浓，回味也特别干净。赵一帆有见识有教养，但反应仅停留在这是一品质肘固。这是一杯品质极高的好茶层面。这茶的味道我太熟悉了，这就是小时候胡同口隔壁老大爷泡的停产了高碎。之前方叔也给我喝过，这种东西在市面上不应该早就绝迹了才对吗？没想到今天在陈子昂家里又能再喝一次儿时的味道。没想到你也有这个茶。爷，这种早已停产在市面上彻底绝迹的东西，能喝到的人，全国加起来可能都凑不满一桌麻将。陈富贵那个眼皮子浅的，果然又看走眼了。这个陆川，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跟班同学。以后有时间就常来，阿姨给你们做好吃的。少爷，这赵一帆果然是通了天啊！一帆，你先别走，叔叔刚才忘了，库房里还有2箱极品毛子，我这就让人搬出来，你带回去慢慢喝。王妈，去储藏室把那个木架子底层剩下的那9罐茶叶全给我包起来拿出来。陆川，阿姨看你懂这口茶，家里剩下的全在这儿了，你带回去喝。哎呀妈，不行了，我得躺会儿，眯一觉消消事儿。刚才那棒头吃的太猛了。我的亲娘，这帮小祖宗总算是送走了。老婆，你把那茶全给陆川了？那茶是我姥爷今年偷偷留给我的，
那本来就是专门攻到京城那些顶级家族院子里的东西。陆川不仅认识，而且连多看一眼的惊奇都没有。他绝对是个大人物。我知道，然后就是刚才那个老林，还有那6辆豪车。至于那个赵一帆，也是深不可测，对吧？是的，但是韩东才是藏得最深的那个。到这儿就行了，后面别跟了，太招摇。带人散了吧。喂，陆总，公司的离岸架构已经全部走完流程，资金通路的几个口子也打通了，前期的人员班底目前正在筛选，但是江城本地那个涉及实业挂靠的项目停了。你遇到问题了？是，项目的逻辑没有任何问题，资金也能跟上，但我们需要本地的商会资源做背书，那边的负责人不看材料，只看脸。我今天过去拜访了，对方连门都没让我进。知道了，等我消息。东子，咋了，川哥？陈总开车跟上来了。明天得请你老舅寄来的那批鹿肉出场了，找个人办事，去青鹿宴摆一桌。整啊！那肉存着就是给兄弟们拿来吃的，能用在正地方，那是给我老舅长脸。再说了，老陆那手艺是真没挑，拿来请客绝对不跌馅儿。方叔，明天晚上您有空吗？我有个室友，从老家带来点顶级的鹿肉，想在青鹿宴组个局，请您过来吃个便饭，也借着这顿饭，当面谢谢您这段时间的帮助。好，明晚见。这孩子太客气了，说他室友弄了点极品鹿肉，明晚在青鹿宴组了个局，非要请我过去吃顿便饭。能把00006挂上的京城子弟，我还真想见识见识。不知道到底是哪家的公子做派这么老成。老方，明天晚上我正好也没什么具体的行程安排，我跟你去凑个热闹，方便吗？张会长您能去，那绝对是我的荣幸。啊！谁呀？谁搁那儿吹牛呢？你不是说那个陆川是几个大学生喝多了胡吹出来的吗？现在人家车都开到门口了，牌子是江 A00006。感情不是有点来头，是来头老大了。快快快！我衣服呢？我那件干净的搁哪儿呢？这哪是普通的接客呀，这是玩命呢。今儿这桌要是伺候明白了，青鹿宴兴许真能打个翻身仗。陆少，欢迎您再次光临咱青鹿宴。叫陆总。对对对，陆总，陆总，是我嘴快秃噜了，您里边请。陆总，您坐这边，徐总，您也这边请。今天我要接待几位大人物，陆大牛。今天要看你的手艺了。他咋能知道这个名呢？陆大牛，把你全部的本事都拿出来，我要一桌真正的鹿肉宴。陆川知道这名儿，合着人家把我老底儿都摸得门清啊，他心里透亮着呢。我这家门可罗雀的店算个啥？真金贵的是我这在后厨颠了40年大勺的手，这哪是赶巧了，这是专程奔我来的啊！这既是考教我的真章，也是给我脸面，更是带着试手的意思点我呢。陆总连这家店老板早年的旧名都知道，甚至一句话就点破了对方最核心的手艺脉络。这说明陆总做局不是只盯着桌面上的那些人脉资源，他连后厨这条线都提前摸得透透的，可怕。您放心，我肯定做得最好。
这地方环境不错，安静，人少，不知道手艺如何，您等会儿试试不就知道了。哈哈哈，你说的对，等我一会儿试一试就知道了。方叔，你是他。方叔，两位请坐。这孩子做事是真有章法，知道这种局饭不是重点，人坐下之前那几句闲聊才是正戏。小川，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朋友张爱华，爱华商会的张会长。张会长您好，你认识我？有幸见过一次。听老方说，你是京城那边过来的？是的。京城哪边长大的？小时候住的杂。你这个年纪，怎么会先想到做实业？实业结构稳固，真要做事，要找能落地、能扎根的。太稳健了，这个年纪的人回答这种问题，多少会露一点怯，想证明自己，想让人高看一眼。可陆川没有，他回答的太自然了，自然到就像他平时就这么想的。徐总，去后备箱拿一罐茶。只因为张爱华刚才只是抿了一口茶，眉头轻得几乎看不见的皱了一下，陆川这边就已经把下一步接上了。这孩子，陆总拿上来了。太麻烦了，喝什么都一样，不用专门折腾。这是今年的，而且不是尾货，是今年真正能端上去招待顶级贵客的那一波完整内供版。能到陆川手里，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我来吧。手法不错，一个能随手从后备箱拿出今年完整内供版的人，还能把这种茶泡得不糟蹋，不可能只是靠包装和背稿混到这里。陆川的背景绝对不低。老方，你不是还惦记着他们项目那一块吗？正好这会儿有空，你跟徐总过一遍，那些具体的东西我听着脑子疼。也行，小许，走，咱们去旁边聊聊项目的细节。好，方会长。小陆，你知道我来江城干什么吗？巧了，我前世查过他，还真知道他这个时间点来江城干嘛。您这次来江城是整合本地商会资源线的吧？我的行程都是绝密，他怎么知道的？等您这次整合完回京城，爱华商会的版图就该再扩一圈了吧？您也能再向上走一步。我在京城商圈待了这么多年，怎么没听过哪个陆家能有这样的能量？您没听过也正常。不解释不是不知道，是不方便说，甚至不是自己现在这个层次能再往下问的东西。你这孩子知道的还真不少。怎么样？刚才跟小川聊得还顺利吧？谈得很好。行了，茶也喝了，话也聊了，正事就别再兜圈子了。我代表江城商会往你们公司投资1个亿，占股10%。方叔，这手笔有点大了。大不大，我心里有数。钱不是重点，重点是我看好你。欢迎方叔入股。几位晚上好，今晚这一桌我亲自给各位报菜，取的是鹿后腿最紧实的方肉，先用山楂、黄酒、花椒和10几味香料低温慢腌，再走吊炉反复炙烤。你师傅是谁？我师傅，国宴御厨郭兴。
原来是郭兴大师傅门下出来的。陆老板，我投资你如何？我投1000万，占股80%。方会长，这笔钱对青鹿宴来说是雪中送炭，我们认您这个天大的人情。但是，80%的股份意味着这块招牌还有德韶的这门手艺，以后就不归我们夫妻俩说了算了。其实，青鹿宴能不能做大，钱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拿到最稳定的源头货。陆总，不知道您对我们这门生意感不感兴趣？这个女人比陆德韶清醒太多了。她不要方志远的钱，因为80%意味着失去话语权。而她转头问我，是因为她看到了寒冬那批鹿肉。方叔，要不这样，您的1000万不变，但股份咱们重新谈。您占30%，我占20%，陆老板和梅姐留50%。我这边不出现金，我出渠道，稳定的、长期的、顶级鹿货供应链，这是你们最缺的东西。寒冬的鹿肉渠道靠谱，绝对能稳定供应。行，就按你说的来。那我就继续好好做菜。陆大牛，你只管做菜，剩下的事有人替你操心。一个18岁的年轻人，刚才用一杯茶让我重新认识了他的背景，现在又用一条渠道4两拨千斤的撬动了一个1000万级的餐饮项目，还顺手把方志远的1000万拉进来当杠杆，自己1分钱没出，拿了20%。这种做局的手法太老练了。这小孩还行吧？深不可测。川子，你啥时候回来的？这熊岭和我灵魂完全契合，一定是个英姿飒爽、爱运动的妹子。马上10月份了，大家放假有没有什么安排？我今晚就得回冀省，家里有点事。我也不去了，我这几天有更要紧的事，得先把感情问题解决掉。东子，青鹿宴的事你知道吧？方会长投了1000万，接下来要做高端鹿宴品牌。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环是稳定的、极品的鹿肉来源。你老舅前2天在的那批鹿肉，陆老板看了2眼放光，那是一吃就能直接拿来做招牌的等级。青鹿宴接下来需要大量采购这种极品鹿货，长期稳定的需求，所以需要你去牵这根线。兄弟，我需要你。行，川哥，你说需要我，我这事儿就干了。人死鸟朝天，不死万万年。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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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了再被我老舅让鹿顶一次，我扛得住。那10月放假，咱俩去一趟东北，亲自去你老舅的鹿场看看，把渠道和上游供给一次性看明白。听起来挺有趣，算我一个。你们都去了，不带我能行？一起去，整啊！一起去我老家，正好带你尝尝我老舅的铁锅炖大鹅，那味儿绝了。实业的盘子铺开了，方叔的1个亿入了股，青鹿宴的渠道也定下来了，加上许成远那边的医疗器械项目正在推进，这一世手里操控着上亿的盘子，不用装，不用端，不用证明，所有的东西都在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的落地。重获一世，这一世终于不用再装富二代了。东北，你东北王寒冬要来了。喂，老舅啊。咋的了，大外甥？要从俺们这儿买鹿肉啊？呐，老舅啊，俺们同学跟俺一块搭伙做点生意，想这个小长假去东北俺家玩玩。来吧来吧，别磨叽，待会儿把机票发给我，看看是几个人，俺去机场接你们。你老舅真干脆。那必须的，搞定。走，出发。我了个豆，沈大校花在这儿干嘛呢？
最近我桃花运比较旺，熊岭追我，难道沈校花也来找我？陆川，我来找你的是公事。你是这届新生代表，我是上届代表。按照要求，我们需要深入交流一下，给你培训一下下一步的工作安排。行，等假期后回来吧。我们要出一趟远门，去旅行。去哪？我听说这沈之一对男生从不感兴趣，怎么主动问别人去哪儿？没，我的意思是等你回来再说吧。祝你们玩得愉快。哎呦喂，我看这沈大校花，这是对你有意思啊，铁子啊！别瞎说了，就是个正常通知。走吧，我叫了车，在门口等着我们呢。这次东北之行，会是我事业起飞的转折点。重活一世，没有装富二代，一切自然而然，舒服、干净，这种感觉不错。陈少，你喜欢用什么头油啊四蛋康。哦，我也是。四蛋康算个屁，老子都重生了，谁还装富二代啊？我叫陆川，前世我花光所有积蓄硬装富二代，却被人狠狠嘲讽。你不是在融圈子，你是在拿命锤圈子。重活一世，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装富二代了。没想到这一世不装了，反而莫名其妙多了1个亿存款，还多了几个真朋友。我们兄弟4个启程去东北，没想到这趟东北之行充满了欢乐与惊喜，甚至惊吓。我最讨厌的就是事后道歉，莎莎。陆总，咱们从韩少舅舅那儿进货鹿肉，也不知道他老舅有什么忌讳，酒桌上有什么讲究，我怕说错话。哎呀妈，我老舅那人贼敞亮，喝酒的时候从不藏着掖着，只要上了桌把酒瓶子打开，那就是狠狠干。到时候到了，你啥都不用管，等着看货就行。走吧。兄弟们，我可能去不了了，家里有事，我今晚就得回冀省。兄弟们，我也去不了了，我可能有点感情的事要处理。那行吧，我们3个去，回学校见。川哥，你感受一下，还得是我们东北这嘎子的空气得劲儿。确实不错。到了这片儿，那就是到了我的地盘，那谁见了我不得？大外甥，大外甥，快让老舅稀罕稀罕！你小子咋瘦成这逼样了？南方那大米饭是不是不养人啊？老舅，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最好的哥们儿兼室友陆川，这位是陆德韶，川子的合伙人，这次来东北来谈生意的。老舅好。一般的年轻人，要么见了我就在我面前吓得唯唯诺诺，要么就是硬端着架子装犊子。我最烦的就是那种端着的人，但眼前这个小子完全不一样，不端着，不虚伪，不装。哈哈哈哈哈哈！你小子不错，老舅喜欢。走着，老舅今天给你们安排了最地道的大铁锅，上车造就完了。你瞎呀！我。这哪里是普通的养路人？寒冬的舅舅绝对不简单，甚至寒冬家里也不简单。到了，下车。今晚简简单单4个菜，开灶。那小兔崽子一落地，绝对是去他舅舅那里躲清闲了。直接去林场。是。
咱农村就这生活，一顿饭简简单单4个菜，开灶。小川儿，大外甥，吃喝。这小子的城府和定力绝对不一般，没有年轻人在长辈面前的局促，也没有为了故意迎合长辈而装出来的豪爽，松弛自然，越看越顺眼。川哥，也不知道一帆回家干啥了，看他当时那表情，感觉不太对劲。可能家里有急事吧。赵一帆性格沉稳，但是当时看到短信的一瞬间脸色变了，一定是家里的大事。放假叫你回来，是想当面问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当初家里给你规划的路是去接手海外的那部分人脉，你不去，这件事家里由着你了。可真正关键的是你跟什么人在一起，是你往哪个圈子里走。你在江城上大学可以，但你不该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老林都跟我说了，你去跟那些人胡闹，前天晚上你甚至差点在别人家里出事。你可以交朋友，但朋友也得分层次。以后不要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日子了。我的朋友们不是不三不四的人，我的朋友们不是不三不四的人。20年来第一次在爷爷面前正面顶回去，因为我朋友陆川、韩东、陈子昂他们不是不三不四的人。那些不三不四的混混只会……他们不是混混。他们是我赵一帆很好的朋友。爸，您别激动。好，我看你是不见黄河不死心。我这就让你看看，你所谓的朋友到底都是些什么底细。第一个，陈子昂，父亲陈富贵公司整体估值1亿3千万左右。一帆，这就是你说的很好的朋友？这种层级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不客气地说，只配给你做跟班，做跑腿的。他有什么资格被你当成平起平坐的朋友？家里就这么点可怜的估值，他能给你提供什么帮助？是眼界，还是未来的助力？哼哼，差得太远了。这种人不配进你的圈子。陈子昂的母亲王翠萍，什么都没有，怎么回事？傲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子昂吃饭了。妈，我不在家吃了，有人约我，有事儿。子昂那小子不来，还怪想他的，不知道他干啥呢。能干啥？还记得你之前带给他的某个女生的信吗？你放心，我一定交给子昂。估计他留下就是为了这个。那真得恭喜他了，子昂妈妈一定很高兴。我都有点想阿姨做的饭了，多好的一家人啊！怎么回事？陈子昂母亲的资料怎么一点都没有？我们赵家情报网通了天，全国任何一个人的资料，我们都能掘地3尺挖到他祖坟，唯独这个王翠萍，我们没有查到任何关于他的可核实材料，就像是被人刻意抹掉，
或者根本没有录入过一样。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既然线索断了，那就去接上，动用能动用的关系，找上面的人去查。就算他是个普通人，我也要看到他究竟从哪里来。明白，我马上安排人去深挖，一定把他的背景补齐。陈子昂这份看似最好查、最普通的资料里，都能抠出一大块连赵家情报网都填不上的空白。那么剩下的2个人呢？韩东，那个天天打游戏、一张嘴就是东北大碴子味的糙汉，他老舅随便一出手，就是200多斤最顶级的极品散养鹿肉。陆川，那个永远从容不迫，出门开着江 A00006车牌的车，这2个人的资料，赵家的情报网真的能查得清吗？这第2份是韩东的，一个咋咋呼呼市井草莽，他的资料里应该会密密麻麻地写满父母在哪个工厂上班，或者是做什么小本买卖之类的冗杂信息。职业、住址都没有。韩世雄、张居婉，韩世雄、张居婉。张居禄，我张居婉倒是要看看你是怎么带的外甥。爸，韩世雄、张居婉是谁？他们是……东子，我还没问过你父母的情况呢，他们是做什么的？嗨，他俩呀就普通上班的，有啥好唠的？我说老舅，你这鹿肉本来就性热大补，再整上这几10度的烧刀子，你就不怕补大发了？你小子懂个溜啊！咱东北老爷们儿就得这么造，火力才旺。南方那清汤寡水的玩意儿，能养出啥精气神儿？小川儿，大外甥，你俩这都20出头的大小伙子了，天天憋学校里啃书本，有啥劲儿啊？等会儿吃完饭，老舅给你俩安排个好去处，带你们开开眼去。老舅，我酒量不行，现在头已经有点晕了，这种好事我消受不起。老舅要亲自带我去长见识，怎么可能拒绝？老舅，如果我把刚才那个好字说出来，今晚他身上的肋骨估计得断好几根儿。我妈这次是真会打死我的！老舅，你这叫什么话？我可是正正经经的大学生，是读圣贤书的正人君子，这种龌龊的事儿，你休想玷污我纯洁的灵魂！你小子刚才眼睛都冒绿光了，现在跑我这儿冲什么圣人？年轻人火力旺，老舅懂，跟你老舅这儿装你马呢？不用装，他妈来了。爸，您还没说呢，这韩世雄、张居婉是什么身份？东北韩家，他们夫妇的生意遍布整个北方，整个北边的大宗商品、上游供给全攥在韩家夫妇的手里。他们行事霸道狠辣，惹到他们的人，怕是都在黑江喂了鱼，所以很多人都叫他们东北王。警告：生死关头！哼，
哈哈哈哈！今天这酒劲儿真是太大了，我好像喝多了。那什么，时间到了，我得去后山喂鹿了。你们先吃着啊。老姐，我跟孩子们开玩笑呢。哎呦呦呦！小弟呀，来，咱姐俩去里屋，好好联络联络感情。完了，我必须立刻转移注意力，不然下一个挨揍的绝对是我。爸，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最好的兄弟陆川。叔叔您好，我是陆川。这孩子穿着普通的休闲装，身上没有一件显眼的牌子货，但在这种鸡飞狗跳的环境下，这个年轻人很平稳，站姿挺拔，脊背没有一丝弯曲，眼神里没有任何普通大学生面对长辈时的局促和讨好。这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而且儿子很少用这么郑重的语气介绍一个同龄人。你好，小川。东子在学校里没少给你添麻烦吧？叔叔言重了，东子平时在宿舍挺照顾大家的。刚才小舅子说出那种混账话，一般的年轻人要么跟着起哄，要么尴尬的手足无措。但这小子不仅直接拒绝了，而且拒绝的一点都不让人难堪。现在面对我的突然出现，他还能这么从容地伸出手，这份定力，别说是一个大一新生，就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几年的老油条，也未必能做到。小川啊，你第一次来黑省，这边的天气还习惯吗？年轻人火力旺是吧？You have slain an enemy. 姐，别打脸，明天还得见人。不打脸打哪儿？打你那张破嘴！小川，东子跟我说你是京城来的。是的，叔叔。韩总，我们接到情报，冀省赵家在查您和夫人的资料。知道了。赵家那个老东西是不想活了。会不会是重名？一帆，你觉得韩世雄这个名字很普通吗？韩世雄这个人平时极少露面，更不喜欢在那些明面上的富豪榜或者商会里挂名。但他不是普通老板，他是东北韩家的现任家主。韩家在北方的实业和物流体系里分量太重了。这个人做事讲义气，重感情，尤其是对家里人看得极重。他平时极少轻易对谁出手，可一旦真的动了手，那就不择手段，不计代价，非要把事情做绝不可。韩东，那个天天光着膀子在宿舍里打游戏，因为几百块钱的游戏皮肤就咋咋呼呼的东北壮汉，他的真实身份竟然这么恐怖。不好！怎么了，爸？普通人查一下同学资料没什么，但是我们这种层面，突然去摸韩家的底，这是带着明显敌意的越界试探，近乎等同于我们赵家在向韩家宣战。不好了，不好了！放肆！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韩家家主韩世雄打来了加密电话。我是韩世雄。韩家主您好，晚上接到您的电话，确实有些意外。我确实挺意外，我还真不知道你们赵家原来有这么大的野心，想跟我们东北韩家宣战。您误会了，你连我媳妇儿张居婉的资料你们都想往深里翻，这就不是不懂规矩了，这是明摆着在往我们韩家的红线上反复试探。韩家果然有底蕴，不知道哪个不开眼的惹了韩家。不过
与我无关。一般人听到我打这种电话，一定会感兴趣，甚至偷听。但是这个年轻人他不一样，他好像是真的不在乎。重获一世，不用装富二代，别人哪怕权势滔天，也与我全然无关系。我只做我自己。韩家主，您听我解释，这完全是个误会。我不听解释。赵家既然想碰，那韩家就陪着你们碰一碰。后面的事，大家各看手段吧。快，找人，找关系，要不我赵家完了。王董，有件事儿想请你出面做个调解。包在我身上，这都不是事儿。我这边跟东北韩家的韩世雄有点误会，想请你帮个忙，中间调停一下。韩世雄？对。喂，赵老，喂，我这信号不太好，喂。郭老，我最近惹到了韩世雄和张居婉，您能不能出面帮忙调停一下？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完了。爸，我虽然不是宋家的嫡系，但我们宋家和韩世雄的夫人张家那边，长辈之间多少是有点旧交和人情在的。我可以动用娘家那边的关系，试试看韩家能不能给面子。快去！一帆，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你们宿舍里的那几个人平时关系到底怎么样？还行。你跟韩东关系怎么样？跟韩东还有陈子昂关系确实还行，大家平时住在一个宿舍，没有闹过什么矛盾。即便韩东家里权势大，我也不会为迎合爷爷的功利心去刻意攀附韩东。更何况我们宿舍真正深不可测的根本不是韩东。但要说关系最好的不是韩东，而是陆川。你糊涂啊！韩东是韩世雄的亲儿子，是能直接决定赵家实业命脉的真太子。陈子昭虽然不入我的眼，但好歹也是个家里有过亿估值的富二代。这叫陆川的，一听这个名字就没有任何出处，既不是北方商圈里的熟姓，也不是什么能排得上号的家族子弟。你的宿舍里有韩东这么一棵通天的大树，你不去用心结交，不去主动拉拢关系，你反而舍本逐末，去跟一个最没用的、对你未来毫无帮助的人关系最好。爷爷，你错了。你以为韩东是那桌上最大的牌，但你不知道，陆川才是那个真正坐在牌桌后面，连牌都不用亮的人。第三份资料，陆川的，我就看看你这个所谓关系最好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就看看这个陆川是不是不三不四的混混。京城人，近期获得1000万的拆迁款，这就是你放着韩家那棵大树不理，非要结交的关系最好的人。一个死了父母，靠着家里的老房子拆迁拿了1000万的暴发户。儿子，你别被所谓的友情给迷了眼，分不清轻重。您可以继续往下念，我了解陆川，他绝对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这陆川绝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我刚刚那么一通足以搅动北方风云的电话，一般人早就上来问了，可是他没有。他不是装的不关心，他是真的不关心。陆川家里是做什么的？普通市民罢了。普通市民？他就是个普通小市民。你看看，这就是底层乍富的心态，手里刚拿到1000万，不想着怎么去运作资金，第一件事儿居然是先去买一辆几百万的二手豪车来撑场面。一帆啊一帆，你看看这上面写的东西，
拿着1000万的家底去贷款买一套2000万的豪宅，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能接触到方志远这种人，为了混进更高的圈子。这简直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你的眼光真是差到了极点，居然会被这种靠着高额负债硬生生包装出来的空壳子给骗了。等等，不对，不对！这怎么可能？1000万的拆迁款，买车花掉近300万，首付和税费又要花掉几百万，账面上最多还剩几十万，怎么可能在短短半个月内凭空多出1000多万的现金流，还去把那套全款给付清了？请核查，该卡为商会方志远亲自特批。方志远，那可是江城商会的会长，手里握着大量的城投项目和资源，这种老牌人物绝对不会随便对一个拆迁户另眼相看，更别说亲自特批一张钻石卡。A000006这种会数的车牌，在任何一个省会城市都是绝对的权力与身份象征，这根本不是花钱就能买得到的，更何况还要加上方志远的亲自特批。这份资料前后的逻辑已经完全割裂了，根本无法用拆迁暴发户和运气好来解释。如果是在半个小时前，我看到这份充满矛盾的绝密档案，第一反应绝对是让人去查个底朝天。但现在韩家警告我了，江城的水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深。一个寝室里出了一个东北韩家的继承人，现在这个陆川履历又处处透着无法解释的诡异，这事儿太邪门了。继续往下查，极有可能再次触碰不该碰的红线。爷爷，您现在看明白了吧？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且他绝不可能是普通人。我去，这喷嚏有力气，不知道谁家姑娘在想你啊？刚刚我问他背景，他只是淡然地说普通市民，遇到难的问题就不回答了。不简单，我绝不允许孙子再次陷进这种虚无的感情寄托里，更不允许自己在1天之内被2个大学生吓得连查都不敢查。不可能，哪有那么多通天的人物？一个宿舍里出一个寒冬已经是概率的极限了。哼，再出一个真神，怎么可能？越是这种割裂的资料，越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这种套路在商界并不少见，用高息借来的过桥资金垫资买房，花大价钱租用特权车牌撑门面，把自己包装成高深莫测的神秘人物，目的就是为了套死像一帆这种涉世未深又急于寻找寄托的世家子弟。这绝对是一个高端的杀猪盘。你真是被那几张假皮忽悠傻了！我不信这个拿拆迁款的是什么碰不得的真神，这分明就是个陈拆资金包装出来的连环骗局。这份资料绝对有问题。联系咱们家族在系统里的人，动用最高级权限，把这个陆川给我再查一次。爷爷，不能查，这种事一旦做了，性质就完全变了。哼，今天我还就非要看个明白，他到底是个什么神仙。打电话，现在就打，当着大家的面打电话。喂，赵先生，晚上冒昧打扰您了，有点急事，家主这边遇到点蹊跷事儿，想麻烦您动用一下系统内的高级权限，帮家里查一个人的底层资料。什么人？说说看。陆川，18岁，京城人，目前在江城大学读书，父母双亡。京城人，还在读书？是的。你等一下。怎么样？是不是查到什么了？你们到底在搞什么？怎么回事？这个人的档案是加密的，而且是最高级别的特殊保护，我的权限根本打不开。你们知不知道，我刚才查询这个名字，系统自动生成访问记录，这条记录将直接传到最上头去。
我现在问你们，这个人你们是怎么惹上的？整个夏国上下，资料显示绝密，会超过10个吗？这下真的是误闯天家了。陆川，你到底是谁？我去，这连打好几个喷嚏了，谁在骂你？装他妈是吧？我问你，他妈不是你姐？听我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赵家所有人立刻停止对这个人的一切调查，所有已经调取的资料全部销毁，不要留任何痕迹，然后祈祷那边不会追查下来。我早就说过，绝对不能查。陆川，那不仅是背景通天，那是深渊。老太爷，江城那边翠萍小姐的资料有人在查。继续说，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把翠萍小姐保护得很好，她的资料档案全部都按照您的吩咐设置了绝对加密。可是就在刚才，有人试图越过常规渠道，强行翻查翠凤小姐的底层履历，那边留的扣子被碰了，对方的动作很生硬，直接冲着那层空白资料在硬挖。是冀省的赵家。冀省赵家是个什么东西？钱老，最近好像有人在打听我在江愁留下来的根，正顺着根拼命往下挖呢。钱老，告诉我是谁，我来处理。冀省赵家。明白了，我马上打电话，让赵家立刻停止一切的动作。赵家主，我是秦淮。秦家主，您好，我是冀省赵家的赵宗贤。您这么晚亲自打电话过来，是有什么吩咐吗？吩咐谈不上，听说你们赵家最近在江城手伸的未免有些太长了吧？刚刚查完陆川，电话就来了。难道是陆川的背景？秦家主，这里面肯定有误会，是不是误会？我不关心。我只提醒你一句，这世上有些人的底细，不是你们赵家那点权限能去翻的。今天这通电话算是给赵家留的一点体面，如果再有下一次，就别在这个圈子里待了。秦家主，我到底碰了哪条红线？你惹了不该惹的人，自己好自为之。陆川，我早该想到的。我活了大半辈子，居然连这种最浅显的警告都看不懂。你们看看，这么反常的资料，怎么可能是真的？这根本就是伪造的。什么1000万的拆迁款，全都是假的。那辆江 A00006的辉腾也不可能是花钱买的面子，那是特权，是独属于陆川那个阶层的通行证。这一切都对上了，全都对上了。传我的话，立刻销毁所有关于江城那3个人的调查记录，让外围情报网的人全部闭嘴。从今天起，不管一帆在江城交什么朋友，不管他室友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家族里任何人绝对不许再去碰哪怕一根毫毛。爷爷，我们今晚惹了那么多人，光是抹除记录是没用的。
老林，立刻去安排航班，最快飞黑省的，不管用什么办法，不惜一切代价。我改变主意了，我去黑省找你和寒冬。这件事我会去解决的。小川啊，阿姨经常听东子提起你，这小子毛毛躁躁的，在学校里多亏了你照顾他。阿姨您客气了，东子平时帮了我不少忙。行，你跟小东他老舅先坐着聊会儿天儿，就当在自己家一样啊。妈，都是老舅带坏我的，我是无辜的，我是被逼的。你个小兔崽子，你卖老舅！没有骨气。妈，我一直在跟川哥学习，川哥是正人君子，我跟着川哥洁身自好。小川啊，阿姨给你倒杯茶，你先去隔壁坐会儿好不好？我……大儿张，你过来，老妈有点事儿找你。你看人家小川干啥？老妈想你了。走，进屋让妈好好看看。老公，你快过来呀！你不是说也想大儿子了吗？让小川和小东的老舅先唠会儿嗑，咱们一家三口先叙叙旧。小川，你们先吃先聊，叔去办点家事。这小子看破不说破，知道照顾长辈的脸面，火候拿捏的恰到好处。小川，老舅跟你说，我大姐和姐夫在咱们东北这旮瘩，那可是相当有牌面的人物。可以说这地方只要是带轮子、带烟囱的，都得给他们韩家几分薄面，手眼通天，懂吧？回想起前世，自己居然妄图在这些人面前装模作样，试图立住一个高深莫测的富家大少人设。上辈子的自己简直就是个在真李逵面前耍大刀的绝世大棒槌。韩东当时能听我吹牛，这涵养真是好的让人无地自容。老公打他，就往那儿打，使劲儿，他体格大，不怕疼。妈，我没同意呀，那是老舅说的，那都是老舅要给我安排的呀，我是无辜的呀。你少放屁！你老舅提的时候，你小子眼睛都绿了，当老娘没看见。老公，继续，给我往死里打！你听见没有，小川？这小子居然诽谤我，他诽谤我呀！不行，我今天非得进去好好清理一下门户。老舅，你冷静点，你现在进去不是跟着叔叔阿姨一起揍东子，你进去，大概率是阿姨和叔叔对你俩展开2v2混合双打。小川，你说的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咱们不掺和。来，走一个。张总、陆总，您二位尝尝，穷讲究，净搞些花花架子，吃个肉还雕花，不够费劲的。哎呦我，
这小味儿还真不错呀！小川，快，你尝尝，这厨子还真有点东西。哎，张总，您这眼睛……别问，谁问谁死。好的，张总。哎呦，韩少，你这屁股怎么了？韩少是吧？出去读了1个月大学，学会装的是吧？还让人叫你韩少，老娘今天非打得你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东子的爸妈刚好也来了，如果你不想被东子灭口，我建议你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跑路吧。陆总，我现在跑路还来得及吗？哈哈哈哈哈！让小川看笑话了，这小子从小欠收拾。叔叔言重了，东子在学校里其实经常念叨家里，这说明你们一家3口感情真好。那当然，我们家这家庭氛围向来是很和睦的。韩总好，张总好，我是陆德韶，陆总的合伙人。后厨还有几道菜在火上，我先去盯着。叔叔阿姨，有个事儿我其实挺好奇的，我看家里这条件还有这底蕴，在咱们东北绝对是首屈一指的，怎么东子在大学里过得那么节俭？小川啊，你有所不知，我们韩家就这么一个独苗，男孩子绝对不能富养，从小就不能给他灌输家里有钱可以随便花的观念，万一给惯出了一身纨绔的毛病，天天只知道吃喝玩乐、飙车泡酒吧，以后他怎么接住韩家这么大的产业？他爸说的太好听了，穷养他，主要是怕他手里钱多了，在外面坑爹。妈，你这话说的我就太冤枉了，我从小到大多听话呀，家里说什么就是什么。就说这次开学吧，坐几1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江大，我一句苦都没喊过，我容易吗我？哎呦我！你少在这儿装可怜，老娘开学的时候不是也陪你一起坐绿皮火车去学校了吗？还亲手帮你拿了行李呢，我有说过一句苦吗？妈，你坐的是独立包厢的高级软卧，吃着水果，喝着红酒，我坐的是硬座，硬座呀，我屁股都坐肿了，那能一样吗？啊！宫宴细工，蔬菜调味儿，你这手艺，师傅是郭兴郭大厨吧？您怎么知道的？我师傅确实是郭兴。哈哈哈，怪，当年郭老还在世的时候，闲下来就喜欢来俺们韩家和张家的后厨转转，专门给家里的长辈们做几道不对外的私房小菜。能让国宴御厨当私房厨子，这底蕴已经远远超过了富豪的范畴。不过，你一个宫宴传人，大老远跑到这深山老林里，是冲着俺小舅子手里的那批鹿来的吧？叔叔好眼力，我们在江城准备做几家名为青鹿宴的高端餐厅，需要最顶级的食材托底。老舅这边的鹿肉品质是我们目前能看到最好的，我们需要长期稳定且最高规格的供货渠道，价格和合作模式绝对是双赢的诚意。爸，川哥做事绝对是这个，他在江城那边路子可广了。行了，这是你老舅的产业，我管不着。我大外甥都发话了，加上小川这小子对俺的脾气，这事儿肯定没问题呀！哈哈哈哈！过2天，老舅带你们去北省，那边老舅藏着一个最核心的养殖基地，带你们去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鹿肉天花板。
一帆，你咋来呢？我家里事处理完了，所以来了。叔叔，阿姨好，我是东子的室友赵一帆。爸妈，老舅，这是一凡，我们大学宿舍最好的人，平时总给大家兜底的。继承赵家的孙子，看寒冬这股热乎劲儿，两人在学校里的关系明显非常好。既然关系这么铁，赵家那个老东西为什么还要发疯一样连查寒冬2次？不过这小子大半夜连夜赶过来，肯定是赵家那个老家伙被敲打怕了，专门跑过来给韩家赔罪的。老陆，我必须为今天发生的事情向你正式道个歉。老陆，我必须为今天发生的事情向你正式道个歉。家里长辈处理失当，越过了不该碰的界限。今天发生的事情，家里长辈处理失当，越过了界限。虽然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无所谓，不重要。陆川，好深的城府，这就是档案加密绝密的家族继承人的上位者威慑力吗？我不应该那么做。什么不应该？哦，我懂了，这不就是说他本来答应了不来，结果家里临时变庞，导致他大半夜又突然改变主意飞过来打扰到兄弟们吗？这豪门大少爷规矩也太多了点儿，不就是约好的行程临时出了点变故吗？大家都是室友，大晚上的改变行程，至于一进门饭都不吃就这么上纲上线的郑重道歉吗？还越过界限，这说的也太硬核了。多大点事儿，没必要这么正式。多大点事儿？那可是能让继省赵家万劫不复的生死危机。那通来自京城的电话压得爷爷连腰都直不起来。动作那么大，陆川不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说是今晚没处理好，那就是血雨腥风。可到了他嘴里，他居然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接过了。我懂了，我根本就不在陆川那个层面。或许在他们那个层次的人，真的会觉得今天这些事不叫事儿。我知道这引起了极大的反应，也给你添了麻烦。我保证，从今往后，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这少爷瞅起来还真是拉不住。行了，别想那么多，这事儿翻篇了。大老远飞过来，肯定饿了，赶紧坐下吃饭。这赵家的孩子大半夜星夜兼行飞过来，竟然不是先来向我韩家赔罪，而是第一间郑重的给陆川道歉。这说明，在他们赵家看来，得罪我们韩家不是灭顶之灾，还有一个比我们更大的灾祸。是什么灾祸？我懂了，老婆，你想想他们刚刚才说的话，那孩子说越过了界限，引起了极大反应，说明赵家今晚查的人里面不只有韩冬，还有陆川。没错，而且在赵一帆的判断里，得罪陆川的严重程度比得罪我们韩家还要高。而陆川的反应是什么？多大点事儿，没必要这么正式。这事儿翻篇了，赵家的继承人把这事当成天大的生死危机，连夜飞过来道歉，而陆川只用了一句多大点事儿就接过去了。这种格局，这种从容，绝不是一般人。我们东北卧龙凤雏的推理，一定就是真实的答案。陆川的背景深不可测，远超我们的想象。不愧是我儿子，上个大学都能认识这种人物。看来我们得好好对待这位深不可测的陆川了。好了，既然你们小哥俩把话都说开了，就别一直站着了。一帆是吧？既然是小东的好兄弟，到了这儿就是到家了。快坐下吃肉。叔叔阿姨，我去个洗手间。川哥，我带你见识下外面的厕所。天黑路不好走，我带你去。
叔叔阿姨，赵家擅自动用关系调查东子，这是严重的越界行为。我代表赵家向你们郑重道歉。赵家愿意拿出北边的几条核心物流线，以及冀省3个核心加工厂的干股，作为给韩家的补偿。小伙子，我们刚才没表态，可不是嫌你们赵家给的筹码不够。刚才看到你和小东在门口的那种熟络劲儿，我就知道这真是一场长辈过度干预而引起的误会。行了，这件事儿到此为止，翻篇了。以后你跟小东该怎么处就怎么处。你敢单枪匹马杀到东北来平事儿，有魄力，后生可畏啊！叔叔阿姨，我想先去院子里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声平安。这会儿家里人肯定吓得还没敢睡觉呢。姐夫，那个陆川，这小子真是不得了啊！能让赵家这心高气傲的继承人一进门先去给他低头赔罪，而且面对咱们这边的气场，他连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我听东子说他还是京城来的，看来得让大外甥以后跟他好好处关系，这可是条真大腿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年轻人处得来就行。既然人家陆川不愿意声张，咱们也别去干预，顺其自然吧。就你大外甥那脾气，你还不知道？他长这么大，你见他跟别人闹过矛盾吗？一顿烤串就能跟别人勾肩搭背的称兄道弟，就他那合群的性子，你还操心他处不好关系？还得是我。哼，你的力度不行，你高度不行，你俩深度不行。川哥，这次多的话我就不说了，说谢那就远了，以后走着看。这小子在说什么？可惜咱们兄弟3缺1，要不整一桌麻将多好。子昂那家伙不知道现在干哈呢。时间到了，他应该来了。这信是韩东帮忙递的，等事情成了，一定好好感谢感谢韩东。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Hello。韩东，你给我等着！少爷，我明天就去黑省扒了你的皮！妈呀，这荒郊野岭的，保不齐有野生东北虎。咱快麻溜回屋。这口气要是不出，我陈子昂这辈子都得留下心理阴影。罪魁祸首是谁？韩东，那个满脑子肉的东北直男。要不是那货传了一堆狗屁不通的话，我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川哥，明天早上10点，哈市机场来接我。川哥，算我求你了，明天见面之前，你先帮我把韩东那孙子狠狠揍一顿，请务必往死里打。我妈下手是真下死手啊，我都怀疑她是不是借题发挥。唉，这么大火气，东子怎么惹到陈少了？这种事一旦说出口，本少爷的人设直接原地爆炸，别说504了，全学校都能笑到毕业。面子最重要，死都不能说。你别管，问就是他罪大恶极，揍就完了。这事多半丢人，还不是一般的丢人。不然陈子耀那个嘴早就开始疯狂输出前因后果了。行，我答应你，
他现在确实挺欠揍的。这是复仇之刃。陈总，我错大发了，我给你认错赔罪。我最讨厌的就是事后道歉。杀！杀！杀！舒服，太舒服了。啊！寒冬，你必须死！两位，宣布个事儿。啥事儿啊，川哥？陈总马上就到了，10点的航班。你们这帮少爷高子，我是真服了。当初喊你们过来的时候，一个个全推三阻四，都说自个儿有事脱不开身。我这不寻思不管你们了吧？好家，一个连夜坐飞机赶过来，一个大清早搭早班机往这冲。陈总也来，他来干啥呀？昨儿搁宿舍还唠得美滋滋的，那股春风得意劲儿，瞅着随时都要奔对象那儿去。咋今儿一大早跟逃难似的，一溜烟干东北来了？指定有事儿，老不对劲儿了。我整明白了，陈总指定是昨儿赴约会去了，要不就是碰着个图钱的学姐给自尊心干碎了，再不就是让人放鸽子了，指定是受情伤喽。嗨，平常瞅着花花道道一堆，实则内心脆生生的。他这保准是一下想开了，觉得处对象啥用没有，幡然醒悟，还是咱这帮哥们儿最实在。你俩尽管放宽心，等会儿把他接回来，我当兄弟的指定拿咱东北人最热乎的怀抱，好好安抚安抚他那颗受伤的心。我要吃肉，快吃啊，太香了。谁啊？吃饭也不知道招呼人啊，规矩都让狗吃了。哎呀妈，陆师傅，今天早上这菜整得真硬啊！还行，随便整了点儿。别看了，我张居禄在东北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昨天晚上不小心摔了一跤，眼睛受了点伤，戴这个好，显得有威严，还不影响大哥形象。谁？你小子自己在这儿吃的挺欢啊，吃饭也不知道招呼你姐一声，规矩让狗吃了。姐，我这不是怕吵醒你跟姐夫睡觉吗？没敢去打扰你们。哼，就你嘴贫。待会儿我和你爸9点半的飞机，公司那边还有事要处理，几辆越野都能用，路上别乱跑。老妈要走，老爸也走。爸妈，你们大老远来看我，我这个当儿子的怎么能不尽孝？等会儿我亲自送你们去机场。你快拉倒吧，你小子那点花花肠子老娘还不知道，你非要送去机场，是想亲眼看着飞机起飞，彻底确定老娘走没走是吧？你是不是还怕我半路杀个回马枪？哼！哈哈哈哈哈！姐，还是你了解他。妈，咱家自个儿的飞机就搁机库里，又没人跟咱抢跑道，至于大清早8点半就跑来吹冷风吗？你还有脸抱怨？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做事情要有规划，留出时间冗余是最基本的风控。你这脑子什么时候能开点窍？
听见没？你小子就是欠教！我教训我儿子，有你插嘴的份儿吗？闭嘴！小川、一帆，你们待会儿去北省路上注意安全，那边冷，车里备着厚衣服。你这次去北省看路场，给我把同学招待好，该吃吃，该喝喝，别抠抠搜搜的丢韩家的人。妈，我兜里比脸都干净，我拿啥招待呀？要不你把你的附属金卡给我呗？你老舅有钱，到了北省吃喝玩乐全让他掏，不怀白不花。行，我掏，都我掏。等你们在北省逛完了，让东子带你们来一趟奉天。到了阿姨的地盘，阿姨亲自安排你们好好玩玩。好，那就提前谢谢阿姨了。张居禄，我警告你，这几个孩子都是正经大学生，你要是敢借着去北省的机会带他们去什么不干净的地方瞎搞，只要让我知道一点风声，你等着。姐，我昨天那不就是跟孩子们开个玩笑吗？我还能真带他们去瞎搞？你这也太玩不起了。少废话，反正你给我死死记住就行。终于走了，这压迫感真要命。你还好意思说？我这大清早先挨了一顿骂，又挨了一巴掌，全赖你。老舅，走，去杭家来停车场。等会儿我还有个室友要落地。行，没问题。等落地，我一定好好安排安排他。这人昨天明显受情伤了，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兄弟的温暖。我到时候上去就给他一个东北大拥抱，保证把他那点破事全给他融化了。他见了咱们兄弟几个，一定开心到飞鞭子了。我竟然和那家伙通了1个月的信，还差点表白，耻辱，这是纯粹的耻辱。洗刷耻辱的唯一方法就是物理高毒，制造耻辱的人。韩东，你必须死！川哥，韩东那个狗东西人呢？在停车场呢，我跟他说一声。接到陈总了，现在往停车场走。OK， 川哥你快点儿，我都等不及了，我给陈总准备了惊喜。惊喜？太巧了，我也给他带了惊喜。走。一帆，你怎么也在这儿？你昨天不是说回冀省了吗？我昨天连夜……停！天大的事儿等会儿再说，等我办完正事再说。走，去停车场找韩东。东子，我特妈来了！完了，全完了！这阵势是几个意思？难道自己的复仇计划提前暴露了？这头东北猛兽早有防备，这是打算在黑省的机场停车场里把自己当场物理灭口吗？杀人藏尸，然后沉进松江。川哥，救命！欢迎江城大少陈少莅临东北。陈总，欢迎来到东北。兄弟，想死你了！
你们好，别紧张，这是东子父母留下来护送咱们的保镖。陈总，喜欢我给你整的惊喜不？来，抱一个。你瞅瞅你那黑眼圈，指定没睡好吧？兄弟懂你。这伤是怎么来的？昨天走的时候，这孙子明明还好好的。明天见面之前，你先帮我把寒冬那孙子狠狠揍一顿，请务必往死里打。当时陆川是怎么回的？行，我答应你。他现在确实挺欠揍的。时间点、伤势程度，完美的对上了。川哥半夜收到消息，看着我那么绝望的请求，他竟然真的从床上爬了起来，单枪匹马为了兄弟的请求，对着这个180多斤的东北巨汉进行了残酷的物理输出，而且还专门往脸上打，这是多讲义气啊！这才是真兄弟，这才是真正顶级靠谱的好兄弟。川哥，好兄弟，什么都不说了，这人情我陈子昂记一辈子。没事儿，都兄弟，举手之劳。虽说整不明白咋回事儿，但你俩这也太感人了。来，3个人一起抱，兄弟情深。这个狗东西还有脸来抱我？要不是周围有16个光头看着，我现在就把棒子抡他脸上。但是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因为实在打不过。我宣布啊，504宿舍终于在东北这地界上人齐了。下一步，咱就吃喝嫖。算了算了，咱都是正能量小青年，我韩某人跟那些上不了台面的玩意儿不共戴天，都别搁这杵着了，上车上车。老舅还在车上等着咱呢。川哥半夜都替我动手了，那是冒着多大的风险啊！我要是现在连碰都不敢碰他一下，岂不是太没种了？岂不是辜负了川哥的仗义出手？不行，绝对不行！哪怕只是走个过场，哪怕轻轻打一下，然后再跪下道歉，今天这棍子也必须得落在他的屁股上。杀！谁搁那吵吵把火的？完了 ，BBQ 了！老舅，别误会，这是我江城来的室友陈子昂。老舅好，这是我特意给您带的见面礼。这变脸速度，这求生欲，这很陈少。哟，这棍子分量还挺压手，拿着挺得劲儿。大外甥的室友是不？挺有心啊！这玩意儿正好留着打路使，一棍子下去指定好使。那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专门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限量纪念款，平时摆在家里都是当艺术品供着的，现在直接变成了打路棍。嘿嘿，您喜欢就好。老舅，您昨晚喝了不少酒，刚才又在车里休息，疲劳驾驶不安全，还是多休息会儿吧。瞎操啥心？你们老舅我啥大风大浪没见过，这点酒算个啥呀？我闭眼睛都能干到北省，都给我起一边去！张总，夫人有死命令，这一路必须由我们代为驾驶，您不能碰方向盘。拿我解压我是不？老子今天还就非开不可了！我瞅谁敢拦我！哎呀，兄弟，你这是干啥呀？我这不愁着你们太辛苦了，寻思替你们分担分担吗？既然我姐有交代，那指定得按规矩办。你开，辛苦兄弟了啊！
那啥，老舅，这人也太多了，我还是上后面那辆车得了，那边敞亮。往哪儿跑？大老爷们儿咋愣多事儿呢？俺这车塞头牛够够的。小陈儿啊，来，你也上这车来，坐后排，跟东子挤挤，俺们道上正好唠唠嗑。小川、一帆，这皮卡坐着不得劲儿，你俩是客，去上后面那辆越野去吧，那车减震好使，坐着舒坦。这理由找得无懈可击。老舅是为了防止我们2个室友给陈子昂打掩护，从而影响他的判断，所以直接把我们俩发派到了另辆车上，彻底切断了504宿舍内部串供的可能。出发！小陈啊，家哪儿的呀？江城的。哦，大清早的，你举个棒球棒在停车场干哈呢？我平时喜欢打棒球，对，早上拿出来挥2下，热热身。哎呀，老舅，你别跟审犯人似的问人家了。子昂这是受情伤了，失恋了，心里憋屈，这不连夜飞东北找我散散心来了。兄弟，你放心，俺指定帮你打掩护。陈总，那个给你写信的高冷健身学姐到底咋样了呀？哪特么有高冷健身学姐？我敲你哇！干啥呢？我刚才那一撞顶多也就是压了一下，怎么可能疼成这副德行？除非这孙子的屁股上本来就有伤，结合自己来黑省之前的那个请求，你这屁股是川子弄的？我总不能当着室友的面承认自己一个18、19岁的身高1.8米多的大老爷们儿，昨天晚上被亲妈亲爸按在屋里用皮带混合吊打，把屁股抽开花了。这要是传回江大，我以后还怎么混？对，是的，就是川哥弄的。你少扯淡，就川哥那个体型，能把你打成这样？你不信我信我老舅总行了吧？我老舅的眼睛也是被川哥打的。难道要告诉这个外省的朋友事实？那我这个黑省大哥还怎么混？不行，大哥的尊严和面子比什么都重要。那啥，对，也是小川弄的。很快啊，我大意了啊，没有闪，当时流眼泪了，捂着眼，我说听，年轻人不讲武德，来偷袭我69岁的老同志。他偷袭，我大意了啊。我曾经在江浙汤泉水会会里亲眼见过陆川单手压制住寒冬，我知道陆川能打，但这战绩也太离谱了。我根本不相信什么大意了没有闪的鬼话。在东北的地界上打了寒冬这本地人就算了，还打肿了这种看起来就狠的大哥的眼睛。如果真的是靠偷袭，陆川早就被剁碎了，沉进松江里了，怎么可能还像个没事人一样坐在后面的车里？真相只有一个，唯一的解释就是陆川靠着绝对的武力值，以及深不可测到连这帮东北地头蛇都不敢还手的恐怖背景，硬生生的把这2人给打服了。陆川武力爆表，背景通天。陆川啊陆川，
没想到你才是宿舍里藏得最深、最危险的那个人。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呀？哎，怎么回事？怎么来东北总打喷嚏？谁总念叨我？现在找寒冬复仇的怒火已经完全消失了，可没想到陆川武力值这么恐怖。我昨天大半夜竟然给陆川发信息让他去打寒冬，他还真的把寒冬打了个半死。最重要的是，我还欠了陆川一个天大的人情。这要是到了北省，晚上的住宿怎么安排？如果陆川主动提议要跟他住一个房间怎么办？不行，绝对不能和陆川独处。糟了，我为了提神，喝了7、8杯咖啡，吃了3份航空早餐。完了，我们才是最强的肌肉。是。在大脑发出指令之前，我们要拼命的夹紧，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别输给那帮细狗！我们要守住这里，绝不让洪流越过这道门一步。铁门之争，寸土不让！寸土不让！我需要上厕所，现在，立刻，马上！师傅，麻烦问一下，还有多久能到服务区？能停一下车吗？夫人有命令，为了保证大家的行程安全，车队在抵达之前，绝对不允许在任何服务区停留。咋不说话了？是不是不信你老舅的实力？我大老爷们儿能骗你吗？那小子要不是偷袭，我能受伤？外部压力突然增大，是什么情况？报告大将，我们的防线快撑不住了！撑住！给我死撑！就算死在这里，也不能开门！不好，有东西要出来了！我信，老舅，我绝对信。信就行。别压我，要出来了！子昂，我跟你说，真的，川哥老猛了，那手段的力量根本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两面夹击，怎么两面同时来了？不！防线失守了，失守了。我操！你拉裤兜子了！开窗！快开窗！我要死了！我操！你这小子吃什么了？这是生化武器呀！完了，彻底完了。我陈子昂的人生，在这辆猛禽的后排画上了句号。我臭逼！你拉裤兜子了！
这里是2号车，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突然提速？是不是遇到特殊情况了？有急事儿！3号车、4号车，立刻加速上前，分一辆车去前面开路，去最近的服务区。快点，这是命令！到了服务区，我要把自己锁在厕所里，永远不出来。老公，这么大阵重，开这么快，肯定是出大事了。不一定是出大事，也有可能是有人放了个屁呢。前面发生什么了？这里真的就是英文中说的 Black Dragon River 吗？也就是黑龙巨龙河？我来了好几天了，这里根本没有黑色的龙，为什么一条都没看见？你们是不是在做虚假宣传？是骆驼国的人。上辈子我一门心思想混进真正的富人圈层，于是不仅苦学西仓礼仪、红酒品鉴，甚至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和价家死靠各种冷门的小语种。甚至还专门花了大价钱放打跑到那些国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只为了在某些顶级的商业酒局上去换取桌上其他人惊艳的目光和一句“陆少果然深藏不露”。那是极致的包装，也是为了虚荣而付出的痛苦的沉没成本。但现在重活一世，上辈子那些为了虚荣而强行灌输进脑子里的东西，在这一世，在我不再需要用它们去证明自己是谁的时候，反而沉淀成了我身上最坚实的底牌，成了真正的个人能力。不需要任何伪装，随口就能说出的能力。是他，骆驼王子车厘子。就在明年，车厘子的父亲就会正式继承王位，而车厘子将会成为太子，成为掌控着无数能源和资金的核心实权人物。我现在的商业版图才刚刚起步，但我的眼光早就看到了几年后，未来不管是新能源材料还是高端制造业，海外渠道永远是一块最难啃也最肥的骨头。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以一种自然的方式结交这位未来的核心人物，那我未来的中东布局将会彻底畅通无阻。哎呀，你说啥呢？要热水在门外左拐，买泡面拿过来扫码。你这中文我也听不懂啊。我的翻译：吃屎，去厕所。我的不太还好，中文。这是个绝佳的破局契机，不刻意攀附，不需要任何名片，只需要用对方最熟悉的语言顺势入局。一帆，你在这儿等一下，我过去一趟。我真听不懂你这老外说啥。你好，你刚才说的 Black Dragon River 在我们的语言里叫做黑省，这只是一个地名的意义。江水蜿蜒曲折，看起来像一条龙。
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黑色巨龙，你大概率是看了一些猎奇的旅游宣传文章，被忽悠了。原来是这样，那些写游记的家伙真是太可恶了。我在这条河边转了好几天，什么都没看到。谢谢你，朋友。不客气。哎，你干什么的？这位是我们集团贵客，别在这儿干扰我们，立刻离开。闭嘴！他是我的朋友，你一个翻译，有什么资格用这种态度对他讲话？请你对他放尊重一点。对不起，王子殿下，我只是担心您的安全。朋友，你接下来去哪儿？黑省。朋友，我们可以同行吗？我想去看看幸运森林。当然可以。小伙子，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带走王子，出了任何安全问题你兜不住。如果执意如此，我一定会让你好好长点教训。我对你们集团的安排非常不开心。如果我不能和我的朋友同行，我将立刻打电话告诉我的父亲，我会请求他取消这次的合作，我还会投诉你的态度。好的，王子殿下，您可以和您的朋友同行。既然宾客坚持，我可以同意。但是，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必须对你的背景进行备案查验。会长，我这边有点特殊情况，车厘子王子要跟随一个路边偶遇的大学生探险，我要到了他的身份证，请帮我查询一下。你干什么吃的？连个随便搭讪的本地大学生你都搞不定，居然还要麻烦集团查底细。行了，等着。我的发，我特么干了一辈子了，这种红色提示框只见过2次。我们集团拥有全球几十亿人口的资料，查一个普通人就是小意思，可这次竟然查不到，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名叫陆川的年轻人，档案被更高层次的安全系统锁死了。不对劲，事情大条了。喂，总会长，我这边碰到个怪事儿，我查一个人的档案，系统提示我权限不够。您能不能用集团里的高级权限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你干什么吃的？这点破事都要上报？告诉我身份证号。沃德发，你小子，再跟我说一遍这个陆川的证件号，开头是不是110？对啊，是110，是不是这小子有什么猫腻啊？我去你大爷的！我刚才刚一点查询，系统警报就响了，陆川的信息最高级别的红色绝密。我现在已经被系统反追踪了，你个傻夫！红色绝密，最高级别，系统反追踪，完了，我完了。不行，必须得弄清楚现场的情况。得知道那个翻译到底把事情恶化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惹怒那位爷？小刘啊，现在那个陆川和王子的状态怎么样了？上级突然用这种语气跟你说话，那肯定是你在某项工作上表现出了极高的敏锐度，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赞赏。他这明显是在评估王子的安全，并对自己的警惕性表示肯定。您放心，我已经把他给稳住了，有我在旁边盯着他，掀不起什么风浪。
他现在正跟王子聊得很开心呢。稳住你大爷的！你个傻福，你长没长脑子？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的权限极高，这很明显是上边微服私访出来的顶层大人物啊！你动动你那猪脑子想想，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怎么可能随口就跟骆驼王子聊得那么开心？怎么可能连语言都没有任何障碍？很明显，他们俩以前就认识，这是上层早就布好的大局，是为了揭诱渠道布的暗线。你个不长眼的东西，你差点把大事给坏了！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被反追踪了？你赶紧给我滚一边去，别去招惹陆川，听陆川的安排。太完美了，这完全符合上级刚才在电话里咆哮出来的逻辑闭环。陆先生，对不起，我错了，是我太粗鲁了，是我目光短浅，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请您原谅我的无礼。这翻译肯定是刚才被车厘子王子的那通怒火给吓坏了，毕竟事关几百亿项目的合作，如果真的因为态度问题被投诉，这翻译的职业生涯就彻底结束了。这翻译纯粹是被车厘子的脾气给震慑住了。没事，你去忙你的吧。这就是顶层大人物的格局啊！人家根本不在乎自己刚才的冒犯，在人家眼里，我这种级别的小角色就像是路边的一只蚂蚁，人家连踩死自己的兴趣都没有。谢谢陆先生，谢谢您的宽宏大量。一帆，过来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室友赵一帆。你好，我是车厘子。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贵而不详，这种刻在骨子里的修养和从容，绝对不是普通家庭能培养出来的。只有那种大家族才能养出这种级别的年轻人，连身边的普通室友都有着如此出众的修养与底蕴。那么，作为被室友隐隐簇拥在中间的陆川，他的社交圈门槛到底有多高？难道是这个国家某个大家族的后裔？我的朋友，我们什么时候启程？我期待去北方的幸运森林。不着急，我再给你介绍几个朋友，他们都在前面的停车场等我们。京城微服私访，绝密档案，接驾渠道的惊天大局。我刚才那种傲慢的态度，差点就把这盘大棋给掀翻了。如果陆川真的记仇，随便在上面透露出对我的一点不满，我这辈子就完了。不行，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想办法挽回陆川的好感，必须将功补过。这种从京城来的顶级大人物骨子里最讲究的是什么？会长刚才怎么说的？早就布好的大局。既然是大局，那肯定需要场面支撑。更何况大人物身边现在还跟着骆驼王子，面子和排场就是最核心的需求。对，排场。喂，老李，我这边有个紧急情况，10万火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有一个京城来的顶级大人物，他的档案是最高级别的绝密。他现在正亲自护送骆驼王子，车队没多久就要进入北市高速路段了。事关大局，几百亿的订单，你不是想合作吗？现在机会来了，你必须立刻安排最高级别的护卫，绝对不能让大人物觉得咱们怠慢了。哈哈哈哈！我明白了，你放心，我立刻亲自带队，调集我手下所有车队，给他们开路，绝对保证排场给足。好，动作一定要快，马上通知所有安保车队全部集结，有重大护送任务。陆川看到这种级别的护卫排上，一定会对我的安排感到满意吧？
老舅，这是刚认识的朋友，想顺道跟咱们一起出发，去服务区买个水，还能顺手在便利店里捡个老外回来。这小子太邪门了。多大点事儿？既然是小川的朋友，那就一起走。身为长辈，身为在东北有头有脸的人物，气势绝对不能输，绝不能让外国友人看扁了。大外甥，搁学校学那么多年外语，去，过去跟老外练练口语。咱们装一把场子，给我撑起来，别给咱东北人丢脸。老舅，我那英语是应试的，口语不咋地啊。平时看你挺闯实的，现在跟我在这装叉呢，赶紧去，不然等到家的看我放不放鹿鼎你就完事儿了。Hello， 这是遭受了怎样非人的虐待，才会变成这副凄惨的模样啊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哈哈哈哈哈！朋友，我曾经跟我说过一个传说，他说只要问东方人这句话，他们就算快要死了，也会下意识的这么回答。这竟然是真的？这倒是真的。这是我们基础教育里最根深蒂固的肌肉记忆。真不愧是我大外甥，就蹦一句英语都给老外整乐了。这英语水平得多硬啊！那不得干到传说中的4级水平啊！咱们等等子昂就可以一起出发了。活着真好。这一瞬间，什么江城大少，什么少爷体面，什么骄傲尊严，都先往后稍一稍。人类在生理极限面前确实挺平等的。哪个傻夫吃屎了？那么臭！妈呀，这味儿也太顶了！谁呀？这是？昨晚是不是拿化肥拌饭了？这个时候谁出生谁死，装死到底！赶紧开窗啊！这厕所要出人命了！反正隔间那么多，只要我不承认这口黑锅，理论上就能随机分配。行，活过来了。现在该收拾残局了。完了，裤子废了。裤子废了，不是轻微事故，是已经完全不能若无其事穿出去的程度。完了，我完了！这个比刚才在车里一路放毒气弹还要致命。车里那事属于群体受害，只要脸皮厚一点，还能赖给水土不服。唉，但现在这个局面是纯个人灾难，而且私密，极其社死。我不可能就这么走出去，更不可能神色如常的回到车上。那不叫回归队伍，那叫主动火化。现在问题来了，找谁？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第一人选，韩冬。不行，绝对不行。我今天这一路在韩冬面前已经够丢人了，丢人的素材够剪一部电影了。要是再让韩冬知道我现在裤子都炸了，那以后韩冬每次喝多了，估计都得把这事儿翻出来讲一遍。哎呀，陈总，当年你在服务区那一炮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不行，这画面太可怕了，承受不了。第二个人选，陆川。从办事能力上说，陆川确实靠谱，冷静稳重，能办事。让他送套衣服裤子过来，绝对不会出差错。不过
恰恰是因为陆川太靠谱了，他背景深不可测，我不能在他面前露了怯。最后，第3个人，赵一帆。对，只能是一帆。一帆性子稳，话少，有分寸，不会像韩冬一样当场笑疯，也不会像陆川那样给我造成某种奇怪的心理压力。最关键的是，赵一帆属于那种就算看见了天大的社死现场，也只会推一下眼镜，然后假装没看见的人。在多个不可能的选项中，选择了最正确的一个。陈子昂，你真是个天才！一帆，你现在方便吗？方便。怎么了？我这边出了点意外，你帮我拿一套干净的衣服和裤子送到厕所来，越快越好。什么意外？你别问，反正就是意外，你拿来就行，记得千万别让别人知道。行，我马上过去。一套干净衣服，越快越好，还特意强调别让别人知道。这几条信息凑在一起，几乎不需要再做阅读理解。陈子安那边多半不是单纯洒了水，也不是普通呕吐，大概率是彻底炸了。这很符合陈少爷的离谱操作，也很符合他那种宁可死也不能丢体面的少爷病。我来的匆忙，没带衣服，但是服务区商店一定有。整个便利店都没有卖裤子的，腿麻了，求求你了，快一点！没办法了，超市没裤子，只能去问别人了。老陆，有点事。陈子昂在厕所里出了点意外，需要一套干净的衣服和裤子。现在，少爷挺惨啊，是挺惨。我这边没有，这趟本来就是临时过来一趟，我压根没打算多待，属于说走就走。身上这套就是全部装备。东子呢？啊？咋了？你带换洗衣服了吗？带啥换衣服啊？我回东北回自己家带啥衣服？家里有啊，我落地就跟回仓库似的，缺啥没有。老舅，你车里有备用衣服吗？我带那玩意儿干啥？我在自己地盘上跑，带啥换衣服呢？后山大宅里一堆衣服，车里就放烟和水，谁没事往车里塞裤衩子啊？我没带裤子，但是有备用裤衩子，但是破洞了，你看行不行？你们呢？车里有换服衣物吗？没有，车上都是安保用品和基础补剂，没有个人衣物。所以，我现在最慌办的局面出现了。这么大一帮人围在停车场里，居然连一条能救命的裤子都凑不出来。等等，谁要换衣服？还特意要裤子？他不是吧？他裤子都……要不，川哥，你问问你那个老外朋友。怎么了？我有个朋友遇到了一点很紧急的状况，需要一套能立刻穿上的备用衣物。你身后这2位先生，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暂时借一套应急？殿下，我车上确实有备用衣物，但不能外借。那是皇家护卫执勤规格的备用制服，肩部、袖口和内部结构都是定制的，而且那套衣物不适合流落在外。我也有备用衣物，但同样不方便借助。那是我的贴身内搭和轮换礼服，属于私人备用，不方便让陌生人穿。明白，没关系。你的朋友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特殊情况，不太方便细说。总之，他现在非常需要一套能立刻穿上的衣服。朋友，如果你不介意，我车上有几套全新的传统长袍，
是备用礼服，新的没有穿过。如果你的朋友现在需要，我愿意送他一套。这套应该合适，如果稍微大一点，应该也没关系。长袍本来就宽松。谢了。不，我们是朋友，这只是举手之劳。对了，既然是很尴尬的状况，那就把头巾也一起戴上吧，遮一遮脸，或者至少遮一遮表情。你这考虑的够周到。因为我是王子，我知道体面有多重要。谢谢。子昂。谁？我，赵一帆。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你先穿上吧。等等，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袍子，还是床单？国外传统着装，陆川的朋友送的，没有衣服买，这是应急的。行，我穿。这玩意儿怎么套？头从哪儿进？这边是前面还是后面？我也没穿过，你自己研究。你别说，这玩意儿还真挺贴心。你想笑？没有。哼，最好没有。陈总，你这身真帅。走吧，都上车。是陆川的风格了，明明很想笑，但是也为了照顾兄弟的面子，选择主动忽视。这就是京城顶级大家族继承人的涵养。小陈啊，你换辆车吧。对对对，陈总，你赶紧换车！你这屁……别提，谁提这字儿谁死。我提也死。老舅又不是别人，老舅长命百岁。行了，你去后面奔驰上坐。一辆车锁门可以说是意外，3辆车全锁门，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之前开猛骑的那个保镖肯定已经把我在车里制造的毒气事故一字不落地告诉了所有同事。现在整个车队没有一个人愿意让我上车，谁也不想在密闭空间里遭遇一场未知的生化袭击。痛快，你陈大少爷有今天。这画面太残忍了，陈少爷的社死已经从个人事件成功升级成了集体避难。为什么还不出发？我朋友的车上发生了一点空气事故，现在大家都不太想和他坐一辆车。我可以把车让给你坐，我和陆川坐一辆车吧。行，那就重新分一下。我赵一帆、韩东坐一辆，陆川、王子和保镖坐一辆，陈子昂、陆德韶、翻译坐一辆。总算不用再跟这颗人形毒气弹同处一室了。我的朋友，你们为什么要去黑省？要去看我室友舅舅的鹿场，顺便考察一下供应链。
这趟主要是为我们在江城准备开的高端餐厅寻找最优质的食材源头。我也可以去吗？当然可以了，我的朋友。谢谢你，陆。能认识你这个朋友，是我的幸运。可是，以后想要像这样自由的探险，就没那么容易了。我不需要问，因为拥有前世记忆的我太清楚这句话背后的分量了。明年车厘子的父亲就将正式继任，车厘子将会被彻底绑在王座与权力的齿轮上。这种像普通人一样在异国他乡的公路上微服私访、自由探险的日子，将永远离他远去。陆，有一件事我很不解。你应该从翻译那儿知道我是王子了，而你是第一个知道我是王子，却完全没有表现出惊讶的人。我去过你们那儿，稍微了解一点那边的情况。在你们那里，只要是国王的直系男性后代，哪怕是曾孙，都能挂着王子的头衔。据我所知，王子的数量超过了5000个。但王子和王子之间，权力和待遇是天差地别的。边缘的王子只能领着年金度日，除了名头好听，没有实权；而核心的王子却掌握着命脉和真正的资源。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能有的见识。大多数人听到王子2个字，脑子里联想到的只有数不清的财富和跑车。谁会去深入研究里边的结构？谁会去区分5000个王子之间的阶层差异？这个人绝对不一般。哦，陆，既然你对我们了解的这么透彻，不妨来猜猜看，倘若我日后想谋一份差事，什么职位最合我心意？哪里的油最丰厚？如果是普通人面对这个问题，第一反应肯定是顺着石油这个关键词去想。他们是靠石油起家的，那么能源主管绝对是最核心、最有权势的职位。但我不是普通人，我拥有前世的记忆，我知道骆驼在未来10年的发展轨迹，我也清楚自己未来商业帝国布局的考量。我需要在这个未来的国王心里种下一颗极具颠覆性的种子。主权财富基金，或者是未来星源转型部的最高话事人。陆，我得说，你恐怕还是低估了我们内部的阻力。你提到的那些部门，不仅不被老一派的人看好，前期投入巨大，推行的阻力更是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位置。你说的对，石油是你们过去的基石，但那是过去的。全球能源转变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趋势，这一点你自己心里其实也清楚，只是你们旧有派系利益固化太严重，没有人愿意主动去动那块蛋糕。如果你说你去争石油的位置，你面对的将是整个传统派系的围剿，就算你坐上去了，你也只是一个守成者。但如果你跳出这个框架，去掌控主权财富基金，你掌握的将是未来10年全球资本流向的命脉。用旧能源赚来的钱去投资全球的新能源和未来科技，你就可以跨过阻力，直接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跨国资本网络。石油是过去的基石，但只有掌握了未来资本转型的方向，你才能在这5000个王子中坐稳那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一个无法被任何人替代的位置。怎么可能？他随便指出的一条路，恰好击中了我心里一直盘算的那个想法，那个连身边最亲近的幕僚都没敢提出来的破局野心。我一直觉得我们不能永远只靠卖石油，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但我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现在这个东方年轻人用最平淡的语气给我画出了一张最清晰的战略蓝图：跳出石油，掌控资本，布局未来。陆，谢谢你的建议。等晚一点，到了下榻的地方，必须立刻安排核心心腹去深入查一查，
看看全球资本布局方向是否如他所言那般精准。如果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那这个东方年轻人绝不能仅仅当个普通朋友来对待。这种拥有长远战略眼光和信息渠道的人，必须将其视为最高级别的战略盟友，必须保持长期的、深度的联系。陈少，您在江城那边的生意，平时涉猎挺广吧？陈少这气质，一看就是去过不少国家，见多识广。刚刚失去的面子，我得装回来。还行吧，家里就是做点建材的小生意，算不上什么大买卖。我操！刚才没拍干净。为什么自己的肚子就这么不争气？放心，我受过专业的毒气训练，一般情况下不会吐，除非忍不住。都给我听清楚了！刚刚翻译来电话，有一位大人物微服出访，王子同行，涉及到几百亿的大项目，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给我顺利护送这位大人物到达目的地，懂吗？是。这次若是在大人物面前表现好，或许还可以更进一步。完了，这看上去像是劫持。喂，小刘，你们车上什么情况？是不是遇到危险了？如果是，你敲两下手机屏幕。小刘，你说话！救命啊！怎么了？是不是有人劫车？你冷静点，把情况说清楚。没有劫车，是有人在车里放屁，车里待不了人了，我快被熏死了。我设想过了无数种国际袭击的剧本。枪战、绑架、毒气弹，结果对方告诉我车里有人放了个屁，这算什么事儿？我堂堂一个安保部门总长，亲自调职了集团几十辆车，在高速公路上严阵以待，结果等来的是一场因为肠胃不适引发的空气污染事件。小刘，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总长，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开玩笑，这味儿绝了！就像是把法风池和腐烂的臭鸡蛋混合在一起发酵了3天3夜，车里的能见度都变低了。算我求您了，您赶紧带车拉爆闪灯开路吧。前面是不是有个服务区？直接带我们冲进去，不然这车里的人全得交代在这高速上。小刘，你冷静点，因为一个屁拉爆闪灯开路，这不合规矩，这也太离谱了。规矩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司机现在连方向盘都快握不住了，这要是出了车祸，车毁人亡，那才是真正的大事件啊！这将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荒谬的一次决策。行，我知道了，你让司机跟紧我，通知所有车队拉爆闪灯，全速向10公里外的服务区开进。老大，咱们这是要护卫啥？出大事了，大人物放了一个屁。
只要稍微放松一点点，最后一道防线就会立刻决堤。那位应该是骆驼王子，王子也拉稀。小刘，这车里哪个是你说的大人物？领导，这车里的全都是陪同人员。那他们人呢？在后面，车厘子王子还有那位陆先生，他们全都坐在后面的越野车里。他娘的，太险了！刚刚我差点把那个穿白袍的年轻人当成了骆驼王子，还好我一生行事谨慎。路，这里的空气真是不错。我们已经正式进入吉省了，应该很快就能到达目的地了。李局，快，大人物到了！这可是京城通了天的大人物微服私访，我得给足了面子，这事儿要办好了。卑职李总事，欢迎领导莅临。什么情况？这10几辆安保车，还有这位亲自带队的中年男人，绝对是翻译提前协调好的，是为了保护车厘子这位骆驼国未来国王的安全，特意在服务区蹲守的安保牌面。这很合理，毕竟是一位王子，安排这种级别的护送合情合理。我早就明确拒绝了对方的护送，可现在却有这么大的场面，搞出来这种级别的护送，这到底是为什么？是了，他们不是为了护送我来的，而是为了护送陆川。果然，我猜的没错，陆川的身份一定不简单。难怪服务区里停着这么多安保车，看来你们这趟行程的安保级别确实非常高。为了保护我不是明确说过我不喜欢这种招摇的护送吗？等等，难道不是为了护卫陆川？哦，我懂了，陆川这是为了低调，也是为了好客，这符合东方人的性格。坏菜了，办错事了！我本来想带着老李过来恭恭敬敬的向引荐，可是现在根本无法点破啊！如果现在开口解释说这车队是来给陆川保驾护航的，那肯定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保驾护航的车队刚刚不在？如果顺着这个问题扯出惊天连环劈毒气室大逃亡，那材料怎么写？这哑巴亏只能硬吃。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气氛不对，小刘把原本的护送节奏彻底搞砸了。现在的气氛绝对不是上去强行攀谈巴结大人物的好时机。如果硬往上凑，不仅讨不到好，反而会惹人嫌。职场大忌就是没有眼力劲儿。陆先生，看来宾客并不需要车队护送。既然如此，我还需要带队去处理后续的工作，就不在这里多打扰各位了。陆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以后在吉省我的辖区内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随时联系我。老舅，咱们今天摆了这么大的阵仗，不就是冲着结交那位京城来的大人物去的吗？刚才人都到面前了，您怎么就说了2句话，递了张名片就走了？这大好的机会，怎么不趁机多聊几句，套套近乎啊？大外甥啊，你在下边时间还是太短了。大人物面前，最忌讳的就是自作聪明。你没看出来吗？今天这节奏早就被那个蠢翻译给打乱了，宾客不高兴，翻译满头是汗，只有那位陆先生站在中间跟没事人一样，气氛都不对了，你还硬往上凑，那不叫套近乎，那叫找死。这种时候，能识趣的退出，不给人家添乱，这就叫知进退。留下一张名片，让对方知道你懂分寸，不招人烦，这比你说1万句巴结的话都管用。剩下的就看咱们后面有没有那个运气了。干，这下糗大了！等会儿走出去，韩东那小子肯定毫不留情地嘲笑我，老舅得把我笑死。陆川、赵一帆他们也一定想笑又憋着笑。
吃2粒，水是常温的，不刺激胃。谢了。干！老子刚感动起来，就知道这孙子绝对憋不出什么好屁。陈总，赶紧的，炫2粒，这玩意儿管用。我吃过了。靠，一帆你动作挺快呀。看来我动作最慢。刚才找老外的保镖要的骆驼国的特效药，既然你吃过了，那就先收着吧。你干嘛？休息一下吧，彻底休息好了我们再出发。我没问题了，东子，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啊？我老舅那养鹿的破山沟子一点意思没有，跟前连个网吧都找不着，你们去了就知道，啥好看的玩意儿都没有。这哪是养殖场，这简直是一个独立的森林王国。寒冬，这就是你说的破地方？叫唤啥呀？这有啥可稀奇的？不就俩小山包吗？咱东北这嘎达，谁家手里没2座山？这种规模拿到南方去，直接就能挂牌当个自然风景区了。这孙子对大这个字，绝对有严重的认知缺陷，生理性认知缺陷。把2座完整原始山林铁丝网加监控直接圈成自家厂子，我这辈子头一回见。得多大能耐，多少家底才能办这事儿？这需要多么恐怖的资源和手腕啊！行了，别搁外面喝西北风了，进屋。和之前的鹿场一模一样。这里的布置和黑省那个林场正厅完全一致，连沙发的颜色和摆放角度都像是用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看出来了吧？这屋里的东西跟黑省那个院子一模一样。我这个人啊，没啥别的毛病，就是念旧。住惯了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省，要是屋里的摆设换来换去，风格变了，我看着就闹心。索性就让人照着原样，在这边又整了一套，1比1复刻几百平米豪宅，说成是省得闹心。这还真是老旧的风格，粗中有细，固执，而且专一。2座山，这到底多少平方公里？寒冬那个混蛋，居然管这个叫2座山包！张总，我刚去后门观景台绕一大圈，啥玩意儿都没瞅着啊！没啥？没路啊！我看了，后院连着的就是那2座山，放眼望去全是树，别说正经路圈了，连根鹿毛我都没找着。您之前跟咱说带大伙来看顶好的鹿肉，鹿到底搁哪儿养着呢？难不成还挂树上藏着啊？大柱，去，把那玩意儿拿过来。好的，张总。这些红点全部代表生命体征，看到了吧？公鹿、母鹿、小鹿，全都在这山里溜达呢。相中啥样的，看着红点，咱们就直接带人进山去打。老舅，这根本就是野生的吧？
哪有这么搞养殖的？连个棚子都不搭。这俩山头全是我包下来的，四周都用铁丝网圈得死死的。山里的玩意儿，那可不就是我的呗。小陈儿啊，你听说过你们南方粤省的走地鸡没？那就对了，我这满山撒欢跑的，那就是纯纯的走地鹿。走地鹿，这种离谱的话，张总，这哪是养殖的呀？这不就是野生的吗？瞎咧咧啥呢？野生那是违法的。我这满山的鹿全都是有正规手续的，我这就是养殖的。说白了就是我这鹿圈整的稍微大了那么一雕雕呗。对对对，张总您说的太对了，是养殖的，绝对是纯养殖的。探险、狩猎、吃肉。张总，有个小请求，因为王子这边的规矩，他们食用的肉类必须按照他们的方式进行特定处理，所以可不可以单独抓一头小鹿，交由保镖他们自己来宰杀处理？王子说了，他们可以按市场3倍价格付钱。多大点事儿啊！满山都是跑的鹿，随便抓，想咋抓就咋抓，想咋折腾就咋折腾，给啥钱啊？远道来的都是客，提前就是打我张巨鹿的脸。打住，别搁那儿杵着了，麻溜去库房，把进山用的家伙事儿全搬出来，给几位客人都备上。一帆，东子这老舅到底什么情况？这可是2座山啊，说包就包下来了，办事还豪横到这种地步。他家到底是干嘛的？东子他家不就是普通工人家庭吗？普通工人家庭很简单，你还记得我们在哈市下飞机时，外面接机的那几辆豪车车队吗？记得，那些车全是韩家的。韩家在东北的地位极高，不仅仅是这几座山，甚至连我赵家在北方的生意，各种上下游的配套和流转，都要靠韩家这条物流和实业命脉来赚钱。韩东，那个天天跟我吹牛打屁的东北老哥，背后居然是这种级别的存在。第一步算自己，我家在江城做着建材门店和餐饮的生意，满打满算，把所有的不动产库存和现金流全部算进去，总资产也就是1个亿左右，在江城勉强算得上是个富家子弟。第二步算赵一帆，赵家拥有完整制造业、实业链和庞大的股权体系，资产体量至少是100亿级别。第三步算韩东，赵一帆刚才亲口说，赵家在北方的生意都要靠韩家的物流和实业命脉，韩东家卡着赵家的产业链，那韩家的体量到底得多恐怖？几百亿还是上千亿？第四步算陆川，京城人，开江 A00006，大一就能和江城商会会长做生意，那个平时最安静、最不显山露水的人，才是504宿舍里最看不透的存在。特别是韩东，那个天天光着膀子打游戏，为了几块钱跟别人砍半天价的东北老哥，背后居然是这种级别的存在。整了半天，504宿舍里我最穷，我是504首穷。一帆，我今天这事儿纯属是个意外。我早上为了赶飞机，空腹喝了6杯加满冰块的冰美式，又吃了2份航空餐。我在江城从来没出过这种岔子，我平时其实很注意个人形象的，真的很体面。子昂，永远不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陈少，这是您的备用衣物，张总吩咐给您的。那个，我今天是不是特别丢人？还行。什么叫还行？这还不如直接骂我。子昂，你的价值不在别人的嘴里。我们一生中认识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不重要。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处境，也不关心我们的结局，他们的评价不重要。我们要学着接受这个世界突如其来的变故，或许失去的本来就是不属于你的。别让一些鸡零狗碎的事耗尽你对生活的向往。失去的本来就不属于我，那我不要面子的。这种时候能斗嘴，就说明人已经完全缓过来了。谢谢。这就是世家子弟真正的格局吗？这哪里是普通大学生，这分明就是看透红尘俗世的人生导师。和一帆的境界比起来，我以前那些炫耀财富的行为，简直肤浅的像个没见过世面的暴发户。以后一定要多跟一帆学学装逼。不，是学学真正属于世家子弟的通透。
难怪陆川喜欢这么干，这降维打击的快感简直难以形容。都说读书有用，这话一点都不假。刚才那2段陈子昂封为哲学的人生坎键，根本不是什么我看透了红尘，那是我前几个月让国外朋友带回来的书，今年2月份路易斯新出的新的重建。这2天没事的时候翻了几页，没想到效果这么好，直接把一个骄傲的江城大少爷当场超度了。老赵，干啥呢？乐成这样。以前都是老陆让我震惊，这次轮到我了。我得在他面前展示一下我的思想深度。没什么，只是刚才开导了一下子昂，看着他想开的样子，有些感慨罢了。老陆啊，我们一生中认识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不重要，他们的评价转瞬即逝。震惊吗？麻了吗？哦，路易斯那本新的重建里的词儿吧，今年2月份刚出的，对吧？这特妈也能被秒拆穿？老赵，你这世家大少的口味最近变得挺快啊，现在怎么不看小黄书了，改看心理学的书了？老陆，你这种聊天方式是很容易没朋友的。走吧，老舅和东子他们已经在那边等着了。唉，装不过他，郁闷的我想叹气。一帆，走啊，上车了。走啊，上车了。哥几个，走着。路，快过来，我们就坐这辆车。我的保镖负责驾驶，让林场的工作人员坐在副驾驶指路，我和你一起坐在后排。王子殿下，那我呢？我应该坐在哪辆车上为您翻译？这里有我的朋友陆在，我根本不需要你，你可以回去了，在屋子里待着。东子，你们手里拿的这是什么？进山的硬家伙。护卫！冷静，别紧张，这是经过严格审批和报备的麻醉枪，咱这是正规林场，这玩意儿是专门用来打鹿的。让你的保镖把手拿出来吧，放心。行了，误会解除，都上车，出发进山。老舅，要不俺就不去了吧？山里路那么颠，俺怕伤口裂开。你小子哪来那么多废话？老舅，老实搁里面待着。那个骆驼保镖的战术跨步，那干脆利落的帮人挡枪动作，还有那只闪电般插进西装内侧的右手不一般呐！我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一双眼睛毒得很，那种纯粹的肌肉记忆和瞬间爆发出的危险气息，绝对不是普通的安保人员能拥有的，那是真正经过顶级训练、见过血的狠角色。陆川身边跟着的这个朋友，绝对不简单。而陆川和他说是在服务区偶遇，可这谁他妈信啊？
我又不是傻子，一看就是多年好友，这就侧面说明陆川更不简单。都别出声，前方有猎物。哈哈。鹿，是不是没打中？他们跑得太快了。打中了。麻醉剂注入体内起效是需要时间的。如果现在立刻追上去，鹿在极度惊恐的情况下，肾上腺素会疯狂飙升，不仅药效会被压制，他们反而会跑得更远。我来！这鹿，我们应该怎么吃？如果我没有记错，前世11月份，骆驼国会举办一场国际厨艺比赛，那场国际比赛效果超出预想的100倍，风靡全球。如果我能把我的鹿肉餐饮推出去，那相当于一份免费的国际广告。眼下就是最好的时间节点。我的朋友 ，I have a plan。既然已经来到了龙国，来到了这片东方森林，不如尝试一下正宗的东方特色做法。恐怕不行，我们有着严格的规矩，肉类必须按照我们皇室的方式进行特定处理。我只能让我的保镖用最简单的厨艺来处理那头鹿了。在这里，并没有懂我们规矩的厨师，这一点你完全不用担心。今天和我们一起同行的那几个人里，有一位姓陆的师傅，他是龙国国宴御厨的大徒弟，他这一生专精鹿肉的烹饪。真的吗？他能严格遵守我们的处理仪式吗？当然可以，只要你提供必要的条件，他一定能为你做出一顿完美的鹿宴，而且你可以派一名保镖在旁边监督。太好了！我前世看过陆德韶的自传，他最遗憾的就是没能参加今年的国际厨艺比赛。如果今天能让陆德韶用国宴手艺把这招为万挠的喂之后的舒服服，那么那张11月份的国际比赛参赛邀请函简直就是唾手可得，不仅弥补了前世的遗憾，更能借着这一东风，把未来青鹿宴这块招牌的逼格直接拉到国际顶端。这是我给自己，也是陆德韶铺下的一条康章大道。陆师傅，跟我来一下。陆师傅，接下来有个任务交给你，你要用今天打回来的那头小鹿做一顿顶级的鹿肉大餐，用心做。刚才和我们坐在一辆车里那位满脸胡子的朋友，是骆驼王子，也是未来的国王。王子，国王。本以为陆总的身份也就是方会长之上，现在看来深不可测，深不可测。所以规矩很严苛，这顿饭必须全程使用他们自带的锅具以及餐具。另外，不能沾染林场里的自来水，一滴也不行。所有清洗和炖煮全部用他们空运过来的瓶装水，调料也必须用他们提供的。陆师傅，这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机会。做好这顿饭，我们青鹿宴的招牌将名扬天下。等到11月份那场国际厨艺比赛，你才有机会走向国际赛场。陆总简直神了，他怎么知道我想参赛的？陆总，您放心，我一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正宗的东方鹿宴。这啥玩意儿？喂猫呢？老子饿了2个小时，你就给我吃这2口雕花大萝卜？张总，您别急，这是严格按照规矩先给友人做的小份菜，锅里早就炖上了。给张总和韩少准备的全是切的四四方方的大块肉，管够。以后别他妈叫我韩少。好的，韩少。鹿，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顿鹿肉的口感和层次，比我吃过的那些米其林3星餐厅还要美味得多。肉质的鲜嫩被完全保留了下来，没有任何腥膻味儿。这是一种对食材本身最纯粹的尊重，也是一种极致的升华。这道菜的大厨绝对是顶级的。但是他看起来为什么那么紧张？我的朋友，很庆幸能够让你感到满意。至于为什么陆师傅那么紧张，是因为他有事情想要请您帮忙。什么事可以直接告诉我。陆师傅因为没有拿到邀请函，无法参加你们那儿举办的国际厨艺比赛，而感到遗憾呢。哈哈哈哈哈！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这非常简单，立刻联系那场赛事的举办方，直接以皇室的名义给这位陆大厨单独发一份特邀函，明白？到时候你一定也要来，和我一起来观赛啊，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去的。陆川是个聪明人，这鹿肉确实无可挑剔，但之前陆川说的未来新能源以及对资本布局的剖析，再加上护送他的那支车队，这说明陆川背后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有了这张入场券，就能借着王子这些东风，让我的青鹿宴一飞冲天。刚好借这场比赛，进一步试探这位东方年轻人的真正分量，看看他到底是纸上谈兵，还是真的拥有建立跨国秩序的恐怖能力。好可怕的气场，他们几句话可能就是国际上的一番腥风骇浪。我要是敢在这个时候出声，破坏了这种高维度的跨国布局，明天就会卷铺盖滚回老家种地。我去，更可怕了，这就是大佬之间的博弈吗？陆总这意思是说，搞定了。Thank you, thank you， 张总、韩少，你们稍微等一小会儿，给你们准备的大块肉这就来。再说一遍，别特么叫我韩少。好的，韩少。老舅，吃肉，憋犊子，别叫我韩少。你穿的用的都不差，可你最在乎的从来不是东西本身，是别人看没看见。你每次坐下都要把钥匙放在别人一眼能看见的地方。喝酒要坐 C 位，拍照要露表，车钥匙必须摆桌上。你知道最烦人的不是穷，是半懂不懂还硬端着。你不是在融圈子，你是在拿命赔圈子。你不是在融圈子，你是在拿命赔圈子。又做梦了，梦到了那个为了养一个虚假的少爷身份，最后落得满身伤痕、一无所有的我。这一世喧闹，热气腾腾的；上一世冰冷、虚伪、算计。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表面上的生活看起来都是热气腾腾的，就像今晚那顿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喧嚣饭局，热闹、红火。但在这层热闹的底下，每个人都隐藏着只有自己才了解的酸楚和疲惫。那些默不作声的，那些只能在深夜里暗自消化的各种情绪，才是真正的生活底色。怀民亦未寝。什么？没事儿。陆，你也睡不着吗？是啊，屋里有些闷，出来透透气。这趟旅程是我这几年来最放松的一段时间，没有那么多规矩，没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但是，回去之后，一切就都要结束了。回去接手那些属于你的责任，责任也是枷锁。你之前在车上跟我说过关于主权财富基金和新能源的构想，我认真考虑过了。那确实是一条能改变命运的路，但是，如果我真的去推动这些，我将面对那些庞大的、盘根错节的旧有派系。有时候我真的很迷茫，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住那些压力。我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真正的执棋者，注定是要背负不解的。如果你在意每一颗棋子的感受，如果你害怕打破现有的平衡，那你就不可能赢下这盘棋。你会被那些旧有的规则慢慢耗死。旧有的枷锁确实很重，但是只有你亲手去打破它们，你才能真正掌控你自己的命运。既然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没有退路。你说的对，
执棋者没有退路。谢谢你，陆，你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外面很冷，我先回去休息了。白天还要赶路，晚安，我的朋友。晚安。我重活一世，努力的想要搭建起属于自己的生活秩序，努力的想要摆脱前世的那些虚荣和算计，但我心底最深处的那种孤独，那种带着两世记忆无法向任何人完全诉说的重量，又有谁能真正明白？人嘛，开解别人总是比开解自己要容易得多。陆川，送送我吧。陆，这是送给这趟旅程里其他几位朋友的谢礼。好，我会转交的。陆，这把匕首是纯金的，你要好好保存。这是我个人送给好友的礼物。陆，你是我的朋友。谢谢，我会好好保存的。我去，这是皇室的权柄匕首，无价之宝，竟然送人了！我竟然亲眼见证了这种顶层大人物之间的跨国交锋与结盟，陆先生，太深不可测了。陆，下个月我们在骆驼国见。刚才那位满脸胡子的外国朋友，他回国了。这是他出发的时候留给大家的谢礼。稀罕物，这重量至少100克，按照现在的金价，这一个小玩意儿就值好几万。谢谢老板，谢谢老板。那个大胡子，萍水相逢，随便送个谢礼，就是人手一块金子。这是骆驼王室的专属图腾，我从小就被爷爷培训这方面的知识，太清楚这个标志代表着什么了。老陆，你那位朋友是骆驼王室？车厘子的确是骆驼王子。王子？陆川在服务区里随随便便捡回来的一个大胡子，结果人家是王子，这特妈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差点坏菜，这要是一口咬坏了异国王子的信物，以后就没法拿出来跟别人吹牛了。玩也玩够了，我今天还有最核心的任务没有完成，和老舅的青鹿宴供应链谈判，这次必须拿下。东子，跟我出来一下，有点事问你。哎，来了，川哥。在正式上桌和老舅真刀真枪谈判之前，我需要先从寒冬这里探个底，知己知彼，才能掌握绝对的主动权。东子，老舅这2座山的走地路，1年下来，大概各能有多少净利润？或者说大概的能赚多少钱啊？利润？赚多少钱？不知道啊。你没问过？这么大的产业，总得有个大概的进出账吧？算那玩意儿干啥？我老舅养鹿，根本就不是为了赚钱啊！
不是为了赚钱，那是为了什么？他就是纯属个人爱好，平时自己在山里抓两头打牙祭，或者逢年过节拿去送送亲戚朋友啥的，就当个乐子养着呗。纯属个人爱好。我准备了那么多方案，给他核算成本、利润，全都白准备了。东子，老舅在黑省和吉省这2个地方的林场，像楼下那种每天跑外勤的工作人员，一共有多少？两边加起来大概有100多号人吧，大部分都集中在吉省这边，黑省那边主要是坐着玩的。100多人的全职工资，每天10几辆皮卡车和越野车在山地里的高强度耗损，漫山遍野的高科技红外监控设备，还有那些特制的麻醉枪和价格不菲的 GPS， 这哪里是在养鹿打牙祭？这完全是在用烧钱的方式维持一个巨型的原始生态园。东子，养这么多人还要维护这2座山的硬性设备，1年下来的开销绝对不少。老舅这笔钱是从哪儿来的？平时总得靠卖几头鹿或者卖点鹿茸，多多少少要回血吧。卖啥鹿呀？每年年底，我妈会直接把家族的实业分红按时打到老舅的私人账上。具体数目是多少？大概每年1个小目标吧。老舅天天窝在这深山老林里，也去不了什么高消费的地方，这钱他根本就花不完。每年1个亿的纯现金流，直接打到个人账户当零花钱。我准备好的那一整套商业谈判体系，毫无意义，绝境，商业谈判上的绝对死局，转换博弈思路。既然钱打动不了对方，那就必须立刻调转枪头，从心理层面寻找破绽。一个人愿意在这偏僻的深山里每年砸下天文数字，只为了一件事，这绝对不可能仅仅是因为无聊打发时间。这份疯狂的坚持背后，一定有某种强烈的深层动机。东子，老舅为什么偏偏对养鹿这么情有独钟？这个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从小记事起他就在山里折腾这些。不过我记得我妈以前无意中提过一嘴，我妈说你老舅年轻的时候根本不养鹿。东子，给你妈打个电话探探底。川哥，我可不敢啊，我这时候打电话那不存往枪口上撞，找挨训的吗？帮个忙，这件事对我很重要，只是问一句老舅以前的事，不会有危险的。兄弟都张嘴了，这忙高低得帮，大不了回奉天再挨我妈一顿收拾，无所谓了。这个点我妈指定起床了，不算是打扰她休息。喂，哎呀妈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这臭小子咋寻思主动给老娘打电话了？说又在外边整啥幺蛾子，惹啥事儿了？妈，看您这话说的，我能整啥事儿啊？我这不是突然老想您了吗？昨天您跟我爸回奉天，我当儿子的必须得打电话问问关心关心您呐。哎，我这大儿子总算没白养，终于开窍长大了，知道心疼老娘了。安全了。妈，你这会儿忙不？得空不？方便，妈工作呢。那啥，妈，我跟您打听个事儿。我小时候总听您唠嗑，说老舅以前压根儿不养鹿，他到底是因为啥，突然开始整养鹿这营生了？我就说你这小子狗肚子装不了2两香油，压根儿就没安好心，哪是想我了？是不是小川让你来套我话的？大家族的当家人果然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任何一点微小的反常都能被他们瞬间捕捉到背后的真实意图。这事儿啊，能说当年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二舅张居林也是个闲着没事干的主。你老舅跟你二舅一个德行，整天在外面无所事事的晃荡。本来大家都是闲人，家里长辈也随他们去了，结果你二舅突然开始内卷了，他包了座山搞事情，瞬间就显得你老舅更像个没用的无业游民了。你姥爷指着他的鼻子狠狠地骂了一顿，你老舅这股邪火没地方发，他就只能把气全撒在了罪魁祸首身上，就是你那个突然内卷的二舅。你老舅觉得在牌面上绝对不能输给对方，为了能压过你二舅，干脆跑到这更深的山里，直接包了2座山。他名字里不是带了个鹿吗？于是他就在山里开始养鹿了。谁知道后来他这鹿越养越多，家族里的长辈们看了，
觉得他这爱好也花不了几个钱，也就懒得管他了，随便他怎么折腾去了。行了，你老妈我还忙着呢，挂了啊。我去，老舅坐拥2座山，养了满山走地鹿的庞大产业，起源竟然只是因为二舅的内卷导致他挨了骂，跟亲兄弟赌气砸钱，这简直离谱。所有的迷雾在这一刻彻底散开了。接下来的谈判，我已经赢了。老许，陆总，我需要一份长期的农产品独家包销合同，主体用我们新注册的餐饮公司，对象是吉省这边的一家大型林场，价格条款留空，我来手填，但是独家供应应陪他协议，违越责任这2条必须写死，条款要严密。明白，半个小时内草拟好发到您的邮箱。东子，我今儿个听人说你二舅最近上南方耍去了，没在吉省。待会儿老舅带你们几个上你二舅包的那片山头溜达溜达，趁他不在，给他那破人参地多刨几个大坑，顺便把他围栏剪2口子。妥了，老舅，这事儿我门儿清。老舅，关于青鹿宴的食材源头供应，这是我让人拟定的初步合同，您看一下。哎呀，整这洋事儿干啥？啥合同不合同的？你是东子的好兄弟，那就是我自家的晚辈。既然你们开馆子要用肉，俺这满山都是鹿，你要多少尽管派车来拉。至于钱，你看着给就行。没有深度利益绑定，仅依靠人情和随便建立起来的供应链，是最脆弱的玻璃塔。老舅今天高兴说随便拿，万一明天老舅心情好呢？青鹿宴的根基会在一瞬间彻底崩塌。今天我必须把这位随系的老舅死死地按在合同的契约里。如果陆师傅用他这种手艺，在全世界开几家最高端、最难预约的饭店，每天接待的都是各行各业顶尖的人物，您觉得这家餐厅会不会火？就冲这味儿，指定火呀！到时候您这满山的走地鹿就会成为全国餐饮界名扬天下的招牌，所有人都会知道吉省深山里有您这么一号人物养出了最好的鹿。小川啊，老舅我这人打小就胸无大志，也不差钱儿，做生意也好，什么名扬天下也罢，我半点兴趣都没有。那些生意场上的条条框框，还有出名那堆破事儿，千万别往俺身上扯，俺嫌烦。老舅，您难道不想让全世界的人一提到最顶级的鹿肉，脑子里想到的只有您张居鹿养出来的走地鹿？您难道不想在您家老爷子面前扬眉吐气的证明一把，您这不叫游手好闲？老舅，您也不想这辈子总是被东子的二舅给压一头吧？火候到了，老舅，那种随便派车来拉的作坊模式成不了大气候，我们要做的是真正的顶级奢侈品食材，必须要有一套碾压市场的行业壁垒。每一批从您这座山里走出去的鹿，都必须有专属的编号耳标，必须经过最严格的专业检疫，运输过程要配备全流程的温控连车。不如此，我们还要建立一套独家的溯源档案。食客在青鹿宴点了一盘肉，只要扫一下码，就能看到这头鹿在您这片原始森林里奔跑的画面。只要这套体系建起来，加上青鹿宴在江城的运作，走地鹿的品牌奥价会直接拉满。这就不再是您拿去送亲戚的土特产，而是能端上顶级豪门餐桌的奢侈品。真到耳朵重的那些人参和山珍，在您的走地鹿面前，连上桌当配菜的资格都没有，牌面上绝对碾压的连渣都不剩。所以既然要做正规军，就必须按照商业规矩来。我们需要重新成立一家专门负责源头供应链的新公司，由这家新公司跟江城的青鹿宴进行公对公的对接。公司？我最烦那些开会看报表的破事儿，我弄不明白那些玩意儿。不需要您操心管理，日常运营我会派专业的团队来接手，或者你这边自己找也行。您只需要出资2000万作为新公司的启动资金，这笔钱专门用来搭公司的架子，购买温控设备，建立溯源系统和租赁冷凝物流。我操，川哥这招太狠了！川哥这是盯上老舅每年1个亿的零花钱了。川哥这是直接盯上了老舅每年那1个小目标的零花钱了，拿老舅的钱建老舅的公司，最后还要签独家包销，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手腕简直离谱。这很川哥，而且2000万这个数字卡得精妙。对于老舅这种1年有1个亿现金流账的人来说，2000万真的就只是个零头，既能把事情办成，又完全不会引起对方在资金压力上的反感。我出2000万，那这新公司的股份怎么算？我总不能白砸钱给你们做嫁衣吧？当然不会，我不要您白出钱，
我会拿出江城青鹿堰公司2成的干股，来换取您这家源头新公司3成的股份。方叔，要不这样，您的1000万不变，但股份咱们重新谈，您占30%，我占20%，陆老板和梅姐留50%。之前我和方会长谈的股权协议是他出1000万，我占20%，可正式谈判环节，方会长和陆德晓却各自让利，让我主导，变成了我占6成，他俩各2成。投资也从1000万变成了2000万。有了这3成股份，我就会把这满山的路当成我自己的产业去拼命运作。而您手里拿着青鹿堰的2成干股，您不需要去江城应酬，不需要去管餐厅的经营，您只要安安稳稳地坐在林场里，看着青鹿堰在全国开出一家又一家的分店，看着您的走地路成为所有人追捧的顶级食材，看着二舅的面子被您彻彻底底地踩在脚下。完了，老舅这波是被彻底拿捏了，这合同签订了。那什么，这要是随便签了，万一被人卖了，说不定还在帮人数钱。不懂就不瞎找，这是我在社会上生存的智慧。老姐，小川说要成立新公司，你帮我瞅瞅这玩意儿靠不靠谱？这位东北老江湖确实是粗中有细。老姐，我开扩银了哈。小川的这几份合同，还有他要建供应链新公司的思路，我刚才仔细看过了。用高端餐饮绑定上游供应链，再反向推高食材的品牌溢价，这套运作方式非常新颖，不仅能把原本粗放的农产品做成奢侈品，也很贴合现在国内消费升级的大方向。既然要做，那我也掺一脚。我个人出资3000万，拿新公司30%的股权。除此之外，韩家现成的一支冷链车队，外加一个成熟的运营团队。不愧是韩家主母，这眼光和魄力一击致命。有了现成的冷链和成熟团队，青鹿堰的推进速度将成倍提升。至于小川你提的用青鹿堰2成干股换新公司3成股份，这个方案可以接受，但是合同里的独家包销权这一条必须划掉。我们的源头资源不可能完全被一纸独家协议彻底锁死，这不符合我们的风险控制逻辑。我们可以签优先供货协议，加上更深层的战略合作协议，绝对保证青鹿堰的货源，但极端的独家不行。同意一部分卡死一部分，这种更高层次的绑定方式比一张脆弱的独家废纸要稳固得多，既给了青鹿堰足够的源头保障，也保留了张家在极端情况下的操作余地，这才是真正成熟的商业架构。我同意。刚刚弟弟发来的照片里，骆驼王子都给陆川皇室赠礼，再加上陆川那种大家族子弟的松弛，我不只是投资青鹿堰，我是用这3000万加上一个新公司，顺理成章地搭上陆川这条京城线，值。合同我让人修改好了，发到你邮箱了，让你老舅直接签字就行。吉省这边对接新公司的事，许成远现在在江城身上压着的事情已经太多了。新公司单靠老许一个人绝对分身乏术了，我必须找一个靠谱的经理人。现在要紧的是回江城挖人。陆师傅，跟我回江城吗？陆总，我暂时就不回去了，下个月我还得去骆驼国比赛呢。张总这儿有管够的顶级好路，我得搁这儿好好练练手艺。川哥，我跟你一块回去，我都老想江大那食堂了。回个屁回！你妈还搁奉天那儿等着你呢。既然都到东北了，我和子昂就顺路去奉天玩几天。那我们回学校见。
老舅的鹿肉，韩家的资源，江城方会长的资金和人脉，若是这次机会我再抓不住，那就白重活一世，老天追着喂饭都吃不到嘴里。事已速成，1个月之内，我要推行所有项目落地。这趟东北之行收获满满，青鹿堰的源头供应链稳了，张居晚的3000万现金注资，韩家现成的冷链车队，还有一整个成熟的运营团队，再加上张居路的2000万和骆驼王子国际厨艺比赛的广告加持，这是一艘已经装配好核动力的商业巨轮。但是巨轮造好了，必须得有一个能掌舵，并且具备极强落地执行能力的大副。缺人，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人。我不可能凡事亲力亲为，当老板的大忌就是自己干活。我只是对接资源，借花献佛，必须赶紧挖一个懂运营、懂餐饮供应链且执行力极强的高手来接盘。回去之后，第一个该挖的人到底是谁？快想想，前世还有哪些人像许成远一样怀才不遇，若干年后会飞黄腾达？有了，孙硕达，江城最大龙头餐饮集团的副总监，集团坐拥1000亿市值，统筹管辖江城乃至东南范围内大部分餐饮企业。前世许成远落难之时，孙硕达是唯一一个没有落井下石的人，反而多次冒着职业危险伸出援手。这种重情重义之人，人品绝对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他现在在职，位高权重，不可能主动脱下西装下海，跑来加入我这个刚刚注册还没开起来的公司。这时，入手点还在许成远。陆总，老许，孙绰达最近还有联系吗？孙硕达，他是我最不想连累的朋友。在我跌入低谷后，我刻意切断了社交联系。我从未在外界提起过这个名字，半个字都没有。老板是怎么知道的？是了，对于老板这种级别的人物，他手里绝对有一张遍布全国乃至全球的情报网。有过联系。老许，利用你跟他的私人关系，明天把他约出来，地点定在汤泉水会。理由呢？不用找什么复杂的借口，你就直接跟他说，有点事要谈一下。明白，我马上去办。面对孙税丹达这种在大型企业惯了大场面的实权人物，吹情怀、梦想，未来都是毫无作用的。当初为了收服许成远，我京城大少的压迫感效果简直好得出奇。明天把这套深不可测的招数再用一次，而且要打得比上次更加彻底、更加漫不经心。我倒要看看这位实权人物能不能被我忽悠瘸了。老许，你要老婆不要？老孙，你快别拿我开玩笑了。最近咋样？1个星期没给我打电话了。我有了新工作。新工作？哪家公司？老板什么来头？新注册的餐饮公司，老板姓陆，陆总能力极强，眼光非常准。至于背景方面，深不可测。陆总多大年纪了？目前刚上大一。能力极强，背景深不可测，刚上大一，这特么不是傻叉创业富二代，就是骗子。老许这是病急乱投医，被洗脑了。
老许，你昨天说那个陆总刚上大一，他是哪个学校的？江城大学的，金融系。江大的，那算起来，这还是我的小师弟了。老孙，陆总这人不能用年纪来衡量。他之前给我看了他做的原油期货，赚了极大的利润，而且他的座驾车牌是江 A00006，他跟江城本地的商界大佬，甚至京城那边的大人物都有很深的交集。这很符合骗子的标准人设。江 A00006的车牌，肯定是找人做的交房假牌。至于认识商界巨头和京城众人物，吹牛。我还敢说我实际省赵家和东北韩家的继承人呢。老孙，你相信我吗？我当然相信你。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我就是怕你。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记住，不要拿着你心里预设的答案，去全盘推倒整个过程。我知道你觉得这是个骗局，但是有很多东西涉及商业机密，我必须保密，不能跟你细说。但我许成远不是个随随便便就被个毛头小子忽悠的傻子。等会儿见到了人，所有的东西，用你自己的这双眼睛去亲自验证。行，我答应你。等会儿我看他进不了水会的门，看姓陆的还怎么说。陆总来了。归海龙能在一个省会城市拿到归海龙，这绝对不是普通暴发户能办到的事。不开那辆00006，不是为了隐藏实力，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装逼技术缺乏自信。这些混大企业的老狐狸眼睛比鹰还毒。如果今天在水会里谈崩了，孙绰达真的识破了我的伪装，我还能邀请孙川达去静园坐坐，然后漫不经心地把他送到地下车库，用那辆停在地库里的车牌00006车进行最后一步的物理碾压，把车洗了，顺便做个简单的内饰保养。是。陆总，这位是孙硕达孙总监，老孙，这位就是我的老板陆总。陆总，你这车不错，还行吧。这辆车太久没开了，刚好来汤泉水会洗洗车。据我所知，这汤泉水会是最高端的商业会所，这里可没有洗车服务。铂金卡级以上的会员有这项隐藏服务，铂金以下当然不知道，这很正常。陆总，里面请。欢迎陆总。等等，我清楚这家产会的规矩。我上次作为陪同人员，跟着一位拥有黑金卡的上市公司老总来过这里。即便是黑金卡，那位老总进门的时候，也需要在前台主动出示卡片，在机器上滴滴刷一下进行验证。可是陆川呢？他什么都没拿，甚至连手都没从口袋里掏出来，刷脸就触发了最高级别的迎宾。难道这个大一学生的手里拿的是汤泉水会传说中最顶级的钻石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是江城最顶级的那批大佬相互赠送的私人名片，根本就不对外售卖。一个学生怎么可能触碰到那个领域？陆总，您的钻石卡专属包厢已经准备好了，这边请。陆总，您请。我前10层会员卡，顶多也就是在大厅休息区或者铂金包间区转转，这地方我也没来过。但是这个时候我根本没心情看装修。妈的，CPU 已经快要烧了！孙哲达这种人物眼光太毒了，
等会儿落座了，到底该怎么对孙哲达开口挖人？完了，第一次，有点紧张了，千万不能表现出来紧张，我得转移一下注意力，不能左顾右盼。这么奢华的地方，就算是我这种见惯了大场面的人，进来之后也忍不住多看两眼。可是他仿佛对一切习以为常，就像是走进了自己家后院的客厅一样自然，这肯定是装不出来的。这绝对是真正将从小泡在顶层圈子里被金钱和权力喂养出来的。那些对于普通人来说犹如天上宫阙的地方，在人家的眼里不过只是日常生活的标配而已。陆总，您有什么需要，随时按桌上的呼叫铃，我就在门外候着。刷脸触发钻石卡待遇，面对如此奢华的景象习以为常，这哪里是骗局？小丑才是我自己。不行，我得赶紧弄清楚这位深不可测的陆总找我到底要干什么，然后赶紧找个合理的借口撤退。陆总的压迫感太强了。老许赶紧开口，赶紧说正事，说完我好走。不管对方提出什么要求，我都能用踢皮球话术滴水不漏地挡回去。老许，孙总，咱们先去洗一洗，放松一下。我先去了，我刚从东北出差回来，累死了。你们不要拘谨啊！什么情况？走了？我刚才在脑子里已经准备好了一套圆滑的职场太极拳，结果他一句正经话没说，走了。这就是顶级大人物的控场吗？老许，陆总这是什么意思？从来不按常理出牌，连老许这个被陆川亲手提拔的老狐狸都摸不透这位老板的心思。一个大一的新生，行事风格竟然像个在商场里沉浮了几十年的财阀掌门人一样，高深莫测，不露任何破绽。老许，你这位陆总好强的控场手段。我在大集团这么多年，有这种压迫感和节奏掌控力的，也就只有我们老总。怎么说？你没发现吗？这场局的节奏从进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完全脱离了我的掌控，甚至连按照正常社会流程说话的资格，都被陆总轻描淡写的剥夺了。哪有请客谈事，一上来不说话，直接把客人晾在大厅里，自己跑去洗澡的？这只有一种解释，这是刻意的。这是上位者最喜欢用的打压手段。不先谈正事，先把你们晾在这个巨大、奢华、极具压迫感的空间里，让环境的落差感去侵蚀你的自信。就像古代皇帝宣召大臣之前，先让大臣在大殿等着。这是在刻意打压我的气场，这是在敲打我。是了，没错，他在用这种无视的态度清晰地传递一个信号：今天这场局是我陆某人说了算，我吃定你了。原来老板是这个意思，老孙，要不是你提点，我还真没察觉出来。难怪你能在大集团的体系下做到副总监的位置，恐怖啊！不，我猜哪儿到哪儿，真正恐怖的是你们老板。好险，刚刚差点暴露我的紧张。刚刚脑子里完全想不到怎么去说服这老总，我只能先借口冲个凉，再从头准备一下说法。得想想待会儿怎么跟孙总聊，才能不被看出破绽。老孙，别想那么多，老板又不会吃人，他就是最近去东北出差，实在是太忙太累了。走吧，咱们也先去洗个澡，放松一下。不管等会儿那位深不可测的陆总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哪怕是想借用我在集团的渠道，只要是不触碰违法乱纪的大原则，我绝对全力配合，能帮就帮，否则这种大人物咱惹不起。我刚才在淋浴间里冲了很久的热水，满脑子都在疯狂地构思挖人的话术，搞得我低血糖了。来一大杯鲜榨橙汁，糖分可以补充我的精力。
承之。在这种顶级的销金楼里，在谈正式的高端局上，一般的大佬不是在品雪茄，就是在慢条斯理地喝着昂贵的功夫茶。可眼前这位爷，居然在喝橙汁，太割裂了吧？不，这不是割裂，这就是底气。他这种人有绝对的阶层压制地位，连装那种成熟大佬的表面功夫都不屑去做了，根本不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撑场面，这就叫返璞归真。来吧，只能硬着头皮上了。陆总，您今天找我来是有什么吩咐，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怎么回事？这就是大集团副总级别的人物吗？完全打乱了我的节奏。我刚才在水声中背得滚滚烂熟的那些商业逻辑、阶层压迫的层层递进话术，都被他打乱了。此人手段极高啊，只能直说了。孙总监，我需要你辞职，过来帮我。我本以为陆川是要借用我在集团的渠道，或者要我帮忙介绍什么资源，我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一开口就让我放弃上市集团的副总监职位，去跟着一个大一深干初创公司。不行！不行！孙硕达为了爬到这个集团副总监的位置，付出了那么多心血，我绝不愿老孙冒风险。许成元果然重情重义，不过这件事得让他自己决断。他抛出的信息太重了，这会砸碎我几十年的舒适区。方叔，小川啊，回江城了？刚回，现在在汤泉水会这边和老许他们谈点事儿。那太好了，张爱华会长明天就要回京城了，我和他现在刚好也在水会，就在顶层的茶室。你要不要上来，大家一起聚一聚？好，方叔，我等会儿就上去。张爱华会长回京城，一起聚一聚。张爱华会长回京城，一起聚一聚。张爱华会长，那可是总集团最高级的领导，全国顶端 TOP 10的存在，掌控经济命脉的巨擘，就连我们江城分集团会长见了都得点头哈腰的存在。陆总的实力得有多恐怖？陆总，您刚刚说的是对的。如果我办理离职，我过来之后具体负责什么？需要我做什么工作？终于把这头老狐狸拿下了。你过来之后的第一步，先去东北，去找张家的小爷张居禄，然后把源头供应链的公司框架完完整整的搭建起来。等东北那边的公司架构成熟，运转平稳之后，你再回到江城。到那个时候，你担任青鹿宴餐饮公司的总经理，全盘负责公司的日常运作。好，我接受这项工作安排。东北那边我会尽快准备。陆总，我是集团的副总监，提交辞职报告后，除了需要经过谈话，还需要进行专项的离任审计，以及各项业务和资料的交接。离职审核流程比较繁琐，走完这一切，最快也需要2-3个月的时间。如果真的让东北的供应链公司空转3个月，等到年底黄发菜都凉透了，既然问题出现了，那么就得解决。我需要一个能在他们大集团内部能说得上话的人。方志远，他一定能解决。哼！孙总，程远，换衣服，上楼。我带你们去见一个人。孙总，程远，换衣服，上楼。我带你们去见一个人。上楼？楼上有什么？陆总，楼上是最高级别的会客厅吧？我们这种级别去合适吗？水会就是给洗澡会客的地方而已，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不愧是顶级大人物的气魄，我有种强烈的预感，我感觉我正在被他一步步地带进一个完全超越我日常认知的顶层圈子。陆总，我还是换回正装吧，显得正式一点。行。我去，长见识了。
这种门根本不是普通包间那种敲2下就能进的，门锁必须由里面的人通过遥控设备手动解开。小川，快过来。徐总我见过。这位是？这是江城卫参与集团副总监孙硕达。今天请他过来，是给青鹿宴找点帮手。方会长好，张会长好。小川啊，你这看人的眼光确实毒辣。江城卫在本省餐饮界的盘子做得不小，这位孙总监在圈子里业务能力我是有所耳闻的，你竟然把他挖来了。孙总监，欢迎加入青鹿宴。谢谢方会长。小陆啊，你这手腕真是越来越强了，就这么让你悄无声息的给挖走了。他那个领导江城卫集团的小罗要是知道了，估计得心疼的睡不着觉了。您过奖了，是孙总愿意帮我这个学生，更是看好我们公司的未来。方叔，其实今天带孙总上来，是有件事想请您帮个忙。哦，你说。我想让孙孝达快速从江城卫集团离职，可江城卫集团审批流程很长，希望您出面。江城卫的一把手罗锦和，上个月还跟我一起喝过茶。不过他们这种集团的规矩确实严，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搞定这个硬性流程。不过，既然小川你开了口，我愿意试一试。喂，老方，老罗啊，今天找你其实是有点私事。我认识的一个晚辈在折腾新业务，和你们集团那个负责餐饮运营的副总碰了一下，感觉挺投缘的。今天我就是想跟你讨个人情，老孙这个离职的行政手续能不能行个方便？一通电话让我这个一把手无视规矩放人，这要是传出去，我的面子和威信往哪儿搁？哎呀，老方，这事儿啊，真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小孙要走，我肯定是祝他前程似锦，但是咱们的规章制度你是了解的，死流程变不了啊。要是上面查下来，我可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完了，我来吧。果然是大家族子弟，这种情话也不交集。这个忙，我就顺手帮了吧。老方啊，所以说这事儿办不了。喂，不是。我跟老方谈事儿呢，哪个不开眼的助理插话？喂什么喂？你谁呀？我是张爱华。张会长，您好，我是江城卫的罗锦和。罗锦和，你脾气见长了，连我都敢骂了。张会长，您这可是折煞我了。我不知道是您在老方旁边，我刚刚不知道是您在说话呀，实在是对不住，我给您道歉。行了，孙硕达，是我一个晚辈要的人，你那边放人，把离职时间流程缩短。张会长，这事儿按照规章制度确实是卡得很死，正常走没个3个月绝对下不来。但是您亲自发了话，而且小孙是您晚辈急需的人才，那就算再难，我这里也绝对没问题。行，明天我就要结果。哎呦，我哪能让您等到明天啊？我马上安排小孙的所有手续，一路绿灯，1个小时就行。好。太恐怖了，我那个领导出了名的难缠，可大佬只说了不超过5句话就搞定了他，绝对层级碾压晚辈。刚刚张会长管他叫晚辈，也就是说陆川的背后不仅商界的庞大资源网，还有一句话将规矩视若无的恐怖靠山。
这才是真正的通天背景。谢谢张会长。小川啊，没打这个电话之前，你叫我张会长，我不挑你理。但现在，我都打完这个电话了，你觉得你现在应该叫我什么？小川啊，你能找我帮忙，我很高兴。但是你刚才称呼我张会长，我不喜欢。你觉得你现在应该叫我什么？张叔，懂进退，知分寸。这年轻人确实合我的胃口，这是有事情要和陆川谈了。徐总、孙总，关于青鹿宴后续的一些具体商业细节，咱们单开一桌，好好聊聊。上次青鹿宴聚会，小川竟然知道我要回京升任的内部消息，而这个确定的消息，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比小川知道的还晚。小川，既然你叫我一声张叔，那我也就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你的出身一定知道，我们这个地位进一步难如登天，而我这边已经收到了老领导的内部通知。这次江城的任务圆满结束后，我回京城很有可能会直接上升一级。果然和我前世记忆中的重大事件走向一样。小川，这个消息连我自己都是刚刚才得知的。你一个江城的在校大学生，到底是怎么提前知道我要升职的？你一个江城的在校大学生，到底是怎么提前知道我要升职的？张会长竟然直接问这个问题，我该怎么解释？怎么解释这份完全超越了他当前身份认知的情报？还好我重生后脸皮厚，变成了面瘫脸，要不然一瞬间就被他看穿了。我年轻的时候审讯过无数人，专精表情分析，可这小子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破绽，眼神没有躲闪，呼吸频率都没变，手指都没有颤抖，没有，什么都没有。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这种临危不乱的极致定力堪称完美。如果他真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早就该眼神飘忽了。哪怕是京城大家族的子弟，也会被我盯得胆怯。但是他没有，陆川绝对是京城某个顶级大家族里被当作核心继承人来倾力培养的顶级子弟，没有第二种可能。这怎么搞？编借口，扯淡！在这种大佬面前撒谎，那纯粹就是找死。要不然说我从某个渠道打听到的，不行，这个消息只有最顶级的渠道知道，知道的人不超过20个，我会瞬间露馅。不然我说真话呢，直接告诉张爱华我是重生的。如果我真的这么说了，张爱华绝对会马上结束这场谈话，并且把我当成一个精神不正常疯子来看待。算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什么都不说，硬扛，反正我面瘫。行了，你不想说就不说。张叔不逼你。陆川的这种沉默很符合大家族弟子的谨慎，涉及到了核心的情报网络和机密，不管面对多大的压力，不管面对什么人的盘问，都能做到守口如瓶，绝不泄露半句。这种不被高位者威逼利诱、严守底线的表现，是最难能可贵，也是最被看重的品质。这一关总算是糊弄过去了。小川，既然那个秘密你不说，那么张叔想请教你一件事。小川，为什么你的个人档案会干净到那种程度？什么意思？我的档案干净？因为我确实很干净啊。我上辈子虽然爱慕虚荣，为了混进富二代圈子，装阔租豪车，但我也是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这辈子重生回来，我拿的拆迁款是合理合法的。我不干净谁干净？张叔，我就是个普通的京城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所以我的档案干干净净的，这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吗？这几句话简直是绝了，这小子太沉得住气了。他的档案绝密加密，我问到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慌乱，一点真实的底细都不肯露出来。这种低调，这种丝毫不越过家族保密底线的定力，在一个年轻人身上实在是太难得了。普通老百姓，小川啊，一个普通老百姓能让方志远那种不见兔子不撒蝇的老狐狸亲自出面特批一张水汇的钻石卡，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能在这个年纪毫不费力地坐在这里跟我面对面的喝茶，甚至
还能提前知道连我自己都是刚刚才得知的升职消息。你这个普通老百姓的标准定的可真够高的。张叔，方叔愿意给我特批会员卡，那是因为我们后续在青鹿宴的生意上有深度的利益合作。我是个生意人，大家互惠互利，这只是一场商业置换。至于今天坐在这里，那是张叔您平易近人，愿意提携我这个晚辈，我只是顺势沾了点方叔和您的光而已。至于升职的消息，这年轻人对答如流，宠辱不惊，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击破的心理防线，绝对是个干大事的料。小川，你可不是什么普通老百姓。你要知道，就你那份干干净净的档案，短短几天之内，可是已经有好几个人在通过不同的渠道明里暗里的查过了。查我？怎么一时之间有这么多人查我这个小老百姓？除了黑省那边查了2次，冀省赵家也查过你1次。我刚开始觉得你这孩子的档案太干净了，怕有些不知轻重的人乱翻，所以我就顺手给你的资料上了一把红色的锁，给你加上了绝密档案。锁上后，一般人再想查就没那么容易了。结果没想到刚给你上完锁，赵家就查你了。难怪闭环了，那些事件闭环了。难怪前几天在黑省，赵一帆大半夜星夜兼行飞过去给我道歉。原来根子在这儿。我的档案上没有半点见不得人的黑历史。赵家想查那就查呗。不过外事那边也查过你2次。他们查我，这很正常啊。前几天我在吉省那边，刚好遇到骆驼国的王子车厘子，我带着他去吉省玩了1天。他们顺手查一下我这个同行的普通人，也很正常。骆驼王子也是陆川的好友，一个普通的江城大一学生，跟骆驼国的王子在一起游玩，而且还能把这件事说得如此轻描淡写，就像是走在路上顺手买了一根冰棍一样随意。很正常的事情。这叫正常？这哪里正常了？那可是掌控着海量能源的王室核心子弟。这陆川太淡定了，我给他档案上锁的事情，本来想看看他脸上的震惊，但是什么都看不到。这并不是因为陆川2个迟钝或者不在乎，这只能说明一件事：陆川早就知道我亲手给他上了那把红色绝密锁。他不仅知道，而且压根儿就没把这种事放在心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陆川背后的层级比我原本设想还要深，深的连我这个即将升职的实权人物都无法看透。说来也怪，冀省赵家那边刚刚撞上警报，查完你没多久，京城秦家那边就直接打电话过去了。所以，小川，你到底是姓陆啊，还是姓秦啊？秦家？哪个秦家？完全没听过啊。张叔，我姓陆，从出生起就姓陆，我跟您口中的那个秦家没有任何关系。张叔，您真不用再来试探我了。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父母走得早，后来靠着老房子的拆迁款才改善了生活。我手里的钱都是正经来路。我来江城，就是正常上学，正常生意，拿钱买房买车，开公司，所有的账目和事情都有现实轨迹可查。我就是一个拿了拆迁款的普通人。陆川没有否认陆这个姓氏，这是一种稳定的边界感。我只是我自己，家族势力与我如浮云，这是何等的气魄！行了，既然小川说自己姓陆，那张叔就当小川姓陆。哎，白解释半天，不知道张叔理解成啥样了。
算了，只要这事儿能翻篇就行。明白，您二位工作要紧，以后有机会再说。孙总，你有兴趣一起去一趟吗？陆总，我这边现在根本走不开，东北那边我需要尽快把架子搭起来，绝对不耽误节奏。老许，你呢？有时间吗？老板，我是真想去，但我现在手里的事情太多了。那就算了，工作要紧。那到时候我和陆师傅就先过去。小川，既然下个月要出国，相关的过境手续你最好提前准备好。没关系，车厘子那边直接通过王氏给我发了一份正式的官方邀请函。骆驼国王子专门给陆川发了一份正式的王氏官方邀请函，这已经不是私人交情了，这是直接用皇室级别的权力来当做出国的通行证。虽然听起来震惊，但是我今天的震惊已经足够多了。这事儿放在别人身上就是奇迹，但是在陆川身上就是4个大字，这很合理。老方啊，从今天起，小川就正式是我张爱华的后辈了。江城这方面，我只有一个批示，请指示，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广开绿灯，上不封顶。终于搞定了。刚重生回来，我只想做个普通人，但是事情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许成远负责的原油期货公司日进斗金，孙绰达马上会做好陆清燕，甚至连那位骆驼国的未来国王都在等着我下个月的赴约。甚至张爱华这种大佬都和我有了私交，已经退不回去了。这不是别人在背后推着我走，是我自己在一次次的选中主动站上了这条赛道。既然已经把这群有能力又有心的人聚望聚众在了自己身边，我就必须继续往前走，而且必须走得比任何人都要稳，要不然重活一世岂不遗憾？我需要重新核算一下自己目前的底牌到底有多厚。2000多万，太少了。等生意干起来，每天都在烧钱，我必须快速短线投资，利用前世记忆干一票大的回款。然后，第1阶段目标，1年内在江城站稳；第2阶段目标，毕业前铺开鄂省。先稳江城，再铺鄂省。一凡，你觉不觉得老陆这个人平时挺奇怪的？哪里奇怪？你看啊，咱们江大那么多女生，平时也有不少长得挺好看的主动去跟他搭讪，甚至连沈之熙那种级别的，他都不怎么搭理。你就不觉得他对女生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吗？这有什么奇怪的？老陆边界感比较强，他只是不喜欢那种没有意义的无效社交。不是，你再仔细想想，他在宿舍里从不主动跟咱们聊恋爱的话题，审美和生活习惯也跟普通男生不太一样。一凡，你说老陆他是不是那个？子昂，你是不是在东北这几天吃坏脑子了？不是，你肚子吃坏了，脑子也吃坏了？不讲，我说的不是坏肚子的事儿，我说的是脑子。呸！我没开玩笑，我这都是有合理推测的。你的推测毫无逻辑，老陆绝对正常，他只是性格稳重不轻浮而已。如果他正常，那东子是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东子那受了严重的伤，坐都坐不稳，老舅的右眼也被打成了熊猫眼。他们俩都亲口承认，这都是老陆干的。而且，你看东子那副心虚
委屈又不敢大声声张的样子。这像是一般的打架吗？这明显不对劲啊！我去，这小子大脑已经抽象了，自己完成逻辑闭环了。子昂，这根本不可能。就算他们关系再熟，老陆也绝对不可能把韩东打成那样。这不符合老陆的行事风格。如果不是老陆干的，那东子为什么要亲口承认？老舅为什么要替东子作证？他们图什么？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到黑省大本营的时候，韩东和张居禄就已经那样了，但是我有预感，这跟韩东的父母脱不了关系。哎呦，这车坐久了，屁股是真疼啊！果然如此，我猜的没错。你看，这还不明显吗？喝水。你看啥呢？我这有伤，走得慢点，怎么了？没看什么，我就是关心关心兄弟的恢复情况。一帆，这小子怎么回事？他刚才是不是背着我说我坏话了？你到底在看什么？有话直说。我就是可怜受伤。我超为你大爷！陈子昂，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大粉？你他妈想哪儿去了？这明显是被戳破了难以启齿的秘密之后，恼羞成怒了啊！我想想怎么了？这可是你之前在车上亲口承认的，你说这伤是川哥弄的。今天如果不把话说破，陈子昂的那个离谱脑补，这个误会可能会一直延续到毕业。行了，你不想说就算了，大家都是兄弟，我理解。你理解你妹啊！我老舅这只眼睛，前天因为说话不着调，被我妈拖进屋里一拳给砸黑的。我这个，是因为我回东北没跟他们说，被我亲爹亲妈按在床上，用皮带抽的。至于我为什么当时在猛禽车里说是川哥干的，因为我和老舅都要面子。我们不想让你知道，我们俩一个被亲姐揍，一个被爹妈混合吊打。真的，就是被你爸妈打的。废话，不然你以为呢？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你这脑回路到底是从哪儿受的刺激？是啊，子昂，你这想法一定有原因，是受了什么刺激吗？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不是皮裤忒薄就是棉裤没毛，说咋回事？没什么，我这叫小心谨慎，出门在外多个心眼总没错。子昂，你突然坐第一班飞机飞来哈市，肯定不是小心谨慎，说清楚吧，到底在江城发生了什么？算了，韩东这张破嘴估计会一直追着我问，长痛不如短痛，射死就射死吧。我说，还不是因为你韩东？我？是啊，就是你，去你的吧。东子，你给我带的那封信，它的主人是熊岭。你还笑？所以老子才吓得一大早跑来黑省，所以我在车上听你胡扯才吓成那样。我觉得咱们这个宿舍的人确实都挺不容易的。我告诉你，我挨揍的事儿，你敢往外漏一个字，我就把你的事发到校园贴吧上。成交，我的事儿，你要是敢跟别人提，我也会杀了你。成交。这俩小子好像把我给忘记了，看来有机会
要给他们俩搞个惊喜才行。走吧，继续开路，去我老家玩玩，然后咱们打道回府回江城。估计老陆已经在学校等我们了。你还真别说，咱们4个都是一起行动。老陆才回去1天，我就有点想他了呢。还好你这话是现在说的，你这话要是5分钟之前说，那我可就误会大了。你不是不提这茬了吗？俺锤死你！不讲。一晚上赚200万，不多也不少，但放在我接下来的规划，这200多万只能算是一个零花钱，一次完美的开始。这说明前世的那些股市期货的记忆都在，这就是一座金山。等有足够多的闲钱，我直接买上几千万的比特币，英伟达股票坐等起飞。明天开学，东子他们估计明天到，我得先回去收拾一下宿舍。可以暂时没有商业大国，但不能睡在一张带着闷味的床上，这很影响生命质量。宿舍7、8天没人住，都有闷味了。这种味道就是学生时代的味道啊。可算到了。我也想看看韩家这种底蕴深厚的巨头，在奉天的主场到底是个什么牌面。我这一路上脑子里都在疯狂地做着心理建设，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迎接那种带有成排保安、巨大喷泉以及无数豪车停放顶级东北豪门大宅。毕竟韩东家的资产体量在那里摆着，没看错，这就是个老平房。我原本以为韩东家里这种垄断着北方实业命脉的级别，回奉天落脚最起码也得是那种带室内恒温泳池的独栋大别墅，出入都有管家开门的那种。可算到了。等等，这是老平房，韩家大本营竟然只是个平房，我。愁啥呢？是不是觉得我大姐家那么有钱，咋住这破地方？这地方是因为我大姐怕这大外甥以后坑爹，专门买下来的平房，让他平时多体验体验什么叫日子，这叫忆苦思甜。把一个街区改造成老旧平房，像是楚门的世界一样，这种手段和执行力确实令人敬畏。兄弟，你也不容易。真没想到阿姨平时看起来那么贵气，不仅会自己种菜，还会做东北的大酱。一帆，你别瞎说，那菜不是我妈种的，那大酱也不是她亲手做的。平时这院子里的活儿，翻地、浇水、下酱，全都是我的活儿。还有那条狗，那是我在路边捡回来的。我当场储备了老劲儿求爷爷告奶奶，才说服我妈把它留下。结果呢，我平时手里穷的叮当响，连自己吃顿肉都得算计，根本没钱给它买肉吃。这狗跟我一点都不亲，它平时看见我就只是象征性的摇两下尾巴，但只要它看见我妈，它就跟见了亲娘一样往上扑，主打一个谁有肉谁就是老大。你们根本不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我高中一回家，刚放下书包就得先去喂狗翻地，我活的都不如狗啊！行了，别在院子里叭叭个没完了，赶紧的，别搁这抱怨了，先进屋再说。干啥玩意儿？你妈等会儿就来了，你还敢坐炕上？我妈要来？废话，刘妈先上菜吧，我饿了。我想要一些啤酒跟一杯上好的冰啤酒，加上所有的啤酒，再浇上浓浓的啤酒。这得挨你姐不少打，先生。我知道。另外再给我拿一些免费的碘缝、绷带和一个成人尿不湿。
老姐，你走路咋没声啊？小弟呀，这一路从吉省带着孩子们回来，辛苦了。来，跟姐进里屋，咱们姐弟俩先谈点事儿。姐，啥事儿啊？非得现在谈？你看，孩子们都饿了，要不让我先吃口热乎的？你说呢？张居婉阿姨绝不是一个控制不住情绪的普通妇女，她掌控着那么庞大的商业帝国，怎么可能会在我们这几个晚辈面前如此毫不避讳地展现这种粗暴的做派？一帆，东子那屁股，还有老舅那眼睛，真是阿姨揍的啊！韩家竟然恐怖至私，这很怪。他完全可以换个时间再处理家务事，但他没有，他甚至是有些刻意地将这一切展示在我们面前。我懂了，这是在立规矩，也是在给我们看底线。他是在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在他们家没有那么多虚伪的客套和弯弯绕绕，只有绝对的实力和规矩。小东，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同学们大老远的跑过来，菜都上齐了，你怎么不招呼大家先吃？您先动筷。妈，这是陈子昂，也是我江大504的舍友，家里是做大生意的，平时在宿舍里我们都管他叫陈总。阿姨，您别听他瞎说，什么陈总啊，我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挺好的，坐下来吃饭吧。妈，我爸呢？你爸公司那边有点事，脱不开身，今天就不过来了。哦，阿姨，您做菜也太好吃了，这才是真正宗的东北菜啊！废话，这是在东北，东北菜能不正宗吗？这孙子，脑回路永远都这么直，一点情商都不讲。陆川、赵一帆、陈子昂，儿子的朋友不错。我去，咱们吃这么好吃的，也不知道川哥吃啥呢。你放心，他不会亏待自己，不是青鹿宴就是水会。我猜他肯定是躺水会的床上享受，左脚搭在右脚上，手拿着手机刷漫剧，手机还连着充电线。刷剧还是2倍速。唉，这个家没我得散。这一世我巅峰开局，人人叫我陆总，结果还是得在宿舍打扫卫生。同学，你找谁？没事，不找谁。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发生在504宿舍就不奇怪了。这个宿舍除了我，就没一个普通人。陆川同学，你好。你好，有事？没什么，学生会刚好派我查南寝的安全，我正好顺路看到你。如果是前世有这样的偶遇，我一定开心到飞起。但是这一世，我已经看淡了太多，
前世那些追求喜欢过的人，遥不可及的人，再次站在面前的时候，却没有了任何感觉。还记得放假前我跟你说的，咱们两个作为2届新生代表要深入交流一下的事情吗？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最近可能都没时间。要是一般的男生一定抢着答应，但是他没有。那好吧，我先走了，等你有时间随时交流。重活一世，曾经拼命想接触的阶层千金，在我眼下，可能还不如把宿舍整理干净来得更重要。哎，咱们给川哥打个电话吧，明天去机场接咱们。川哥，你在哪儿呢？在宿舍。正好，你已经回学校了是吧？明天咱们回江城，我、一帆、陈总都在一起，终于能回学校了。听你这意思，像是从什么地方逃出来一样。那不能这么说，家是温暖的港湾，这马上开学了，我是真舍不得呀，真不想回去啊。对了，川哥，我给你带了礼物。什么礼物？现在说了就没意思了，反正你肯定用得上，而且非常有东北特色。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川哥，你明天有时间没？来机场接我们呗？我们几个落地后正好直接回学校。没问题，落地时间发我，我去接你们。哎呀妈，川哥真敞亮。小东，外面那4辆车和保镖，明天护送你们去机场。今天晚上你们早点睡，回学校和朋友好好学，好好玩。姐，算算时间，小东也落地了。可我想问问你，你这么教育小东，真合适吗？怎么不合适？你要立规矩，你要敲打他，这都行。可你收拾他就收拾他，你连我一块收拾干啥呀？我还以为你心疼东子呢，原来是心疼你自己啊。姐，我说啥了我不就嘴快了2句吗？再说了，我那不是活跃一下气氛吗？你要打大外甥，你打就完了，非得顺手把我也带上。我都多大岁数了还挨这一下，让别人看见了我以后怎么混？你以为这2天我揍你是没事闲的？不是吗？不是，韩家和张家在东北的分量太重了。小东自从出生开始，就注定活在这种分量里。他以后会缺资源吗？不缺。缺门路吗？不缺。他只要愿意，往前走的路，有的是人替他铺。我担心的，从来都不是小东未来的发展，我担心的是，他以后身边还有没有能说话的人，还有没有和他真心相交的人。他现在还年轻，出去吃个烧烤，打场篮球，聊几句废话，就能跟人玩到一起去。可再往后呢？等他越来越明白自己家里是做什么的，等他越来越明白韩家和张家这2个家族的分量，等别人也越来越明白他是谁。有人奔着资源来，有人奔着关系来，有人奔着利益来。真到那个时候，他还能不能留住几个朋友，就很难说了。等他越来越明白自己家里说什么的，等他越来越明白韩家、张家这2个家族的分量，等别人也越来越明白他是谁，那个时候的未来，他身边每一个人都可能带着目的。他这几个室友都不错，一个聪明，但是心思不坏；一个毛躁了点儿，但是人不歪；还有一个
他有本事，有背景，不装，而且拎得清边界，这样的几个朋友不是那么容易碰见的。所以你前几天都是故意的？对，我就是故意在他们面前把规矩摆出来，我要让他们知道韩家、张家是什么家风，也让他们看清楚，小东在家里不是个被无限纵着的废物太子爷，他有爸妈管着，有长辈压着，有家族护着，有分寸也有底线，这样他们跟小东打交道才不会把他往歪里带，也不会觉得这孩子家里有点东西就可以不管不顾。那你收拾我呢？顺手的事儿。那你收拾我呢？顺手的事儿。你这2天这为老不尊的样子，不该收拾？嘴上没个把门的，满嘴顺口溜，你想考研啊？你不挨这一下，谁挨？我这老姐啊，讲道理一套一套的，关键是压根儿不给我辩解的机会。其实人这一辈子很难在青春的时候享受青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人也很难在经历美好的时候知道这事儿美好的，他只会觉得很平常，觉得今天和昨天差不多，明天大概也和今天差不多。可真等时间过去了再回头看，才会明白，原来当时那段日子是那么的难得。所以人这一生才会总有那么多的遗憾，有的时候出场的顺序真的很重要。如果很多人换个时间认识，可能故事的结局就完全不同。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是啊，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现在想来，我们姐弟俩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在东北农村放羊的时候。那时候村头有个哥总顶着咱俩玩，天天带咱蹲村头大坝上吹小风。那时候他叫你黑蛋，你长得黑吗？他还管你叫小豌豆苗呢。哎呀妈呀，那前儿咱仨玩的老好了。可是今年过年我碰到了他，他快50了，在城里开一家早餐店。我看到他的时候喊他铁蛋儿哥，我以为他会喊我的小名，可他却恭恭敬敬地站着，叫了我一声韩夫人。可不是咋的，你这么一说，我上学那阵儿最铁的同学，现在也基本都断联了。咱韩家是挺牛不假，可高处不胜寒啊。所以说，人这一辈子啊，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呢？功名利禄、位高权重是重要的东西，但是也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友情，是亲情，爱情，是那些一切能让人觉得自己是人的东西。我不想我儿子像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一样高处不胜寒。我不想我儿子30、40、40、50岁的时候，空有地位、权力、金钱，但是身边却没有一个能说得上体己话的人。我希望他们这4个好兄弟，要好就一直好下去。我希望他们现在能嬉笑打闹，30年后、40年后依旧能嬉笑打闹。我希望他们的人生能相互交织，能相互成就，这才是我的儿子。我担心他在大学交不到真正的朋友，但是现在我放心了。他们陈子昂、赵一帆、陆川和我们不一样，我相信他们几个能一起走得很远。我超伟，开学咋这么老多人呢？川哥搁哪儿呢？打个电话吧。喂，兄弟，我们到机场了，你搁哪儿呢？兄弟，我在这儿呢。我叫陆川，前世我为了装富二代败空家产，身败名裂，重活一世
我再也不装了，却想不到竟然轻轻松松就到了前世难以企及的高度，还有了3个真兄弟。谢谢兄弟帮我们拍视频哈。别耍帅了，赶紧回学校吧。哎呀，你不懂，这视频现在网上老火了，特符合咱4个的气质。我还想拍个宗主第2招的视频呢。来来来，戴上眼镜，咱们仨拉着箱子拍一张。哼。他们仨怎么弄得跟批发进货一样，像是低配短剧组里的低配保镖？你们这是出道当男团去了？川哥，你别寒碜我了，我他妈平时是最在乎穿搭层次和品牌搭配的江城大少爷，让我穿这种毫无剪裁可言的运动服，甚至还要跟别人撞衫，简直就是时尚灾难。张阿姨买的衣服、鞋子，还有这3个箱子，都是出发前阿姨统一安排的。那这墨镜呢，也是阿姨批发的？阿姨确实买了一副，因为东子的眼睛还没消肿，所以配个墨镜挡一挡，省得在机场里太扎眼。川哥，我跟你说，根本不是阿姨让我们戴的，是东子这孙子自己死乞白赖求着我们戴的。他自己戴着墨镜，觉得像个盲人按摩师，非要在机场里临时又买了2副一模一样的。强行塞给我也就算了，他还忽悠一帆也戴上。他说咱仨一起戴，走在路上很有气场，非常的帅。东子这小子精啊，自己一个人室内戴墨镜显得非常装，但只要拉上2个室友垫背，别人的注意力就会被这个奇怪的团体给分散掉，这就叫分担火力。这怎么能叫忽悠呢？陈总，你摸着良心说，咱们这身打扮走在机场里，回头率是不是100%？那是因为别人把我们当成脑残了。谁家正常人3个人穿成连连看啊？这种闹腾其实挺好的。行了，上车吧，回学校。还是江城好啊。江城，你江城 F4 回来啦！我去，川哥，你这收拾的也太干净了，简直是救命之恩。确实，辛苦了老陆。川哥，来来来，给你看个好东西，纯正的东北老式搓澡巾，我专门给你挑的，下灰特别猛，保证你用一次就爱上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这玩意儿搓在身上，估计能直接把皮褪掉一层。谢了。川哥，衣服和墨镜是咱们宿舍统一的战袍，以后出门咱们504必须整齐划一。这些特产你留着吃，都是兄弟的一点心意。老雪，奉天特产。川哥，我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这老雪你必须得尝尝味道，劲儿大过瘾。东子，你的物资收好。川哥，我和一帆的行李箱基本都是东子的物资啥的，除了墨镜和搓澡巾，这些熟食和酒全都是张阿姨安排人塞进行李箱里的。不是说好人间不拆吗？那也是我妈买的，我妈买就等于我买的。哎，不是子昂，那块拱嘴给我吃呗。哼，你想得美。谁呀？估计是查寝的。子昂，找你有点事，能麻烦你出来一下吗？行，出去说吧。那啥，
我也跟着去一趟吧，我的锅我来洗。你这孙子，最好别再乱说话了。我依旧没有改变主意。我懂了，但是我想说一下，我把你当朋友，不是因为你有钱有豪车。我家里在江城开了40多家健身房，省内加起来有100多家，我会尊重这个结果。学弟，希望以后还能做朋友。谢谢。还有，我为之前在电话里骂你的事道歉。没关系。他的品味怎么变好了？子昂，他这人其实不错。不讲，我保证不提。尬，那小子又出言侮辱熊哥了是吗？不要乱说。一定是那叫陈子昂的小子出言侮辱熊哥。熊哥外表虽然粗犷，但是内心很善良。陈子昂仗着自己是有钱的富二代就欺负人，妈的，老子忍不了了！陈子昂是吧？果然是一副花花公子嘴脸。你给我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呀，我去！哎，我陈总，你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精神？赶紧洗漱，然后去学习。陈子昂，有事找你聊聊。川哥，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去。陈子昂，别以为你自己是个富二代，就能为所欲为。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太明白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哼，你这种富二代少爷，是不是觉得别人都你的配角，你随意侮辱伤害？你说什么呢？你有病吧？我特他妈真想锤死你！但如果真动手打了人，我肯定吃不了兜着走。想要弄他，还有更合理的手段。陈子昂，你最好一直这么坦荡，有话说清楚，别阴阳怪气。莫名其妙，没完没了。陈子航，果然就是那种用体面来包装冷漠的人，自私、高傲、冷血。我必须要让陈子航长点教训。喂，罗苏哥吗？我和那陈子航照了个面儿，果然是个垃圾。咱们的计划可以开始了。你放心，我绝对把他收拾服了。你放心，我绝对把他收拾服了。敢动我熊哥，妈的找死！陆子昂得罪了我江城罗家太子，你完了！你这一天天的又要收拾谁？我可警告你，你在江城大学怎么玩都没事，但有一点，别得罪那些真正的大人物。爸，你别管我兄弟间的事儿，我兄弟挨欺负，我得帮他出头。孙说达是我一个晚辈要的人，当时老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态度不好，怕是已经得罪了那位大佬。他既然是张老的晚辈，那阶层在我之上好几个等级，他们这种等级，一个得罪，弄不好我就是万丈深渊。我得打个电话解释一下。老方啊，我给你打电话也没什么事儿，小孙离职的流程我已经全办妥了。
你看，你那位晚辈最近有空吗？我想请他吃个便饭，请老方你帮忙引荐一下。这老狐狸现在知道卑躬屈膝了。哎呀，老罗，不是我不帮你引荐，陆总这年轻人平时太忙了，他手里的大项目太多，每天的行程都卡得死死的。老罗啊，你得体谅体谅我的难处啊。这说的都是我的词儿啊！我当时搪塞方志远就是这么说的。这老头子记仇啊！今天不放点大血，这事儿绝对过不去了。老方，前几天的事儿是我老罗糊涂，我在这儿给你赔个不是。你们商会不是一直想谈城西那片美食城的招商吗？我们江城卫可以带头入驻。老罗，你这话就见外了。你不问我，我也打算给你俩牵个线呢。不过陆总他平时是真的没什么空，他现在还在江城大学上学呢。江城大学，江城大学，我儿子也在江城大学，说不定他俩都认识。这简直是老天爷送上门的台阶，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啊！爸，你在说啥？嘘，老方，这可太巧了。老方，你看这样行不行？今天中午我做东，让我儿子罗素陪着，请陆总吃个便饭，大家熟络熟络。老罗，你的意思我知道了，不过陆总那边怎么定，我说了不算。我先打个电话问问陆总的意思，你等我通知吧。这关终有机会过了。陆总的背景深不可测，能让张爱华那种大人物亲自发话，绝对是我惹不起的大佬。人情这种东西给得太痛快就不值钱了。如果我刚挂了电话，转头就帮罗锦和把局组好，对方只会觉得这件事对我方致远来说轻而易举，甚至会觉得陆总也没什么架子，随便一叫就出来了。这可不行，必须要晾着，让罗锦和在办公室里多出点汗，让他等待的预期值在时间的分秒流逝中被拉扯到最高。火候差不多了。方叔，小川忙着呢。没什么事。是这样的，江城卫集团的老罗锦和，他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老罗这人之前在孙绰达离职的事上卡了一下，他现在回过味儿来了，心里虚得很。他想请你吃个便饭，当面认识一下。你看今天中午有空见一见吗？江城卫集团，这是本地老牌的餐饮实业，手里捏着庞大的冷链网络、原材料渠道，还有遍布全市的黄金地段铺面。青鹿宴走高端，我还需要一个走量赚钱的中段产品。多认识一下，结个善缘，对未来的商业布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行啊，我中午刚好有空。他上次帮忙不痛快，你不在意吧？方叔，你说到哪儿了？怎么可能？这又不是短剧，哪有那么多反派？成年人的社交不需要那么多清高的架子，实实在在的利益对接才是最稳固的桥梁。不愧是大家族的子弟，一般的年轻人被折了面子，肯定想办法找回来，即便不找回来，也会故意刁难。而陆川心胸却极为豁达，实在是难得。好，既然你同意见面，那这地点就不能由着他老罗来定了。中午1点，就在江城商会的内部餐厅，那边不对外营业，环境清静，没有外人打扰，适合谈点正事。好，我1点准时到。老方，怎么样了？陆总那边有空吗？哎，老罗啊，为了你这顿饭，我今天可是把这张老脸全都豁出去了啊！完了，
老方，你可得帮帮我呀！陆总这种年轻人，脾气倔得很，行程也是真的满。我好说歹说，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连商会接下来的好几个合作项目都拿出来给他做了背书。最后，总算是勉强让他松了口，答应今天中午抽空见你一面。老方这是大出血了，为了请动这位真神，花费了不少力量，连商会的合作项目都搭进去了，这份人情欠得太大了。老方，大恩不言谢。我老罗是个粗人，不会说那些漂亮话。你这份情我记在心里了，以后商会那边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你一句话的事儿。行了，大家都是老朋友，说这些见外了。中午1点，江城商会内部餐厅，别迟到，不能让陆总等咱们。绝对不能，我12点半就去那儿候着。不，12点半不行，我现在马上动身。爸，这个大人物这么重要？你懂个屁！把咱们爷俩打包卖了，再乘以10，都抵不过人家一根手指头。他就在你们江城大学，你给我记住了，在江城大学，你就是翻了天，老子都不怕，但是千万不要惹他。我知道了。行了，别说了，你现在就换身衣服跟我去。爸，不行，我去不了，我今天中午真去不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事关我兄弟的尊严，我走不开。你他妈跟老子在这尽孝是吧？跟我去。我不去，那个什么饭局，你下次再安排吧。这小子吃错药了，居然敢不听我话了，还什么身关兄弟的尊严。算了，这毛躁的性格带过去也是在大人物面前丢人，万一惹了祸，反而弄巧成拙。老罗来了，坐。老方啊，今天这局真是辛苦你了。不过，你那位后辈到底是做什么大生意的？你也知道咱们企业办事总得摸个底，我等会儿也好知道怎么去跟人家沟通啊。老罗，陆总是京城来的，他平时在江城代步的车是一辆黑色轿车，车牌号是江 A00006。前几天，张会长私下里跟我说过一些话。他说，连他自己都看不透这个年轻人的深浅。张爱华，那位京城的大佬竟然亲口承认看不透。小川来了，快过来坐。没有带几10万的名表，没有那种顶级财阀公子哥外露的逼人贵气，甚至连走路的姿态都显得极度普通。但是配上方志远此刻那种发自内心的恭敬态度，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表明他不一般。大象无谱归真，真正站在顶端的人根本不需要用外在的物质来标榜自己。方叔，这位就是罗总吧？陆总您好，我是江城卫的罗锦和，今天能跟您见面，真是我的荣幸。小川啊，刚刚我说的茶你带了没有？我那罐已经喝完了，这几天可是馋得紧啊。方叔，你都特意打招呼了，我怎么可能不带？其实我家里的那大半罐顶级茶根本就没舍得喝，今天故意当着罗锦和的面让陆川把茶叶拿出来，全都是我精心算计好的套路。想要彻底击碎罗锦和的最后一点疑虑，就必须让他眼见为实。没有什么比这种只流通在绝对顶层的茶叶更能带来直接的震撼。方志远好歹也是江城商会的会长，怎么会对一罐连包装都没有的破茶叶表现得如此郑重？这就跟供着什么稀世珍宝一样。这茶，这种味道，我只在一次去上面汇报的时候喝过，那是只有最核心的顶级圈层才能有的东西。
茶。这茶坏了。不，没坏，绝对没坏。陆总，这茶太珍贵了。是吗？罗总要是喜欢，我那里还有好几罐，等会儿给您拿一罐。好几罐？这种级别只存在于绝对核心圈层的顶级特产，他张口就是拿一罐，这真是误闯天家了。使不得，陆总这绝对使不得。这茶太珍贵了，我在这里品尝到一杯，已经是好运气了。我绝对不能收这么贵重的东西。奇怪，为什么他们喝到这茶都这么震惊？这不就子昂的母亲王翠萍阿姨送给我的吗？难道不是普通茶叶？只有这一个解释了，这茶叶真的很稀有。我重活一次，在人情世故这方面，还是欠缺了太多经验。这人情要是欠下了，以后可不好还。必须得赶紧琢磨着给王阿姨补一份像样的回礼。小川啊，老罗他对咱们青鹿宴餐饮这块的业务非常感兴趣，你看。好啊。青鹿宴目前的定位是极致的高端餐饮。基于这个定位，我的规划是，目前在国内每个省的首会只开一家门店。只开一家？2个原因。第一，是高端食材的供应量和质量问题。如果是大规模铺开，食材降级，牌子就砸了。第二，是人的问题。国宴水准的厨师数量太少了。但是，餐饮这块蛋糕，我们不可能只吃塔尖的那一点，所以由青鹿宴餐饮公司全资控股。我们要成立一家全新的子品牌公司，品牌的名字定为陆续。陆续主打中高端餐饮市场，在每一个目标城市开多家新的分公司，陆续都可以落地，5到10家门店，形成规模化的矩阵。好。这种既能保住高端品牌逼格，又能通过子品牌快速占领市场份额，同时还能解决人才梯队问题的战略布局，根本不像是一个大一新生能想出来的，太成熟了。陆总，我们江城卫集团对这个项目有着浓厚的兴趣。不过，合作归合作，利润还是得讲清楚。江城卫要求拿下鄂省分公司67%的绝对控股权。67%？作为交换，我可以调动江城卫充裕的资金流，为分公司提供全套顶级的餐饮设备，还有集团内部最成熟、经验最丰富的管理团队。哼，老罗啊，你是把大家都当成没见过世面的傻子了吗？你刚才说的那些筹码、资金、设备、团队，青鹿宴这边一样都不缺。你想拿一堆空头支票换走67%的绝对控广权，你这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你以为青鹿宴凭什么敢定高端？青鹿宴的主厨陆德韶，下个月就要启程前往骆驼国去参加国际最顶级的厨艺比赛，而且他是全国唯一一个参赛的厨师。骆驼国顶级赛事，全国唯一，这个名头含金量很高啊！不仅如此，青鹿宴的供货商是东北顶级的世家，东北的韩家和张家。东北韩家、张家，国宴的班底，世家的特供，国际赛事的代书，这种世界级规格的盘子，你想花点集团里挤出来的零花钱，就跑来摘桃子？你想的也太美了吧！做你的春秋大梦。老方，你别太嚣张！你信不信？这种上位者的威严太可怕了，这眼神太吓人了。哎，他干什么呢？怎么突然就不说话了？我刚刚走神了，
心里正想着怎么给阿姨回礼，怎么这罗总突然就拍桌子了？怎么我看了他一眼就趴窝了？我该拿什么回礼？罗锦和，江城卫餐饮集团。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给王阿姨回礼了。完了，被看穿了。这位大人物肯定是看穿了我刚才在心里的那些嚣张念头。我必须想办法找补，必须掩饰住我的恐惧。陆总，我刚才提的那个条件，听起来可能确实有点唐突了，但是你也得体谅体谅我们这些在集团里办事的人的难处啊。唧唧歪歪说什么呢？懒得听。罗总，之前的合作大框架不变，但是最多只能给你们20%。20%？太少了吧？而且江城卫必须全权负责陆续在全省的铺路工作，所有的渠道下沉，所有的地段选址，还有打通所有的关系，用你们全省的核心资源倾斜，换这20%的股份。这不是一张赤裸裸的卖身契吗？不可能！陆总，您这个条件太苛刻了。罗总，你的位置加上你上面那个人的位置，够这个价码吗？陆总，您这话就说的有些远了。我罗锦和在江城卫集团干了这么多年，行得正，坐得端，我头上那些也是干干净净。罗总，您误会了，我刚才那句话不是在威胁您，我只是在提醒您，你们江城卫集团内部，或者说在你们引以为傲的那个干净履历下面，藏着一个非常致命的隐患。这个隐患如果任由它发展直到彻底爆开，不仅会毁了你，还会把你上面那位的职业生涯彻底断送。虚张声势，一定是虚张声势。陆总，我们集团内部的管理非常严格，您说的什么致命隐患，我觉得纯属无稽之谈。哼，前世我一直在关注他们集团的动向，在这个时间节点，他们即将爆发一场集团内部最大的丑闻事件。那个关键人物只有他们上层才知道，但是身为穿越者的我却一清二楚。郑宫。他怎么知道？郑宫可是我最坚实的人脉靠山，连方志远这种商会会长都不一定清楚。他一个大学生是怎么知道的？今年的11月下旬，江城卫集团出现重大火灾安全事故，罗锦和的上级郑宫难辞其咎，一辈子未能东山再起。您怎么会知道郑先生？您到底知道了什么？还想继续听下去吗？想听的话，那刚才关于鄂省陆续分公司股份的条件。陆总，如果您说的隐患是真的，股份20%太少了，最少40%。好，就40%，成交。破窗效应，想要同意别人凿开窗户，就先跟他说要把房顶添了。我一开始的底线就是给江城卫49%以下的股份，现在超预期完成目标。好深的道行。陆川无论什么时候都呈现一副平和的样子，但在这种商业谈判上，他就是凶狠狩猎的老虎。陆总，既然合作的大框架定下来了，您刚才说的那个致命隐患到底是什么呢？小川，等一下，要不等会儿再说。万一罗锦和知道了隐患，回去把雷排了，转头不认这笔账，这买卖不就彻底赔了？方叔，没关系的，即使罗总事后反悔不认这笔账，也是无所谓的。好坦荡的心胸。无所谓的事情，这颗雷涉及到陈子阳家，前世陈家因为这个失去过半财产，况且最重要的原因是为还了王阿姨的人情。再者说，还能救下前世因为这次事故而丧生的人，挽救好几个家庭。至于这个郑宫和罗锦和，不过顺手的事。陆总，请您指教。罗总，你们今年有一批门店改造的工程项目，刚走完招标流程，对吧？是有这回事，这是集团今年的重点项目。中标的公司是不是叫9爱千工程有限公司？对，就是这家。
这家公司涉嫌严重资质造假，他们之所以能给出最低的报价，是因为提前知道标底，而且他们计划后续的施工过程中全部使用劣质的低级建材。罗总，这些低级材料会遍布全国门店，万一有一些场所失火，那种安全事故，你们能担得起吗？这种几千万的大工程，谁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玩这种把戏？专门负责这个项目的，是不是叫郝祥前？郝祥前，这是集团内部负责工程代工的副总。其实他敢这么干，背后其实是爱华谦。爱华谦？您是说幕后之人是我们集团副会长之一的爱华谦？消息我已经给您了，剩下的您自己回去查吧。如果陆川说的是真的，这颗雷一旦炸开，集团就完了呀。陆总，方会长，这件事我必须马上回去处理，今天这顿饭就不吃了，实在对不住了。小川，老罗刚才的样子绝对是吓到了，但是连个意向合同都没有签的情况下，我们拿什么去反制他？方叔，不要去期待任何人能够100%的信守承诺，这种期待本身就是一种脆弱的赌博。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交换，关系的底色是互惠。罗锦和今天坐在这里愿意低头，不是因为我的话有多好听，而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恐惧，同时也看到了利益。人只会因为有价值而受到尊重。如果他今天回去真的过河拆桥，那只能说明青鹿燕现在的价值还不足以让他死心塌地。真正能成事的，永远只有那个足够强大的自己。只要我们手里的东西是最好的。受教了，还是小川你的格局大，是我这个老头子把眼光放得太窄了。方叔，其实您也不用太担心罗锦和会反水。我敢把9爱签的底牌交给他，是因为这张牌根本算不上王牌，我手里还有别的东西。这牌根本就不是王牌，我以为他已经把2王4个2打出来了，实际上只是一个对4，这就对了，这才是京城大物人物该有的行事著作风。怎么可能真的不留后手，去赌一个人的人品？所有的从容和不在乎，全都是建立在绝对的掌控力之上。我真是老糊涂了，居然去担心这种背景通天的大人物会吃亏。原来如此。我这人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哼，就四处显摆的富二代。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我爸的身份摆在那儿，我都没有在学校里装什么大少爷。哼，一个大一的新生，也敢在我们面前摆谱。走，去那个陈子昂的宿舍，我今天非得替老兄好好教育教育他。罗哥，不能直接去找他动手。怎么，我还打不过他？不是，直接动手打人，怎么都不占理。咱们是正义的一方，没必要这么极端。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我昨晚在学校论坛上查过这小子，他非常高调，名牌不离身。他最在乎的就是他那个富二代的排场。哼，对付这种死要面子的人，从肉体上打他一顿，他也就是疼几天。而且他还会有机会反咬一口，必须从他最在乎的地方下手，从他的体面下手。我们要让他当着全校人的面下不来台，让他在学校里丢尽颜面。吼吼吼吼吼！杀人还要诛心？行，你放心吧，这事儿我管定了。我虽然叫罗素，但是我可不是吃素的。赵哥，你在安保那儿应该有点人脉吧？赵哥，你在安保那儿应该有点人脉吧？咋了，老弟？谁不长眼睛？你就直说吧。504宿舍，我看最近有点跳。你稍等一下，我马上查一下504宿舍的相关记录，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违规的地方。查到了，这个504宿舍还真有点问题。开学初的时候，他们宿舍有个陈子昂，他爸爸花钱换了一台新的大功率空调。然后呢？空调虽然是他们自费买的，但是私自原有的旧设备，并且安装新的大功率电器。
陈子航不是最在乎少爷的体面和排场吗？要是当着全楼人的面把他们宿舍的空调给拆了，再换回破烂货，这绝对比打他一顿还要让他难受。赵哥，那咱们马上带人过去。这种助长歪风邪气、危害住宿之地安全的害群之马，不能留。罗哥，五栋那边开始热闹起来了，赵哥办事效率真高，咱们不去现场看看？亲眼看这个姓陈的吃丑多解气啊！现在去看，万一被陈子昂看见，很容易把事情往咱们身上扯。我要的不是当场跟他师我起什么正面冲突，我要让他从头到尾都摸不清是谁在搞他。这只不过是第一步而已，后面我还有好几个手段没用呢。我要让他最后丢尽了所有的体面，还不知道刀子到底是从哪个方向捅过来的。哼，那才叫杀人诛心。高，真高！罗哥这手玩得太溜了。你们是谁？检查，看清我们几个的脸，以后查寝都是我来负责。桌面杂乱，内务不整洁。这台空调是谁装的？我装的。开学的时候原来的空调坏了，然后我就自己掏钱买了。你以为这是你家吗？想拆什么就拆什么。现在立刻把这台新空调给我拆下来，然后把原先的那台旧空调原封不动的给我装回墙上去。那台破空调开学第一天就不制冷了，我们换新空调的时候，旧的早就被装空调的师傅拉走了，现在上哪儿去找回来？没想到还有意外惊喜。找不回来了，公共资产，你们不经过批准就擅自处理，甚至变卖给装空调的，你们这是在倒卖公物！他们开玩笑呢，旧空调我们都留着呢，等会儿我们就把它装回去，去旧货市场买一台同品牌、同型号、同年份的旧空调就可以了。成年人的规则就是给对方一个完美的台阶，把事情平息下去。不行，这不是旧空调装不装回去的问题，你们私自安装大功率电器，已经严重损坏了原始线路，现在整个楼的电路都存在极大的火灾隐患。为了保证整栋楼的安全，我通知你们，现在立刻马上搬出这个宿舍。大庭广众之下被后勤像赶狗扫地出门，我以后在江大还怎么混？绝对不行！家父陈富贵在江城做点建材生意，您通融通融。你少跟我套近乎，别说你爸是做生意的，就算你爸认识更大的人物，今天这规矩也不能破。立刻收拾东西，搬出去。怎么回事？说我们开学初换新空调的手续不全，强制要求我们现在立刻搬出宿舍，应该是故意的。这种恶心人的手段实在太低级了。我去，这小子谁啊？居然敢如此无视我！我本来就想立威，现在这小子正好撞在枪口上了。你干什么去了？见到我进来不知道打招呼吗？这种一点小地位就在人面前耀武扬威的手法，实在太幼稚了。这种低维度的挑衅根本激不起我心里任何波澜。你好。
付他几分钟。喂，小川啊。陈叔，后勤有个叫赵四的，现在带着人在我们504宿舍，说我们换空调的手续违规，要求我们现在立刻搬出去。陈叔，现在我们宿舍外面围了一大群人，影响不太好。放心吧，小川，这件事陈叔一定给你妥善解决。你把电话给那个赵四，我来跟他说。他不在我身边，我找个没人的地方给您打的电话。好的，我马上处理。陆川，那可是连京城来的大家族子弟，我之前试探都被狠狠地敲打回来了。赵四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还要把人扫地出门？一旦把这位背景深不可测的太子爷惹怒了，后果不堪设想。赵四简直就是在把我直接往火坑里推。陈校长您好，我是小赵。马上疏散人群，停下你手里正在干的所有事情，立刻马上到我的办公室来报告，绝对不许惹是生非。不许惹是生非，这说明他早就知道我在这干什么了。快去外面，让走廊上的人都散了，别让他们围着了。刚才这个学生刚搬出他父亲陈富贵的名头，紧接着陈校的雷霆警告就直接打到了我的手机上。时间点严丝合缝，陈富贵建材生意，去他妈的小商人！谁家做点小建材生意的暴发户能惊动到陈老？这陈子昂绝对不是什么普通富二代，这绝对是江城本地隐藏极深，能直接够到最高层的大人物。我踢到铁板了，误会，这全是一场误会。刚才空调的事儿是我误会了，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打扰你们休息了，我们这就走，这就走。什么情况？刚才那孙子不是还嚣张的要赶我们出去吗？怎么接了个电话就跟见鬼了一样，怂成那副德行了？我刚才还想跟他干一架呢。我们最近也没惹事儿啊，安分守己的。这后勤处副主任吃饱了撑的，搞这么大阵仗找茬，一定是早上警告我的那个男生。我明白了，那男的是熊岭的兄弟，这一切全都是熊岭搞的鬼。对不住了，兄弟们，应该是因为我惹出的事儿。陈总，你惹什么仇家了？事情是冲着我来的，我自己会去解决。川哥，刚才谢了。进。笑。赵四，你好大的官威啊！说吧，今天这事儿是谁指使你干的？让我这么干的人是罗苏，江城卫集团老总的儿子。如果现在把罗苏供出来，那我就惹了罗家。没有谁指使我，是我自己的决定。好，你不说我也能查到，去调你们的通话记录，去查你的手机通讯单，这对我来说不难。但如果是让我自己查出来的，到时候这件事的性质可就完全变了。我全都说，是罗素，江城卫集团老总的儿子，我真的不知道那里面有您关照的人啊，我就是一时糊涂，被那个罗素当枪使了。罗锦和的儿子，不过就算是罗锦和惹到了背景深不可测的陆川头上，那也是自寻死路。回去，
写一份50万字的深刻检讨，明天在广播站给那几个受影响的孩子做一次深刻的、公开的通报道歉。是，我一定深刻反省。你现在的位置不合适了，你先回家休息几天，重新沉淀一下吧。谢谢校长，我坚决服从安排。陆川说的没错，这个内鬼果然是好钱。幸好陆川提前告诉我了，要不然被他害惨了。铁证如山，严丝合缝，我得好好感谢陆川才对。陈校长啊，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老罗啊，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陆川的年轻人？陆川，我今天中午才刚跟这位祖宗见过面，现在陈松基又特意打来电话询问陆川。认识。陆总他怎么了？老罗认识就好办了。你儿子罗素今天下午指使一帮人去宿舍招惹陆川，还要强行把人赶出宿舍，影响非常不好。老罗，陆川是什么背景不用我多说了，你看着办吧。坑爹货，坑死你爹了！陆川今天那么轻描淡写的把郝翔和爱华相的地给我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陆川今天根本不是为了促成商业合作，而是在敲打我。他手里还有能让我万劫不复的更大把柄。逆子，逆子！老子辛辛苦苦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像个孙子一样在陆川面前赔笑脸，就是为了保住他们罗家的基业。而这个坑爹的逆子在背后硬生生的拿刀捅我的大动脉。逆子，快给老子接电话！学弟，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赵四刚才去了我们504宿舍，要把我们全宿舍的人扫地出门。你大可以正面冲着我来，在背后玩这种阴招，实在太虚伪了。我绝对没有做过这种事，我也根本不屑于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去报复谁。陈子昂肯定是扛不住施压，所以才灰溜溜的跑来，准备向熊岭低头认错了。陈子昂，你脑子转得挺快啊，这么快就知道过来道歉了？你们刚才去干什么了？刚刚那事情是不是你们俩干的？是我干的，是我找了赵四。老熊，我就是看不惯他这种富二代，他侮辱你，我就必须得替你出这口恶气。谁让你这么干的？你简直是在胡闹！从头到尾，全都是我自己误会了。这件事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彻底翻篇了。小丑竟是我自己。罗哥，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那就现在立刻向陈子昂道歉。让我跟他道歉？不可能。沃超威，逆子，你是脑子被狗吃了，还是吃了狗的脑子？你知道你惹了谁吗？沃超威，你妈的！老子在外边给人当孙子，你他妈当面就把人惹了！爹，我到底惹到谁了？惹到谁了？陆川，陆总，他掌握了我们全家的命脉，背景深的我都看不透。你爹我中午给他卑躬屈膝端茶倒水，还特么专门告诉你别惹学校的人，你就是不听，咱们全家被你害惨了。爸，我没惹一个叫陆川的人啊。我超威，惹人你给我惹好的呀！你让人去闹事的那个宿舍就是陆总的宿舍，你特么！现在就给人跪着去道歉，他不原谅你，你就跪一辈子。要不然我们罗家明天就可以全体上天台跳楼了。去，跪下给他道歉，要不老子大义灭亲，亲手把你超度了。一鞠躬，二鞠躬。爹，我错了。
那啥，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我最讨厌的就是事后道歉。杀！你想道歉，但不是在这里。如果你是真心的想道歉，就跟我回504，当着我所有室友的面，向整个宿舍道歉。去504，那不就意味着他能直接见到那位连亲爹都看不透的京城大人物？应该的。你稍微等我一下，给我10分钟，就10分钟。咱们上去吧。队3，要不起。陈总回来了，不玩了，不玩了。刚才你手里还剩19张牌，我没算错的话，你手里的牌最大的就是1张 A， 你这是眼看要春天了，借机耍赖。加上这局，你欠我和一方一人15个脑瓜崩，记在账上。算得真清。对不起，今天空调的事情是我找赵四做的，给大家添堵了。那个坐在窗边，捏着扑克牌，从头到尾神色最平淡的男生，绝对就是我爹电话里咆哮的那个名字，陆川。东子，你觉得呢？咱大伙儿都搁一个学校念书，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往后可别搁人背后整这些下三滥阴损手段就完事儿。我都行，主要看子航的意思。行了，既然你认错，这事儿就算翻篇了。不过你要是再搞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您放心，绝对不敢了。以后在江大504宿舍有任何用得着我的地方，只要您一句话，我罗苏随叫随到，赴汤蹈火。罗素的这句承诺，表面上是说给504听的，实际上每一个字都是专门讲给陆川听的投名状。对了，还不知道这位学长叫什么名字呢？我叫罗素，这位是侯毅。这是我跟老熊一起合伙弄的健身补剂，牌子叫雄霸天下，在咱们江城这片卖的还算不错。今天拿过来给学弟们试试，平时打个球健个身什么的，喝点这个长肌肉特别快。这蛋白粉确实好使，原料都是我亲自盯着进的。雄霸天下，雄霸天下，5年后，这个健身补剂品牌几乎垄断了国内70%的下沉市场。我想起来了，原来这对组合就是这个未来商业帝国最初的雏形。不过，现在的雄霸天下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缺少了最核心的配方护重合。3年后，他们花重金请了国内的科研团队，才解决了这个黄金配比的问题，从而一飞冲天。更巧的是，我前世特意看过他们的成功经验，这一世过目不忘的大脑让我清晰地记得那个配方。不如我也掺一手。这个牌子我听过，不过你们现在的配方亮氨酸和铬 L 氨酸的比例有点问题，产品的肌肉分解率还是有点高，而且蛋白质的利用率也低。陆川，他怎么知道？这正是我们目前研发卡杂子的最大重点，除了我们核心的几个人，别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的这么清楚。我手里有一个改良过的黄金配方，能把蛋白质的利用率提上去，还能解决肌肉分解率高的问题。感兴趣吗？有兴趣，太有兴趣了。陆总，您说怎么干，咱们就怎么干。学弟，不是我不相信你，但这补剂配方是非常硬核的专业领域。我看你的身材，虽然比例不错，但一点都不像是在铁馆里练过的样子。你怎么会懂专业的蛋白粉黄金配比？你管人家练没练过，人家大佬愿意带你玩，你就是个卖热干面的，也得抓住这次机会啊。废话就不多说了，掰个手腕，赢了我，
配方的事儿，就当我没说过。跟熊岭掰手腕，熊岭的肌肉块简直就像是石头一样，这不是找虐吗？学弟，我平时硬拉都是200公斤起步的，真动起手来，我怕伤了你的骨头。重活一世，我的身体机能在重生的那一刻起，其实就已经被潜移默化地优化到了一种恐怖的状态，好像是2式体能的量子叠加，也不是一般的乘以2那么简单。隐藏在肌肉纤维深处的力量，根本不是外表能看出来的。来，准备，3、2、1，开始！怎么可能？这还是人的手臂吗？像是一根死死焊在地底深处的钛合钢柱，纹丝不动，任凭我怎么施加力量，陆川的手臂连1毫米都没有倾斜。火候差不多了，下去，下去。我健身一辈子，力量方面，在江城这片地上罕逢敌手，这一刻在陆川面前，受到了毁灭性的降维打击。其实我赢的也不算轻松，只不过我表现的比较淡定。我操，陆总牛逼！陆总人长得帅，武力值也这么强，人中吕布，攻若不弃。陆总，这配方的生意，咱们接下来具体怎么操作？记一下，许成远，这是我公司的负责人，我稍后会给你电话，晚点你直接打这个电话联系他。具体的配方交接、入股比例还有生产事宜，他会全权跟你们对接。明白，我懂规矩。既然已经和大佬照面了，关系也缓和了，在这里多待1秒都有可能会让这位大佬觉得烦躁，从而改变主意。见好就收。陆总，各位学弟，我们就先不打扰你们休息了。走了走了。川哥，你老实交代，你以前是不是在少林寺挑锅水？你这力量也太夸张了吧！陆川，你这到底怎么练的？无他，为手熟耳。啊！这几天就像地狱一样，果然和陆川说的一样，9爱铅工程公司内部的蛀虫郝祥前全对上了，但他背后站着爱华铅，我只能把我背后的靠山大佬郑公郑先生请来。可郑先生也搞不定，只能约一下陆川，请陆川指条明路。我超威、郑公、省集团的大佬，前世经常上新闻的大人物。陆总，前几天您说的事儿，我回去之后立刻彻查了一遍，您说的全对，一点都不差。但是这牵扯面太广，稍有不慎，整个集团都会跟着遭殃。我们现在只想把这件事的负面影响压到最小。陆总，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处理才合适？我先缓缓，这郑公的气场略强啊。陆总手段太强了，这是在谈判中最常用的施压手段，沉默、不接话、不表态，你自己去揣摩。稳如泰山，稳的根本不像是一个学生，这绝对是常年累月在那种顶层圈子里熏陶出来的气场。陆总，这是诚意。您提出来的关于陆续分公司的所有合作条件，包括江城味全渠道的倾斜，我们集团全部答应了。只要您觉得没问题，签个字。我的财务核实过这份合同没问题，互惠互利，双赢。筹码收了，就意味着他要开口解决问题了。罗总，关于上头那个人和那个内鬼的问题，其实很好解决。陆总，这怎么解？对方背后站着可是那位艾先生，我们要是硬动好想钱，上面肯定会施压。第一步，你亲自把何享钱叫到你的办公室，单独约谈。单独约谈？把证据直接甩在他脸上，直接打明牌。
告诉他只要把这份材料递交上去，他下半辈子就得在里面踩缝纫机。跟他摊牌之后，给他2条路：第一条，材料上交，他进去吃牢饭；第二条，让他把吞进肚子里的那500万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给9爱千公司，并且这次门店升级改造的项目必须由他亲自盯着。原来计划使用的那些劣质低级建材全部作废，让他自己掏腰包垫资进去，按照市场上最顶级的材料标准，把这个工程给我干得漂漂亮亮。小川，你这招阳谋够狠啊！既能不惊动集团，还把这次竞标的丑闻变成了一件功绩。郝享前不仅要把吃进去的500万吐出来，他自己最少还得倒贴1000万左右的真金白银进去，才能填饼这个大坑。不仅不流血的解决了工程的质量隐患，还能让内鬼自己倾家荡产的给集团打白工，这是纯粹的杀人诛心。这是他咎由自取，他要么选择破财免灾自己把坑填平，要么就去踩缝纫机，填平之后以调动的名义把他扔到最边缘的职位。陆总，您这方案确实很好，可是我们这只是解决了内部问题。郝享前可是爱华谦的人，一旦动了他，必定会引起背后那把伞的警觉和反扑。打狗也得看主人，最后还是免不了一场撕破脸的恶战啊！虽然我的实力很大，但爱华谦也是跟我平级。整个鄂省像是我们这种级别的人，也不过才几个。你看，又急。那位艾先生，他蹦跶不了几天了。陆总，你这话可不能乱说。爱华谦根本深厚，你说他要倒，总得有个由头吧？前世我跟在那些二代后面混的时候，明确听到过那些二代们议论，很快那个姓艾的就会下去。由头，现在你们省集团内部的局势其实很明朗，3方鼎立，各自为营。表面上和和气气，私底下谁都在死死地盯着对方。这年轻人都想抓个大把柄，把对面的人给搞下去，换自己的人上。爱华谦，他是3把手那一派的核心人物，但是3把手最近这2年手生的太长了，吃相太难看，上面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前些日子总集团的张爱华什么会来到江城，不是为了查集团内部案子吗？那只是表面，真正目的是敲打姓艾的。可是姓艾的没听懂上面总集团的意思，过不了几天，上方就会直接拿爱华谦开刀。罗总，您现在还会担心一个过江难保的泥菩萨阶下囚会因为好想钱来找你们的麻烦吗？张爱华来江城的真相，很多事情我甚至连想都不敢往深了想。可眼前这个年轻人，竟然能把这些绝密的动向掌握得如此精确，甚至连总集团上面未来几天即将对艾先生采取的行动都一清二楚。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陆川背后有着一张直通巅峰的恐怖情报网，这意味着陆川代表的绝对是最顶层那一小撮人的意志。装逼之道，点到即止，见好就收，该收网了。江城卫内部的那颗雷，我帮你指出来了，后面怎么办，我也告诉你了，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去办吧。明白，陆总，我全明白了。关于江城卫和陆续的合作，您这边还有什么其他顾虑吗？正宫先生，我今天微服私访，以纯粹的私人身份陪着罗锦和来走这一趟的。从进这间商会包间开始，无论方志远还是罗锦和，从头到尾都没有向陆川透露过半个字关于我的身份信息，连我姓什么都没提过。他怎么知道我，还知道我的身份？您认识我？您认识我？郑先生，在省集团这3大派系的夹缝里当一个谁也不靠的孤臣，滋味不好受吧？整个集团圈子，您是罕见的不站队的人，您靠着出众的个人能力做到了1把手的位置，可惜了，在这个世界没有背景就是原罪。一旦遇到大风大浪，
您连个能遮风挡雨的靠山都没有。爱华签没多久就要完了，但是在他们倒台之前，这起丑闻一定会成为别人手里的刀，他们一定会把帽子死死地扣在您的头上，把您当那个平息风波的替罪羊。您会告老还乡，找个清闲职位，过一辈子再无出头之日。如果我不干预，事情就是这么个走向，因为这就是前世发生过的事情。陆总，您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是哪边的？您多想了，我哪边都不是，我就是个平民老百姓。平民老百姓，这叫平民老百姓，100%的假话。不过，越是站得高的人，越是不屑于承认自己是哪边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制定规则的那一批人。从头到尾，我是平头老百姓。这是我进了包房之后唯一的一句实话。陆总，您给我指条明路，只要您能帮我度过这一关，以后在江城，在省内，只要您一句话，我郑公绝对鼎力相助。郑先生言重了，我刚才也说了，我在做一点餐饮实业，陆续这家公司未来要铺开，需要您这边给予支持。吓死我了！我本以为陆川会提出过分要求，结果只是让我扶持一个正当的餐饮实业公司。陆总您放心，我一定鼎力支持。您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目前很多东西都是我用嘴说的，没有给他们吃下定心丸之前，一切的许诺都不作数。我原本的计划是稳扎稳打，慢慢积累，但是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从张爱华的出现，再到今天认识的省集团正宫，重生的蝴蝶效应早已在暗中掀起了风暴。我这只蝴蝶扇动的翅膀，已经让原本的局势变得面目全非了。很多前世蛰伏在暗处的人和事都提前浮出了水面。既然局势已经乱了，而自己手里的牌也好得不得了，不如趁着前世的记忆还没有完全崩溃，我索性玩个大的，重活一世。我本来只想小富即安不装，但是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个位置，那就让我这只蝴蝶掀起一场席卷整片大地的台风。只有这样，我才能有真正不装的资本。张会长好，现在方便说话吗？小川给我打电话这么正式，还叫职务，一定是有要事。我得换个电话，在开会，没时间。这什么情况？如果真的在开会，他就不会接电话；如果真的没时间，他也不会直接说没时间。张叔这样的反应，不是拒绝，而是明确地告诉我，电话他会拨回来。是我的私人电话。喂，老方，手机给小川。张叔，哎，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工作的时候称职务。哈哈哈哈。张叔，哎，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工作的时候称职务。好的，张叔，哈哈哈哈，开个玩笑。小川，找我什么事儿啊？那可是张爱华，级别在我之上，而且是总部的人。最重要的是，张爱华可是上峰的尚方宝剑，我见了都得恭恭敬敬的叫一声张先生。而这个年轻人竟然这么跟张爱华贫嘴，张爱华一口一个小川，这得多熟的关系？张叔，不开玩笑了，恭喜您高升。小川，你小子，刚才打个电话神神秘秘的，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跟老方在一起。行了，别跟我来虚的。您最近又要来江城了吧？这小子
我即将再次下江城的事，目前还在绝对的保密级态。这小子怎么又提前知道了？什么都瞒不过你小子。过几天确实要回去一趟，到时候咱们再聚聚。正好，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提前给您引荐个人。张会长您好，我是郑公。郑公，我听过，我懂小川的意思了。哦，郑公啊，久仰大名，你最近的业绩不错嘛，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我在江城等您来，我郑公绝对全力配合。这几句话就是我的投名状，身家性命全部托付。好，有你这句话，我这趟江城之行心里就踏实多了。把电话给小川吧。小川啊，我马上再下江城，正是用人的时候，你小子这是提前给我送了把尖刀啊。这主要看来您怎么想了。哈哈哈哈哈哈！行，我心里有数了。江城见。我有点懵了，亲眼见证了一场顶层的洗牌。就在这通短短的1分钟电话里，主导的人是20岁不到的陆川。陆总，大恩不言谢。以后在江城，只要我郑公还在，您指哪儿，我打哪儿。郑先生坐吧。张会长再次下江城，正好需要你们集团，你那几个对头的一些信息，你懂吧？懂了，我绝不让您失望。如果这次我能当好张爱华手中尖刀的角色，如果他们上边打架两败俱伤，腾出一片真空地带，那我就可以。一切皆有可能。郑先生，你加油吧。郑公的这件事解决了，这枚棋子下的位置很好，接下来就是给子昂的妈妈回礼的事情。他的那几罐茶叶帮了我不少忙，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川哥，你在哪儿呢？怎么跟做贼一样？没做贼，我在宿舍呢。我刚刚躲在阳台给我妈打电话要钱呢。我这几天被陆川们帮了太多了，面子里子全靠室友撑着，我必须得买几份拿得出手的大礼，来回馈这帮兄弟，尤其是陆川。但是给我妈要钱这事，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行了，阿姨这会儿在哪儿？我找她谈点事。找我妈谈事？陆川找我妈，这是要带着陈家发大财啊！川哥，你要带我们家搞什么大项目吗？我爸今天在家休息，我妈这会儿在公司看合同呢。发大财，能保住你们家那点产业不被牵连进去放血，就算是烧高香了。谁知道呢？把阿姨公司的定位发我。目的地已到达。好夸张！这种扑面而来的土豪气息，简直淳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现在终于彻底明白了，为什么在前世的大学生活里，那个成天把品味挂在嘴边的江城大少爷陈子昂，无论别人怎么旁敲侧击，他都咬紧牙关不吐露自家公司名字的原因了。这要是被赵一帆或者韩东知道了，大金库这个名字绝对能把陈子恒那点可怜的虚荣心放在宿舍的地板上反复摩擦。等等，遇事不要慌，我先拍个照留念。这要是东子和一帆知道了，哈哈！我最讨厌的就是事后道歉，杀！算了，陈子昂会跟我拼了的，还是不开这种玩笑的为好。小川，王阿姨，辛苦您亲自出来。嗨，跟阿姨客气什么？子昂这混小子刚给我打电话，说你要过来，
我可是把下午的会全都推了，快进来，外面灰大。无创天下，全于方家，手中沙，张口欲唱声绝呀。无双天下，全于方家，手中沙，张口欲唱声绝呀。这一脚踏进的不像是一家建材公司，像是一座刚刚被发掘出来的金矿。怎么，是不是觉得这装修俗气的要命？很有冲击力。你陈叔叔那个人骨子里就是个大老粗，他就喜欢这种金光闪闪，看着就觉得有钱的调调，非说这样能聚财。我寻思，既然他喜欢，那就由着他折腾吧，反正公司也就是个谈生意的地方。装修成什么样不是装。叔叔阿姨够豪爽，这才是真正的大佬级的宠夫狂魔。陈富贵能在江城把生意做到这么大，恐怕有一大半的功劳都得归功于背后这位王阿姨。走吧，小川，这大厅待久了确实晃眼睛，去阿姨楼上的独立办公室，那边清静点儿。小川，你今天特意跑来公司找阿姨，有什么事直接跟阿姨说吧。王阿姨，大金库最近是不是跟一家叫九爱千的工程公司签了一批廉价建材的供应合同？你怎么知道？确实有这么回事，前几天刚签的合同。小川，你也看到了，我们大金库做的是全品类，但主要利润点都在中高端环保建材上。那种劣质的廉价的工程板材和底料，我们平时根本不屑去做。但是这家叫九爱千的公司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们要的量很大，而且给出的利润空间简直高得离谱，比市面上的正常行价足足高出了10个点。这么大一块肥肉送上门，总不能拒绝吧？我等会儿开的高管会，就是要安排底下的供应商进货，把这单子给吃下来。天上掉馅饼的事，在商场里极少发生，但面对如此丰厚的利润，哪怕是王翠萍这种女强人，也难免会动心。的确是块肥肉，但里面可是藏着穿肠毒药。什么？这家九爱千前不久刚刚中标了江城卫餐饮集团的门店升级科咩改造工程，他们是打算拿大金库提供的这批廉价劣质的建材，玩一出以次充好的把戏。什么？江城卫集团？那可是江城本地体量最大的实业集团，把劣质建材用在集团几十家门店的升级工程里。这九爱千是疯了吗？他们是疯了吗？这要是以后一旦爆出严重的火灾隐患，或者出了安全事故，首当其冲被查的绝对就是九爱千，而给他供货的大金库，就算不知情，也绝对会被扣上一个连带责任的帽子。到时候，别说这笔利润保不保得住，大金库的招牌会彻底砸了。小川的信息绝对准确，他有能力开00006的车牌，还对老爷给我的那些茶叶那么熟悉。小川，你帮我看看，这笔烂账我该怎么退掉？现在合同已经签了，如果退掉，我会赔偿很大一笔违约金。阿姨，
这批建材您不用准备了，这事儿我已经处理好了。现实生活不是短剧，也不是网络小说，帮了别人忙，就要让别人知道是你帮的忙，这才是做人的道理。暗中帮忙，非傻即呆。是九爱签的刘总。喂，刘总啊，我正准备开会安排你那批货的。王总，货我不要了，那份合同作废。我们公司规划有变，那批廉价建材我们用不上了。刚刚小川那话的意思是不是他早就知道刘总会给我打电话？刘总，咱们可是签了白纸黑字的合同的，你们之前打过来的250万货款定金，这可不是个小数目。现在货我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你们说不要就不要。这违约的责任，违约金我认了。那250万就当是赔给你们大金库的违约金了。这单生意就当从来没发生过，货你们自己看着处理。王总，算我求您了，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白赚了250万，不需要发1分钱的货，甚至连违约纠纷都没有。前不久还催着要货的合作方，现在居然像躲瘟神一样，宁可损失250万也要跑路。罗锦和这头集团老狐狸被逼到绝路上之后，这办事的效率确实惊人。中午在商会定好方向，没几个小时就把郝祥前揪出来，然后把刀架在对方脖子上了。这幸好的，这是断臂求生了。阿姨，上面要严查九爱签公司了，他们在江城为内部的人现原形了。现在对方这是在填坑，用这250万来破财免灾，急着跟所有的违规材料划清界限呢。这世界上绝对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陆川前脚刚踏进办公室，点破了九爱签的黑幕，后脚九爱签的刘总就吓得割肉解约。这根本不是什么上面的严查，应该就是眼前这个年轻人在暗中出手了。他不仅提前斩断了大金库卷入集团贪腐案的灾祸苗点，还顺手让大金库白捡了250万的纯利润。小川，阿姨不问你是怎么做到的，今天这事阿姨记在心里了。阿姨欠了你一个人情。什么人情不人情的，阿姨您客气了。我今天过来就是来回礼的，感谢您上次送给我的那几罐好茶。时间不早了，阿姨，那我就先回去了。好孩子，有时间你们哥几个一起来阿姨家吃饭，阿姨还给你们做好吃的。一定。1个多小时前，儿子忽然打电话要钱，当时我追问他要钱干什么，他支支吾吾半天才含糊地说，陆川帮了他一个大忙，需要买重礼感谢，知子莫若母。我太了解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那块肉了，那小子是个把少爷架子看得比命还重的人，能让他主动开口服软，这说明他在学校里遇到的麻烦绝对小不了，而陆川却帮他解决了。一边是帮儿子解决学校里的天大麻烦，保住了大少爷那点可怜的尊严，另一边是帮我陈家避开了集团暴雷的致命漩涡，保住了陈家这么多年的基业。这2份巨大的恩情叠加在一起，算不清了。陆川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我今天过来就是来回礼的，感谢您上次送给我的那几罐好茶。不可能是为了几罐茶，这只是客套，这种说辞听听就行了，当真就是没脑子。他是真的把子昂当过命的自家兄弟了。仔细回想，上次陆川来家里做客喝那罐茶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太平静了。人只有对平时用惯了的东西，表情才那么平静。这说明人家早就喝惯这茶了。我家的特供茶，在人家眼里可能就是普通的饮料。对于这种背景通天的大人物来说，这几罐茶哪里值得对方亲自跑一趟，就为了排掉一个小雷？感谢您上次送给我的那几罐好茶。时间不早了，阿姨，那我就先回去了。既然陆川走之前特意提到了那几罐茶，说明这个年轻人应该爱喝这一口。
谁？老爷，是我啊，小平。是小平啊，你这大白天的给老爷打电话，是不是在江城受委屈了？哼，谁敢在江城欺负你外孙女啊？断绝了自己父母的关系后，这丫头为了避嫌，已经很久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了。老爷，我今天找您是有正经事求您帮忙。您上次让人带来的茶还有没有？翠萍破天荒地给我要东西，我太清楚外孙女的性格了。这种带着特殊圈层记号的东西，她平时几乎不用，生怕别人说闲话。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说吧，你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欠了你重外孙好兄弟的人情，很大的人情。哪个小子能让我外孙女欠人情啊？是个京城人，名字叫陆川。他在学校帮了你重孙子一个大忙，而且刚刚还帮我排掉了一个能让我家元气大伤的大雷。我手里实在没啥好东西能拿得出手，而他经常喝你上次偷偷给我拿的那种茶，所以只能找老爷帮帮忙了。京城陆家，我怎么不知道有个陆家？难得我外孙女开口，我这就安排人给你送10斤过去。谢谢老爷，老爷万岁！哈哈哈，你这小妮子。陆川，对二，要不起吧？我就知道你们俩要不起。过，我炸4个老 K， 哈哈哈哈哈！东子，你又输了，5个脑瓜崩，赶紧的把脑门伸过来。自从上次打牌输给陆川和赵一帆30个脑瓜道之后，我特么不信邪，直接上头。这几天拉着人就干牌，结果怎么越输越多，脑门都快被弹秃噜皮了。拿来吧你。哼，川哥回来了，快来快来！3个人玩斗地主没意思，东子太菜了。川哥，你平时都喜欢玩什么棋牌或者麻将之类？我平时不怎么玩，如果实在有场，那就玩玩麻将、卡5升、掼蛋、纸牌红石之类的。我去，川哥，你还会挂带？来一桌！去你的！整就整红石，咱们4个人凑一桌红石。你们玩吧，像东子这样又菜又爱玩的，再多弹几下，估计脑震荡都要被弹出来了。这是概率学问题，我今天就是手气差了点儿。下个月我要去一趟骆驼国，我手里正好有2个随行的名额，兄弟几个谁跟我去转转？骆驼国是去参加下个月陆师傅那个国际顶级厨艺比赛。对。我操！出国！我去！这必须得去啊！我去！活了18年，除了江城，我剩余时间基本都在东北晃悠。这次去骆驼国，肯定很好玩。怎么了，东子？拉倒吧，俺想起来，俺好像没有护照，俺妈不让我办。
我也没有护照，我妈觉得外边太危险。俺也一样。这位继省赵家的继承人身上绝对不可能没有护照。出国，憋死我了！我说赵大少爷，咱们是来游学的，你这收拾行李的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明天要去华二街收购哪家投行呢。出门在外，东西分备放好，用的时候才不会浪费时间。无趣，走走走，别管你那些破规矩了。楼下街角有家快餐店很顶，今天必须把你从那张写满计划的表格里拽出来。我刚刷了牙，刷了也得吃。一凡，等咱们以后真过来读大学了，就在这附近租个离学校近的公寓吧。必须得我跟你合租，要是没有我天天盯着你，拽着你出去吃喝玩乐，就你这种性格，迟早把自己活成老和尚，一个清心寡欲的老和尚。那个时候，我觉得未来的日子理所应当的就会这样，顺着轨迹走下去。我们会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学，一起在异国他乡租一间公寓。周一鸣还会继续抱怨我的古板，而我也会继续容忍周一鸣的聒噪。可是，所有未来的构想都在那个夜晚被彻底粉碎。我的笔记本落在刚才那家咖啡厅了，我去拿。你身上衣服都湿透了，赶紧上去洗个热水澡，我去帮你拿。算了吧，雨太大了，视线不好，明天早上再去拿也来得及。放心吧，几步路的事儿。要是真丢了你那些宝贝笔记，你今晚又得难受的睡不着觉了。当时我站在酒店的玻璃门内，我想叫住他，但我最终没有，就因为那一瞬间的迟疑。从那之后，我对出国产生了浓重的心理阴影。从那以后，也再也没有过任何的朋友。直到陆川他们出现。一帆，想什么呢？这趟骆驼国之行，安保级别绝对是王室规格的，根本不可能出现一鸣当年的那种意外。可是，我心理上的那道坎，依旧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怎么了？可是，在东北如果没有原谅赵家，我们赵家早就被京城的家族碾成灰了。现在，陆川要去人生地不熟还危险的异国他乡，就让他一个人去。如果真的遇到了什么突发状况，连个帮忙跑腿的人都找不到，去他妈的阴影！我有护照，我跟你去。好，这是车厘子给的王室专属邀请函，拿着这玩意儿，不用走那些繁琐的普通程序。这就是王室信物的压迫力吗？这可是顶级权力的象征。我这就去准备。我这通电话打回去，把我要出国的事告诉家族，家族一定会爆发8级大地震。一帆，妈，你明天派个人过来江城一趟，把我的护照带过来，我要出国。
国？你要去哪儿？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要出国？一帆，出什么事了？是不是在江城遇到什么问题了？你别下坝呀！现在家里能和那几位大人物联系上的只有你，你要是出了事，家族就完了。一帆，你不是从来不出国的吗？是出了什么大事吗？没出事。下个月我要跟陆川去一趟骆驼，去参加一个国际厨艺比赛。嗨，你这孩子说话怎么大喘气呢？哈哈哈哈！早说是跟陆川一起去呀。陆川，那可是我赵家8届不上的人，儿子跟着陆川一起出国，别说去骆驼国了，就算去北极看北熊，都觉得安全的不行。这天下还有谁能动陆川不成？除了我那不长眼非得查人家资料的老爹。去，必须去！爸，这就安排飞机飞江城，明天一大早，保证把护照交到你手里。一帆啊，下个月就走，签证审查特别严格，手续很麻烦的。这短短的不到1个月的时间，来得及吗？不用担心，陆川刚才给了我一张王室的专属邀请函，办签证很快的。天下生于放下手中事。王室邀请函这几个字根本不在我们这群北方商贾的认知字典里。降维打击，这就是年轻人网络上经常说的降维打击。随便给出一张王室的专属邀请函，这特妈是什么离谱的排场？这位陆川到底是什么来头？这底牌简直就像是个无底洞，越往下挖，越让人觉得恐惧和敬畏。建明，让管家明天去的时候带这张卡过去，我会往里面打2000万。一帆啊，这趟跟着陆川出国，牌面必须要讲究，去买几身拿得出手的行头。另外，你也顺便给陆川置办点好衣服、好物件，花多少钱家里全包了。他最近在忙生意上的事，估计没空去逛街买衣服。生意能让陆川亲自操盘的生意，那绝对是带着滔天富贵的金矿。一帆，什么生意？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咱们赵家能不能在里面掺一脚？哪怕是打个下手也行啊！乖孙子，我给你批无限额度，不管要多少钱，要多少资源，你尽管开口。你一定要找机会死死地搭上陆川的这条线。建明啊，我老糊涂了，前些天差点毁了赵家，还好一帆和陆川关系好，有这层关系，咱们赵家以后一定会在一帆手里崛起。这小子的眼光，还有他办事的手腕，甩了我这个老骨头10万8千里。建明，查陆川资料的那天，事后我已经对外宣布退位了。今天我彻底放权，你来担任家主。家中一切事务，你统统把关，我不再过问。你记住，以后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放手，千万别学我，抓着权力不放，差点害死了一家人。知道了吗，建明？请父亲称家主。请父亲称家主。父亲把持家族40年，一直不肯把权柄交给建明。建明做了40多年太子，之前对外宣布退任，其实只是对外的说法，今天终于交接了。我要节制赵家权柄。但是父亲，
其实我对赵家那些盘根错节的产业一直不太感兴趣，对那些权力争夺我也不想掺和。我坐上家主这个位置，唯一的使命和作用是做一块平稳的垫脚石，就像我最喜欢的皇帝明仁宗朱高炽一样。中间的这段路，那些阴暗的得罪人的活我全接了。我会替一帆把这个家看好，等他大学毕业，等他真正成长起来，我会把赵家干干净净、原原本本交到他手里。但在这之前，属于我儿子的东西，谁也别想动！有子如此，有孙如此，我赵家当兴，当大兴！怎么了？打个电话魂都丢了。护照明天早上就送过来，我家里还给我带了张卡，里面有2000万，让我去买几身好衣服，也给你置办点行头。这赵家老爷子出手倒是够阔绰的。陆川，我爸刚才在电话里让我无论如何也要试探出你最近在做什么生意。他说赵家哪怕是厚着脸皮也得掺和一脚，搭上你这条线。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无耻？你拿我当兄弟，可是我的家里人却满脑子都想着怎么从你身上榨取价值。我觉得我没脸站在你面前，这是一种背叛。我身上满身的铜臭味，我或许根本没资格站在陆川面前。赵家要送钱？我操，还有这种好事！我操，还有这种好事！一言为定，双喜临门。最近我资金链吃紧，陆续下沉市场的盘子铺得太大。虽然江城卫集团包揽了省渠道，但其他省份的市场我是两眼一抹黑，没有任何思绪。现在冀省赵家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要不就算了。为什么算了？这么好的机会哪能就这么算了？赵家不仅自带雄厚的资金链，而且在冀省有着根深蒂固的人脉和实业基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连华大平和谭德盼的口水都省了，这是纯纯的免费立功啊！这是带着干粮来打工的极品仔啊！资本家听了都得流下感动的泪水。不过赵一帆现在的状态很不对，为了好兄弟，我得扮演一个通透宽容的角色，把赵一帆还从这个拧巴的状态给拉出来。困住你的从来都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家族的势力。你在意兄弟的眼光，你觉得你必须在家族和朋友之间维持一个完美的状态。但是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你不用向所有人证明你自己，有人理解你，就有人误解你。你控制不了你家里人脑子里想什么，你也决定不了他们要做什么。你只要守住你自己的心，专注你自己的节奏，别想太多。是啊，家族是家族，我是我，我只要自己问心无愧，为什么苗用别人的功利来惩罚自己的良心？火候到了。这是我公司的总经理许成远，你等会儿把这名片推给你家里人，让他们自己去联系对接。商业上的事在商言商，剩下的破事咱们就不用操心了。我去，谁又在想我？算了，不想了，得干活了。原油、期货、股票、青鹿宴门店管理、全国选址、团队培训，还有陆续，这些活核动力的驴也干不完啊！原来在陆川眼里，这些让我纠结到快要死掉的家族算计根本就不算个事，甚至连让他心烦的资格都没有。这才是真正的通透和格局啊！你爷爷不是给了你2000万吗？明天咱们一起去市中心狠狠的消费。你最近不是很忙吗？你还有时间去消费？废话，又不用我自己花钱。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去他妈的愧疚，去他妈的家族算计。我有陆川这样的兄弟，那些狗屁东西不值一提。
无趣。走走走，别管你那些破规矩了。一鸣，我现在的生活貌似也还不错。10分钟，从我把那张印着王室图腾的暗金色邀请函递进去，到拿着热乎的签证走出来，前后仅仅用了不到10分钟。办完了，办完了，去哪儿？市中心最高端的那个广场，去 ACL 买几身衣服。我已经跟店长艾迪打过招呼了，今天上午闭店，专门接待咱们。行，等会儿刷卡的时候，可别心疼钱。我爷爷巴不得你把这2000万全花光，你要是能把这2000万都花完，我还得谢谢你呢。现在居然有人大白天闭店包场，这是哪路活财神下凡了 ？ATO 这个牌子只有少部分的有钱人会买，没有 logo， 但是价格死贵，这肯定是大人物包场了。陆总，您可算来了，店里已经全都清场了。艾迪，挑几套日常穿的休闲装，另外再定做几件正装。没问题，陆总，快把店里的所有高端款全都推到 VIP 试衣间去。刚刚陆总选的这套衣服是从异国来的高定，是以该国身材高大的框架打造，一般人很难驾驭。但陆总身高尺寸都很优秀，我相信。哦，这也太帅了！陆总果然是少年英姿，穿什么都好看。您不是因为穿上我们 ATL 而更好看了，是因为您的试穿，我们的 ATL 才能更上一层楼。眼前这位跟着陆总一起来的少爷，绝对也是个懂行的行家。这位少爷，您眼光真是太毒了。不瞒您说，我们品牌最顶级的那些灵魂版型，都是由我们的首席设计师托尼老师亲自操刀的。但是，托尼老师今年不知道在忙什么。已经整整大半年没有更新过版型了。现在店里这些都是副设计师出的新款，我们也是催不动啊。不瞒您说，这位少爷，别说普通用户，就连我们公司的 VIP、VVIP 客户，那的地方都无法订到最新款了。VIP 客户不行 ，VIC 客户也不行吗 ？VIC， 他竟然知道 VIC， 这可是比 VIP 还高好几个等级大客户，这可不是有钱就能砸出来的，这是需要长年累月恐怖的消费流水才能硬堆出来的顶级门槛。陆总身边的朋友，果然个个都是惹不起的活爹。这不是我不帮您。托尼老师现在人在京城，脾气大得很，这会儿指不定在哪玩呢。我只是个江城的店长，我只能联系总部要来托尼的电话，然后打个电话试试。打。喂，我操你丫的！你丫够造的！你丫最好是你爹死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找我，不然老子等会儿就过去弄死你丫的！
王大锤，你丫还没睡醒啊？王大锤，这人谁呀？除了京城最核心那个圈子里的几个发小，他妈的谁敢这么叫？哼，就算是我亲爹这么喊，我都得翻个白眼儿。你丫谁呀？看来前世在那些私密高端论坛里潜水看来的八卦，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前世这个托尼，或者说京城王家的少爷王之，放着好好的家族参业不去继承，跑到国外旅了个游，结果跟个二哈一样，对国外王室的卡特琳娜公主一见钟情。为了追求她，这位大少爷硬是改行跑去学了服装设计，结果被京城王家老爷子圈禁。他花了几千万搭上了卡特琳娜公主的闺蜜阿卡丽，结果阿卡丽是个骗子，为情所伤的托尼大少爷自尽而亡。如果不出意外，他自尽也就是2-3个月之后的事了。不过他的选择与我无关，我也不感兴趣。我是谁不重要，我想要你给我和我兄弟一人设计几套正装。哪儿来的神经病？你丫消遣大爷是吧？老子凭什么给你丫设计正装？你丫算老几啊？对付这种被执念糊住脑子的人，讲道理没用，得直接掐7寸。就凭我能带你见到卡特琳娜公主。卡特琳娜，这他妈怎么可能？一个江城土鳖，张口就说能带我见国外王室的公主。你丫从哪儿听来的消息？逗你爹玩呢是吧？好好好，牛逼！你丫别挂电话，10分钟后，你爹我不把你丫裤衩颜色查出来，都算你没穿。不用那么麻烦，我把身份证号直接发给你，我叫陆川，你去查查。喂，二叔，劳您帮我查个人，有一孙子恐吓电话打我这儿来了，我要把他开盒。行，把他名字告诉我。陆川，你等一下。我去，陆川，他怎么了？陆川的资料是最高级别的上锁绝密，全国能拥有的一只手就能数过来。武装边家，全女方家，手中杀，张口欲张。丫够燥的！我说你大白天的给二叔打电话，没安什么好屁。你丫是看你二叔这几年顺极了，想把你二叔拉下来呀？你丫的我都吓尿了！你丫的狗东西，我操！喂你丫的！你丫个狗东西，我操！前半辈子，哥哥我顺极了，谁知道能惹到这种爷呀？给我吧。我服了，陆少，我真服了。别叫陆少，叫名字就行。是，陆哥，是，陆哥。陆哥，你有最高级别的绝密锁，你早说呀！绝密，这具体代表什么？这已经不是我能仰望的高度了。陆哥，你刚才在电话里说的事儿是真的吗？卡特琳娜公主的事儿，你真有门路？下个月，骆驼要办一场国际顶级厨艺比赛，这事儿你知道吧？知道，那场比赛规格极高，算是那帮土豪王室的私人大趴会，去当评委的都是全球的名流大咖。要搁以前我费点劲儿，砸点钱弄个外围的观赛门票，倒也能进去。
但现在我被家里老爷子断了粮圈，我拿不到那邀请函啊！难道陆哥你？卡特琳娜也是这次骆驼厨艺比赛的受邀嘉宾。我手里正好有一张骆驼国王式的邀请函，而且正好还有一个随行名额。我操，陆哥，你是我亲哥，带我去，求你带我去！别说给你和你兄弟设计几套正装，就算让我给你设计100套，哪怕让我拿针线亲自给你缝裤衩子，我都绝无二话。只要能让我见一面公主，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这托尼是京城王家的人，王家也是个豪门大户。若是我能把这托尼收服旗下，也是手里多了一颗棋。对付这种顺杆爬的家伙，就得时不时敲打一下，让他知道主动权到底在谁手里。100套啊！可是我突然改变主意了，我现在不想做衣服了，这名额我还是留给别人吧。别呀，陆哥，你别玩我呀！我有钱，虽然家里断粮了，但我这几年自己还攒了点小金库。你开个价，多少钱我都给，只要你带我去见卡特琳娜公主。跟钱没关系，主要吧，我就是觉得你这人不尊重我。我怎么不尊重你了？我都叫你亲哥了都。你求我办事儿，连个您字儿都不说。你求我办事儿，连个您字儿都不说。你刚才说了15个你字。陆哥，您这平时没少看电影吧？那小的也配合您演一下，小的给。行了行了行了，不逗你了，名额给你留着，等会儿加个好友，我把我还有我兄弟的身材数据发给你。陆川这是在故意逗我敲打我，既然笑了，就说明这事儿稳了。好，看来也不是只有我们冀省赵家在查陆川资料后被吓到，这种感觉还挺爽的。陆川什么都不说，是什么都不解释，也一点也不装，但是我总感觉逼王这才是真正的装逼王。陆德韶、美法路提前出发了，他们要熟悉环境。一帆我们2个先飞京城和托尼会合，然后乘坐车厘子安排的私人专机直达骆驼。川哥、一帆，你们这假请的也太顺利了吧？我说腿断了都请不下假来，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差距。前2天我说我奶奶过60大寿，导员硬是让我出示户口本，证明我奶奶是我奶奶。凭什么上大学请假比高中请假还难啊？让你总是开着你的跑车到处晃悠，导员不是怕你惹事儿吗？行了，好好上你们的高数，别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你们的平时分都被扣光了。热烈欢迎陆总回家。等会儿咱们装孙子，真能拿到合照吗？你按推哥说的做，别他妈抱怨了。但是我不会装孙子啊。你去别的地方，当地的人怎么对的你，你等会儿就怎么对陆川就行。哦，原来这就是装孙子啊！你们待会儿给我瞧好了，这叫陆川的资料是最顶加锁加密，是京城人，但是丫的我在京城20多年都没他妈听过这号人。是啊，这丫谁啊？我他妈也没听过。要是真地位高，咱哥几个不可能不知道啊。我有证明的办法，咱们待会儿跟他合照，只要拿到照片回家，就要问各家的老爷子，问问他到底什么底细，看看他是装的还是真有本事。知道了，王哥。待会儿兄弟们都装的热情点，等揭穿他身份，再弄他丫的也不迟。没毛病。来了来了。陆总，您可算到了，一路辛苦，行李交给我，我给您推着。你丫认错人了，旁边那个才是陆哥。陆哥好，陆哥这气质一看就是人中龙凤。陆哥，我是老李家的老三，以后在京城有事儿您随时招呼。来来来，大家挤一挤，跟陆哥合个影。陆哥您站中间 C 位，必须是您的。看来我猜的没错，一步步验证了我自己的猜测。陆川在京城的势力根深蒂固，这些本地二代们都是陆川的小弟，
老李家，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把控了我赵家部分命脉的那个家族，而这样的二代却争抢着要陆川的合照，太可怕了。行了，行了，行了，都散了吧，我们还得坐专机到骆驼呢，没工夫跟你们在这儿耗着。陆哥，这趟过去，您可得玩得尽兴儿啊！等您放假回京城，可一定得跟兄弟们言语一声啊！咱们必须给您办一场最顶级的接风宴。你们京城人平时接机都这么热情的吗？刚才在人群有几张眼熟的面孔，那个冲在最前面抢行李的寸头是能源集团的小少爷，那个在旁边帮忙举横幅的是运输集团大佬的儿子。这几个人平时在北方商圈的局上，哪一个不是有身份的主儿？而他们都在陆川面前卑躬屈膝。一帆，你可别见笑啊！这帮人就是瞎起哄凑热闹。毕竟陆哥难得回趟京城，这不都是替他高兴吗？这帮人啊，全憋着劲儿想弄明白这挂着绝密档案的陆总到底是哪路神仙。今天一窝蜂全冲过来，不就为了蹭这张合影吗？现在陆川的高清正脸照已经拿到了，回头拿给各家老爷子一瞅，立马就能摸清陆川到底什么来头。我总觉着这陆川是装的。哼，你小子到什么身份？马上就见分晓了。看破不说破，查吧，随便查，反正我就是个平民老百姓。走吧，时间差不多喽。成，走。卡特琳娜公主，我来了！骆驼国，我来了！陆，我的朋友，终于等到你来了。一帆，那老外说啥呢？这纯正的骆驼语我也不懂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在欢迎咱们吧。我的朋友，感谢你的迎接。骆驼语，这哥们儿怎么什么都会？哈哈哈哈哈！所有人都对车厘子无比尊敬，这说明车厘子绝对是王室最核心的那一小撮人。前世这些我都玩过了，根本没啥意思。赵一帆和那个王队都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兴奋，而只有陆川从始至终都是淡定。这就说明，即便是我们王室的奢靡生活，对于他来说也是稀松平常的东西。果然，我没看错人。陆川，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很重要的人。等的就是这一刻，终于来了。走。我的朋友，我有个人想介绍给你认识。我等的就是这个。我来骆驼不是为了吃喝玩乐的，白天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顶级奢华招待，都只是用来拉近距离的前奏。现在，属于骆驼国之行的重头戏，也是核心利益的博弈，终于要开场了。好。我的朋友，这扇门里面情况比较特殊，这是必须走的安保流程，连我自己进去也不能带手机和任何电子设备。越是站得高的人越是惜命，越是严格的防备，越是说明房间里面的人地位极高。
奇了怪了，这陆川王子营街这么大排场，难道真的有点东西？不行，我得打个电话问问。喂，刘能，查陆川那边怎么说？查不到啊，什么都查不到。就没有什么其他线索了？不过，也不是什么线索都没有。有线索，有一个很深的线索，这条线我轻易不敢碰。我太爷那条线打听到，有一个老爷子可能认识他，这位老太爷可不敢轻易碰啊。那位可是真的天家，天家都不能形容，都是仙家了。但是呢，人在医院呢，身体不太好，家里人拿照片给他看，他看了半天，说照片里这个年轻人很眼熟。然后呢？然后老爷子只让人把照片留下来了。我估计要是能线下见一面，说不定这位老爷子就想出来了。太好了，等这下从骆驼国回国，我就把陆川拐到医院，让这医院的老爷子认认，看看陆川到底是装的还是真的。对了，哪家医院？京城海城医院。报，老爷子一切安好，在看了那张照片之后，情况一直很不错。照片，是小川，小川找到了。小川，父亲，那两个小辈说，小川现在还在国外，下周回国。等他一回来，就带他过来让您认认。小川，刘露，你记一下，下周认亲不能出一点差错，调3000人护卫医院。是。不知道你是不是小川？陆，这位是我的叔叔，阿里叔叔。难怪门外的安保级别会夸张到那种地步。你好，年轻人，你的骆驼语说得非常地道，感谢你带车厘子到处游玩，把他照顾得很好。阁下客气了，车厘子是我的朋友，朋友到了我的主场，尽地主之谊是应该的。况且今天车厘子安排的行程，也让我见识到了真正的异国风情。陆先生，我听车厘子说，你之前跟他提起过关于财富基金和新能源布局的构想。果然来了，我之前在东北的高速服务区和车厘子的对话，车厘子一定会一字不落地汇报给他的长辈，这是对我的第一道摸底测试。不过我有前世10几年的记忆，前世这些石油土豪们，那些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转型血泪史，那些在未来20-30年里被验证过的顶级资本运作案例，全都在我的脑海。这里不是阿里和车厘子的主场，是我陆川的主场。没错，您现在靠着能源确实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但这笔钱如果不转换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收割利益的资本，那它就只是一堆随着通货膨胀不断贬值的废纸。成立财富基金是唯一的出路，不要把钱全部砸在奢华消费上，要去大洋彼岸买下那些刚刚起步的顶级科技公司的股份，要去收购那些老牌实业，更要提前布局新能源产业链。当有一天能源被抽干，或者能源结构发生彻底的洗牌，我们的手里
依然握着控制这个世界核心产业的股权。这才是真正的永远不会枯竭的护城河。非常精彩，陆先生的眼光和见识，甚至比我们花重金养的那些专业智囊团还要看得深远。陆先生，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很宏大、很精彩的正经生意，但如果我现在不让你做正经生意，你会怎么样快速赚到一笔巨款？这就是顶层恐怖的獠牙，他们不讲什么宏大的战略，不扯什么虚无缥缈的新能源布局，就看你在这个弱肉强食的资本丛林里，敢不敢把手伸进最脏的血水体里去捞钱。您给一个启动资金数值2000万，给我一个方案，我要听实打实的落地快速盈利甚至翻倍的方案。叔叔，这话题是不是超纲了？才2000万能干什么？而且翻倍，这也太难了。2000万够了。2000万足够了。2000万做启动资金，找信得过的人去某国的核心商圈，比如银佐、秋椰园这些地方，去铺设几家无人情侣用品店。这种听起来上不了台面，甚至透着一股子廉价低俗味道的生意，就是这个侃侃而谈战略的年轻人给出的答案。太小家子气了，这点蝇头小利也配叫巨款？这个人空有战略，却没有任何实力，车厘子应该是被他骗了。前期的这2000万，我不打算用来赚钱，甚至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把这2000万全部亏出去，花重金租最好的铺面，买最贵的广告位，搞最夸张的打折促销，只要流水，不计成本的刷出耀眼的账面流水数据，然后找几家在华尔街有点名气的公关公司，把这几家卖破烂的无人售货店包装上最华丽的概念，叫成人智能新零售，结合该国严重的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宅文化，这叫做解决社会用点的高科技闭环。有了这份包装精美、流水漂亮到极点的 BP 商业计划书，那些手里攥着大把热钱，每天都在焦虑找不到新赛道的风投机构，就会像闻到血香味的鲨鱼一样扑上来。它的市值、估值会一路飙升，10个亿。A 轮融资，我只放出10%的股权，就能稳稳当当的从风投的口袋里套现1个亿的真金白银。等会儿陆，你的意思是，就靠几台摆在店铺里的破机器，还有一堆亏本刷出来的数据，就能从那些绝顶聪明的投资人手里空手套走1个亿？这不是纯纯的空手套白狼吗？他们又不傻，怎么可能轻易上当？车厘子，你高估了风投金融界那帮人的智商，也低估了资本市场对神话的贪婪。他们不在乎这机器现在赚不赚钱，他们只在乎这东西能不能编出一个在未来赚大钱的故事，然后好去忽悠下一轮的接盘侠。这我还是无法理解。你只需要理解，他们会知道这东西是个假象，但是他们不在乎这个东西是假象，他们只要能确定营造热度、鼓吹泡沫，他们能赚钱，他们就一定会投。不过这1个亿对我来说只不过是餐前的开胃倒菜而已。这年轻人气势变了，有点东西，在资本市场像是一头刚刚成年的狼。让我来看看你是怎么去狩猎的。真正的核心是后续的加盟扩店。拿到风投的那1个亿之后，这家成人智能新零售的项目公司必须继续疯狂的亏损，但是在亏钱之前，我会找绝对信得过、跟项目公司没有任何关联的自己人，在边境小国注册一家设备代工厂，一台破无人售货机真实的制造成本顶多300块，换个科幻点的高级外壳，贴上个全英文的牌子，这家代工厂会按4000的单价卖给我们那家拿了风投钱的项目公司，并且项目公司账面上的那1个亿要全砸进去，疯狂地向这家私人工厂下采购订单。用风投砸进来的钱去买我们自己开的私人工厂里翻了10几倍的高价货，左手到右手。对，
这1个亿花的是风投的，但是每台机器几千的利润，是我们实打实到手的。我们会开放加盟，那些想躺着赚钱的商人会加盟我们的智能心灵后，他们需要花4000去买我们成本300的机器，而且机器里面卖的那些用品，他们绝对不能私自进货，必须且只能从我们指定的隐秘供应链去独家采购。出厂价2毛钱的东西，我们按15块钱的价格批发给这些加盟商。项目公司的账面天天都在烧钱，天天都在亏损，冲销量亏得惨不忍睹。但是我隐藏在背后的代工厂和供应链，每一天都在源源不断地抽食着暴利，赚得盆满钵满。这种不见一滴血的金融屠杀，比去抢还要恐怖100倍。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加盟商天天亏钱，他们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纷纷倒闭。投资人早晚也会发现项目的盈利模式不行，到时候资金链彻底断裂，项目全面崩盘，你怎么办？怎么办？资金链断裂，项目崩盘，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最终目的。早在 B 轮或者 C 轮资金进场的时候，我就已经通过老股转让或者隐蔽的离岸对冲，把我在项目公司里的钱安全地装进了海外信托里了。这个时候资金断裂，我直接宣布项目公司破产清算。那想赚钱的加盟商呢？加盟费全打水漂了。关我毛事？简简单单4个字，像一把重型铁锤，将资本最残忍、最丑陋的嘴脸砸得稀巴烂。然而，这场资本屠杀还没有结束。破产清算后，残局依然有剩余价值可以榨取。我会再安排一个查不到底细的马甲，成立一家2手机械回收公司，以清算的名义，用100块的废铁价格，把那些加盟商手里当初花4000买回去的机器，全部强制回收回来，拉回我在边境那家代工厂，换个新的外壳，重新注册一个听起来高大上的商标，继续按照4000银匠币的价格去卖给下一批想要躺赚的冤大头。闭环了，风险全部甩给接盘侠和加盟商，利润被隐蔽的供应链层层扒皮，破产后再低价回收，无限循环割韭菜，天衣无缝，吃干抹净，连骨头渣子都不剩。这就是资本，这手段，这城府，这是芸芸众生如草芥的冰冷算计。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根本不是什么懂点金融的大学生，他就是一头披着人皮的冷血到了极点的猛兽。我得重新评估这个年轻人，原本以为他只是个懂点战略、脑子好使的年轻人，没想到这副看起来斯文平静的皮囊，下面竟然藏着一头吃人不吐骨头的冷血恶兽。不是小聪明，他是真正的同类。欢迎你的加入，陆。我太清楚自己这位病叔叔的脾气了，这是实打实的接纳，是把陆川放到了绝对平等的盟友位置上，去进行资本结盟。荣幸之至，到此为止。这根粗的不能再粗、富得流油的超级大腿，算是彻底被我吊死了。从此之后，国内稳步推进，在国际上，我也可以尽早伸出手，去争取更多的资源，有往后10几年的未来走向。那些有名的上市集团的股价走势一清二楚。有了阿里的合作，那市场就是金矿。车厘子，你吩咐一下下边的人，在我们的地盘给陆川先生最大的权限，他所到之处，如我亲临。是。陆川拆解的那套连环闭环收割法实在是太恐怖了，
一层一层的左手倒右手，一批一批的找冤大头接盘，最后破产清算，把风险甩得干干净净，自己卷着海外信托里的真金白银全身而退。太狠了，也他娘的太黑了！这种不见血的屠杀，比我们在沙漠里直接动刀子还要恐怖。我猜的果然没错，这种手段，这种气度，绝对是东方最顶级的家族的重点培养对象。陆，你今天在包厢里说的那个模式，不会用到我们骆驼的身上吧？没事儿，这里没人，他们听不见，偷着说。在这个时候去赌咒发誓说自己绝对不会坑盟友，那就太低级了。生意场上的誓言，连擦屁股都嫌硬。我今天什么都没说。什么？你什么都没有说过？我懂了，这就是一份答卷，一场给阿里看的考试。陆川抛出的那个残忍至极的商业模式，只是为了向我们证明自己的獠牙有多锋利。那是专门给敌人准备的绞肉机，是绝对不可能用在盟友的地盘上的。这就是智慧啊！陆川这是装糊涂的高手啊！在他面前，我稚嫩的像是个新兵傣子。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的兄弟，我需要向你多多学习。我最近在研究明史，这本书很精彩。书中小小的官员智慧也胜过我们皇室的掌权者。我的兄弟，你回去好好休息。酒店安全，我已经重新安排50名护卫，携带武器，全天分3班轮流值守。有任何事情，你直接吩咐他们。在这里，只要我车厘子还活着，没有人可以伤害你分毫。谢了。哎呦喂，拿一觉刚醒，您猜怎么着？天呀天，每天一睁眼睛啊，龙缺水啊！我得找陆哥唠唠去，瞅瞅他这会儿忙啥呢？可太邪乎了！我就寻思过来找陆哥，结果门口2排带家伙的大哥，直接给我摁墙上，从头到脚搜了3遍，恨不得连裤腰带都扒了一遍，生怕我揣炸药，防刺客都不至于这么大阵仗啊！行了，人家那是皇家级别的安保，能放你进来就不错了。我说王大少，您这岁数比老陆大上好几岁吧？怎么一口一个陆哥叫着？嗨，有本事的人就得称一声哥，陆哥比我厉害，喊他怎么了？我都想直接叫陆爷，就怕人家嫌我套近乎。果然，我从头到尾的猜想就没错过。在他们这群富二代圈子里，陆川是最顶级的存在。因为昨天跟托尼混了一整天，听多了那满嘴的京皮子，我这京城话也被勾起来了。哎呦喂，您可甭跟我逗闷子了。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京城人，对4-9城里的口音太熟悉了。陆川刚才那句话，绝对不是外地人学2句京腔就能模仿出来的。那种把字咬在舌头根底下，透着骨子里散满的味儿，是东区，而且是东区最核心、最老底子的那个圈冷里，从小混到大主才会有的口音。绝密档案，通天背景，现在再加上这纯正的不能再纯正的核心圈口音，在我的世界间里，
陆川的身份坐实了，这特妈绝对是京城最顶层那个圈子里走出来的隐秘少爷，绝对错不了。你丫想什么呢？别猜了，我就一普通市民。对，陆爷，您说的对，咱都是普通市民。这家伙估计又在脑补什么，我都懒得解释了。对付这种脑补怪，解释只会越描越黑。走吧，去吃早饭。得嘞，您这边请。老陆，你这大厨怎么改当饲养员了？老板，这也是没办法，骆驼国这边的气候太干，他们提供的鹿肉肉质发柴，根本达不到老陆的要求。老陆这轴脾气你也知道，为了这次比赛拿名次，他硬是跟主办方死磕了好几天，最后愣是通过您那边的关系，把东北鹿场里的新鲜走地鹿活体空运过来了。这是好事儿。老陆对食材的这种偏执，正是他能做出顶级美味的核心。干得不错，我不懂厨艺，帮不上什么忙。但如果老陆这次真能拿下名次，我单独送你一个大礼。老板，啥大礼呀？老板说是送给我的，你赶紧一边琢磨你的菜谱去，少在这跟着瞎掺和。都到国外来了，还揍我呢。一帆，这小鹿品相可真不赖，哪儿运来的呀？是川哥从东北张家的鹿场里运来的。哪个张家？还能有哪个张家？张家那可是盘踞在黑土地上的超级巨头，不仅财力雄厚，背后的水更是深得吓人，是真正在北方横着走的超级家族。不过张家是出了名的不对外合作，陆哥竟然能调动张家的资源，恐怖，太恐怖了！大哥，您别用这种眼神盯着我了，行不？要不要给您点卡特琳娜的信息？哇，川哥！陆哥，亲哥，他私底下到底什么样？是不是跟那些八卦报纸上写的一样完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倒想先听听，在你心里这位王室的明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还能是什么样？她可是真正的公主，那是上帝遗落在人间的宝石啊！她一定穿着洁白的真丝长裙，裙摆上绣着最精致的苏格兰蕾丝。她说话的声音轻柔的就像塞纳河畔的微风。每天下午，她肯定会穿着小皮鞋坐在古老城堡的玻璃花亭里，一边弹着斯塔发诺钢琴，一边喝着最正宗的西兰红茶。她走路的时候，甚至连路边的一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她就是纯洁无瑕的天使。我放着京城几百亿的家产不回去继承，硬是顶着我家老爷子要打断我腿的巨大风险，跑到国外去学什么服装设计。你们以为我真喜欢拿剪刀踩缝纫机啊？我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亲手为她量身定制出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裙子。我要让她穿着我设计的长裙，在宫廷舞会上惊艳所有人。这他妈是纯爱战神，这分明就是个脑干缺失的重度妄想症患者。大哥，你小子喜欢一个人之前，都不先花点功夫去打听一下对方真正的喜好吗？真正的喜好？谁说我没花功夫？这2年我光是找那帮情报贩子买他的私密信息，就砸进去了好几十万欧元。可是那帮损子太坑人了，给的情报都不对。那个该死的情报贩子居然跟我说卡特琳娜公主平时最喜欢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珠宝衣服，而是玩刀。你说这帮骗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那么优雅高贵的公主，一朵娇嫩的小白花，居然喜欢玩刀，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一帆，你说好不好笑？你见过哪个公主在闺房里磨刀的？那份情报是真的。啥？卡特琳娜确实喜欢刀具，
特别是那种锋利的、开过槽的匕首。他最喜欢的运动，根本不是在玻璃花房里喝下午茶，而是去原始森林里狩猎。他最享受的，是用自己的匕首割开成年野鹿喉咙的那个瞬间。至于你费尽心血想给他设计的那些唯美长裙，那是他这辈子最讨厌的东西，因为裙摆会严重影响他拔刀和在丛林里追杀猎物的速度。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啊！我走错道了，不能够，这绝对没戏，这跟我脑补的压根不一样，你指定是拿我逗凳子呢。既然你不信，回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收起你那些蕾丝花边的破布料，去画几张匕首的设计图，多设计几把好刀，用最好的材料打出来，到时候你当面送给他试试，看看他到底是扔了你的裙子，还是拔你的刀。嘿，对呀，要是他真稀罕刀，我亲手给他整一把独一份的专属匕首，这可比送裙子靠谱100倍，牌面多了。这小子的脑回路清奇的可怕，自我治愈和逻辑自洽能力简直拉满。被你几句话就打发去打铁了，这位王大少脑回路确实异于常人，他无需在意，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重头戏。老陆，今天有什么安排？难得来一趟，准备去哪儿逛逛？我不是来旅游的，得去挖个人。挖人？一帆，你们赵家的产业布局里有港口的股份吗？有，不仅有股份，赵家还有2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深水单位。那你对国际的石油生意感不感兴趣？这2个词单独拎出来一个，都是能让无数顶级财阀眼红耳热的字眼，合在一起，那根本不是普通商人能碰的领域。老陆，你认真的？我要是跟你开玩笑，犯得着大老远把你从国内折腾到这儿来吗？不过你先别激动，这生意现在还不能做，真正的盘子得等到明年才能正式启动。为什么是明年？如果是资金问题，赵家能提供支持。死脑，快想一下，为什么是明年？要跟上陆川的节奏啊！喂，让我想想，绝密档案，京城纯正口音，洛车厘子的顶级礼遇，再加上这种必须等待明年的特殊时间差，难道大格局要洗牌？还是这边的王室椅子要交接？或者说，陆川在谋一盘更大的棋？我应该是隐约触碰到了一层不可言说的天花板。为什么明年？因为今年我打算多享受玩2天。我明白了，明年的确是最合适的时机。这种级别的盘子确实需要时间去运作和沉淀，你需要时间。重活一世，我很清楚自己的商业帝国未来会膨胀到什么样恐怖的体量。等我站上山巅，如果不提前拉这帮兄弟一把，阶层的巨大鸿沟早晚会把我们504宿舍的感情撕得粉碎。我不想当真正的孤家寡人。韩东那小子不用管，东北太子爷陈韩家和张家2座大山罩着，这辈子只要不作死，就在富贵窝里躺赢了。赵一帆必须带上牌桌，这小子心思太细，太敏感，如果不早点给他个能跟上我脚步的机会，以后差距拉大，赵一帆绝对会因为骨子里的骄傲和敏感，主动跟我划清界限。所以这石油的局，赵一向非入不可。至于陈子安，真情像草原广阔，
真情像草原广阔。算了吧，那脑干缺失的货，别说石油了，让他去路边卖个烤等店，估计都能把摊子给点了。听天由命吧，反正陈家那1个多亿的家底，也够他吃喝玩乐混吃等死了。而且子昂，他没有一帆这么敏感。就算是若干年后，子昂和我们之间的差距拉大，那小子也绝对会像没事人一样，照样插科打诨。备车，去得利银行。行长都亲自迎接，这是哪尊大神到了？尊贵的先生，欢迎您的到来。奥马尔随时听候您的差遣，不知道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车厘子既然已经把路铺到了这个份上，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找一个能干活的极品工具人，一个能在这里像许成远那样能力过硬的合同利率。我找吴剑锋。吴剑锋，您好，我是得利银行外汇部的客户经理吴剑锋。奥马尔行长说您有大业务要办，让我全力配合。您看您是需要办理跨国走账，还是海外信托？谁能想到，就是眼前这个此刻为了几单业绩而点头哈腰的普通经理，在我前世的记忆里，仅仅在明年就会因为一次偶然的跳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凭着恐怖的业务手腕和过硬的实操能力，一路披荆斩棘，最终爬到了银行行长的位置，成为这个未来大巨，还只是一头被困在公司里领着死工资的打工人。我叫陆川，我不办业务，我准备在这里开个公司，现在缺个总经理。陆总，可是找对人了。我在这儿干了快8年了，认识不少您这在这边打拼的精英。您要什么样的履历，什么级别的人才，我马上联系猎头朋友，保证给您挑几个最拔尖的候选人送过来。我不找猎头，我看你就很不错。陆总，您太抬举我了，我算哪门子人才啊？我就是个混口饭吃的普通小经理，顶多算个熟练工。您那个盘子肯定大得吓人，我这小身板扛不起来，去了也是给您帮倒忙。你是觉得你的能力不行？陆总，真不是我妄自菲薄。刚才行长带我上来的时候，我连这扇门都没碰到，就被门外那4个穿着西装的保镖摁在墙上搜了3遍身，连我皮带扣里的金属片都被他们拿探测器扫了8回。我比谁都清楚，能让安保这么护着的人，能量到底有多恐怖。您要做的事儿，绝不是我这种平头老百姓能掺和的。我怕死。你是觉得我的实力不行，护不住你？35岁的男人，如果是孤家寡人，或许还有赌一把的血性。但吴剑锋拖家带口，妻子孩子都在京城，每个月就指望着他寄回去的工资还房贷、交学费。这是一种最典型也是最难缠的安于现状综合症，因为他输不起。他不像许成远一样想干大事，有梦想。既然你没有梦想，那我就亲手给你砸碎现实，强行塞给你一个，行吧？不逼你。你一个人在这儿挺不容易的吧？这边收入还能支撑你在国内的开销吗？勉强糊口罢了。这边物价高，我还得每个月把大头汇回京城。说句不怕您笑话的，我在这边连个好点的公寓都租不起，天天挤在公司安排的合租房里。铺垫够了，防御已经彻底被拨开，接下来就是最致命的屠刀。既然勉强糊口，那你家孩子在京城上高中的事情，你安排好了吗？重点高中有多难进？你一个外地打工的拿什么去铺路？孩子大学毕业之后结婚的38万8彩礼准备了吗？结婚要的房子钱凑够了吗？代步车买得起吗？你自己的养老金存了吗？你父母进重症监护室每天几万块钱的备用金你拿得出来吗？你老婆要创业开哪吒奶茶亏个上百万，擦屁股的钱你准备了吗？吴剑锋，你连你的家人都快养不活了，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你怕死？火候到了，打个巴掌就该给个甜枣了，而且必须是足以让他这辈子都无法拒绝的顶级甜枣。我准备在这里成立一家新集团，
业务涵盖跨国投资、传统能源还有未来的新能源布局，盘子很大，水也很深。只要你辞职过来跟着我干，你儿子上学的事儿，我直接安排最顶尖的私立学校。至于你父母和家人的身体，公司会出面给你们全家办理国内顶级私立医院的最高级会员，看病不用排队，专家主任随时会诊，所有的医疗费用不用你掏1分钱，公司全额报销。重点高中，全家顶级医疗免单，这就算我在这儿当一辈子孙子，也不可能享受到的天花板资源，这哪是养员工，这是养死士啊！不用急着回答我，这种卖命的事，你确实需要时间权衡一下。想清楚了，打这个电话。您还没说需要我做什么？卖命，这条命换这些，值了。这个世界上，人的欲望就像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清心寡欲，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安于现状。如果有，那仅仅只是因为你砸过去的筹码还没有精准地砸中他的软肋罢了。我的朋友，你绝对无法想象明天的比赛场地有多么奢华。王室直接把最豪华的那个空中花园给清空了，那些世界各地请来的顶级评委，一个比一个鼻子比猎犬还要灵敏，口味刁剔的让人想把盘子砸在他们脸上。不过，我对你的那个厨师朋友有信心。他那种对食材的手法，绝对能让那帮老古董闭嘴。鱼儿到底还是扛不住这致命的诱惑，咬钩了。陆总，我辞职报告已经交了。想通了，想通了就过来皇家酒店，到了直接报我的名字。吴剑锋这把好用的刀，算是彻底落位了。跨国公司前期的规划和繁琐的审批，这老小子绝对能处理得漂漂亮亮。不过谨慎无大错，吴剑锋这种人绝对不能完全放养，海外分公司里必须得有一个自己绝对信任的人，死死地盯着他。陆总的工作都推给我了，我连轴转了1个多月，差点没把命交代在办公桌上。老许，你要老婆不要？我去你大爷的！谁给你爹打电话？陆总，您不是出国了吗？您那边又有新生意了？在这边开了个新公司，搭个空壳子，需要从国内派个人过来盯着。我马上签证，签证下来了，我就马上订最近的航班飞过去，帮您把盘子支起来。行了，别硬撑了，国外的盘子不用你亲自来，我的要求很简单，你在国内给我找个人，这个人必须懂财务或者法务，而且要绝对靠谱，派过来，帮我盯死这边的总经理。没问题。这种大活该找谁呢？孙硕达，孙硕达的媳妇儿，可是以前国内顶尖外企的高级财务审计主管，出了名的铁面无私、查账如神的母老虎。后来因为结婚生子才退居2线，就他了，恶向胆边生。凭什么老子在江城天天跟着老板累成狗，那损子现在却在东北吃香的喝辣的？绝对不行，必须拉他媳妇下水。好兄弟，老板的宏图霸业不能光靠我一个人努力啊！呼，终于搞定了，终于有帮手了。陆总，对了，我想问一下啊，咱们陆续的门店选址和装修都怎么样？我现在就在楼上，马上下楼刚好给您开视频看。陆总，我已经在门店门口了。好，360度转一圈。360度转一圈。选址不错。您放心，我不是那种被加盟骗的人。这选址是我深思熟虑后选择的。这地方客流量大，都是高端人群，适合陆续的群众画像。没问题，行了，闭了吧，回国见。好嘞，我的朋友，我想在这片地盘上干点实事，可是上面压着一堆叔伯，还有那些虎视眈眈的兄弟，
他们把资源捂得死死的，我手里这点根本施展不开。今年确实不行，但明年就不一定了。明年，我父亲极有可能会在明年那场不见硝烟的博弈中胜利。这件事，整个王氏核心圈子也只是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丝预感，甚至连我自己，也只是通过父亲最近几个月隐秘的动作才猜到了一点点皮毛。可是眼前这个陆川，远在万里之外，他怎么敢用这种如此笃定的语气把这话说出来的？太可怕了！这到底是多么恐怖的国际情报网？还是说，这个陆川背后的势力本身就是推动这场洗牌的无形会手之一？我的朋友，你真会开玩笑。明年的事，明年再说。绑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用真金白银，用绝对的利益，把这个深不可测的陆川死死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我去，车厘子王子，陆总竟然跟车厘子谈笑风生。陆总，我来了。车厘子，这是我集团在你们刚招的总经理吴建峰，以后在这边铺开的具体业务就交给他打理了。你以后可得多照顾照顾。我现在彻底明白了，我这哪里是上了贼船，这分明是老祖宗显灵，让我抱上了一根纯金的大腿啊！正愁找不到机会深度绑定呢，这简直是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没问题，但是我也要出3个亿做前期的现金流补充，再给你一栋楼做集团总部，换你骆驼分公司30%的股份，这不过分吧？我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被碾压了，这他妈是投资吗？这分明就是变着法的赶着给陆总送钱啊！办公楼在哪儿？没有现成的，我手里现成的地多的是，相中哪块现建一栋就行了。王子殿下，现建一栋大楼的话，这审批加上施工周期，起码得2年吧？哈哈哈哈哈哈！1、2年？你是不是在这里待太久，脑子生锈了？我直接找贵国的施工队，以贵国的施工速度，2个月就能把一栋大楼建好。这是我私人助理的电话，让他给你发一张地图，地图上的是我拥有的地皮，你们相中哪块地，直接在地图上画个圈，发过去就行，剩下他会全权搞定。看我干什么？我不懂地理位置，风水那一套我也不信。你拿着名片去跟徐总许成远对接，许成远的微信一会儿推给你，你俩商量着看着哪块地顺眼，就定哪块。我去，这特么也太豪横了！我去，这特么也太豪横了！好的，陆总，我马上去联系徐总。对了，卡特琳娜公主到了吗？我有个朋友想请她吃顿饭。嘿嘿嘿嘿嘿嘿。这卡特琳娜公主可是国际闻名的一枝花，兄弟也想见见。她说不定真喜欢你这一款，没问题。我跟卡特琳娜熟得很，她昨天刚到，晚饭交给我来安排。谢了。那我先走了。看来我这个好兄弟，不止在他们国内吃得开，在他们国外的情报实力也强得可怕啊！真是越来越期待跟他的后续合作了。我这灵感爆棚，千万别打扰我。图纸不着急画，把你自己收拾收拾，换身利索点的衣服。晚上跟卡特琳娜吃顿晚饭。您说什么？今天晚上跟卡特琳娜吃饭？你没听错。陆哥，你就是我的亲哥。以后在京城，只要您一句话指哪儿我打哪儿。您就算让我去把秦家那小子揍一顿，我都不带犹豫的。
你无缘无故揍人家干啥？陆哥，您是找谁搭的线啊？车厘子安排的。我去，王子，我原先以为我顶多就是在国际厨艺比赛远远的看一眼卡特琳娜，最多就是麻烦王子转送一下礼物。没想到今天晚上能跟卡特琳娜面对面吃顿饭，这得欠下多大的人情！这圈子里人情最昂贵，陆川这一手，简直是拿我当亲儿。呸！亲兄弟在疼啊！飘零半生，只恨未逢明主，攻若不弃，愿拜为义父。飘零半生，只恨未逢明主，攻若不弃，愿拜为义父。去你的！陆哥，您这回可帮我大忙了，今儿我说啥也得好好谢谢您。有啥活您尽管吩咐，我给您办。正好需要你在京城帮2个忙：第一，需要重点高中的入学名额；第二，弄一张国内顶级医院或者私立医院的 VIP 医疗卡，看病不用排队那种。这算啥事儿啊？搁寻常老百姓身上，这俩事儿那真是难上天喽。砸锅卖铁掏干净家底儿都摸不着半点门道，可搁我这身份证压根不算事儿。这事儿连塞牙缝都不够，陆哥这哪儿是托我办事儿啊？这纯粹是讲究，帮了我一个大忙，怕我折了面子，所以让我帮个小忙意思一下。什么是讲究？这便是讲究。2分钟。喂，屯哥，正打团呢，您有什么指示？少跟我扯闲篇儿，赶紧把你那破游戏退了。明早8点之前，我得筹建顶尖高中的入学名额。甭管你是回去求家里老爷子，还是托旁人，这事儿必须办得面面俱到，给我弄着顶金医院那不用排队的黑金 VIP 卡。明早8点之前必须办妥，半点难处我都不想听。就这么着，挂了。陆哥，搞定。明儿一早，资料和卡号直接发您手机上。谢了。哎呦喂，您哪能谢我呀？您这是给我机会表现呢。哥，您给我支个招呗，我晚上应该怎么做？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才能让他一眼就记住我？把耳朵凑过来。哥，真要这么干？这玩意儿能行吗？他会不会生气直接走了？放心，信我的，准没错。晚上一定很精彩。这2天我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疯狂地推演着赵家的港口吞吐量。为了这个明年才能启动的大局，我必须拼了。这京城大少的状态怎么看上去这么欠揍？发春了？王大少，你这是遇上什么天大的喜事了？嘴巴咧的后槽牙都快掉地上了。一凡，你看见那边那个最漂亮的女人了吗？那是公主。兄弟有眼光，一眼就看到了最漂亮的那个，那是我蜜。这就成了，这么快就把那个王室明珠给拿下了，这么快就谈上了。这还要多亏了陆哥给我支的招，要不是陆哥点醒我，教了我那套神仙操作，我哪能这么快就一清方泽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平时很少八卦，但是今天真奇了怪了，陆川到底跟他说什么了？陆川平时也没怎么跟女生说过话，却一招就把公主拿下了。难道陆川才是那个最骚的骚包？我去，川哥，你平时到底祸害了多少小姑娘？贵圈真乱。看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他们圈子的，我比谁都清白。这次的这比赛竟然还有东方的厨师哦，东方的食物太油腻，太糟糕了，他们那不叫美食。我们的鹅肝和鱼子酱才配称得上是人类的顶级美食，其他的烹饪不过是用来填饱肚子的粗糙手段罢了。下面请品尝来自西方著名大师凯撒的惠灵顿牛排。唉，这些所谓的美食，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样东西，一点新意都没有，没意思的很。王子，或许您可以品尝一下来自我们三国的美食，请开始你的烹饪。
我先给王子来一杯恒河水橙汁。कैसे कहूँ मैं ओ यारा ये प्यार कैसे होता है।我们的美食干净又卫生，得到了世界游客的好评。东方也有位博主经常吃我们的美食。接下来是一道传统美食——科莫多巨蜥酱拌成吉思鸡饭。怎么？我没听错吧？成吉思鸡三嫂拌饭。干净又卫生，王子殿下，请享用世界顶级美食。王子，这份是专门为您准备的。别说那些没用的，你这些东西能吃？保证您吃了百病不侵，肠道顺畅。滚滚滚！快把他给我赶出去！给我弄20加仑的酒精现场消毒！王子，干净又卫生，干净又卫生。这傻夫终于走了。来人，禁了他的入境许可，以后绝对不能在我的地盘再看到他。是，还好及时让他滚蛋。您说的一点都对，先生。您说的一点都对，先生。王子，他只是个沽名钓誉的骗子，我这才是真正的珍馐美食——成吉思鸡。成吉思鸡，这我真没听过。我倒是听过一点点。据说他们开餐有3条规矩。你说的一点都对，鸡佬开摊有3条规矩。第一，鸡可以没有鳞片，但顾客必须有尊严。一个真正的厨师是不会弄伤顾客鳞片的。顾客还有鳞片？你说的一点都对。第二，黄油绝不能少放，黄油决定这鸡有没有 power。第三，点菜靓丽，吃完体面，取食仅充腹中虚，莫使珍馐尾沟渠。这食物看上去还算不错，没影响我的食欲。我还是最期待陆厨师做出来的美食。王子殿下，那位陆师傅做菜有那么好吃吗？你跟着陆来的，居然没有吃过陆厨师的菜？没吃过啊，我在京城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真有那么神吗？接下来是来自东方的厨师陆德韶的美食鉴赏。天啊，这是什么味道？怎么这么香？各位评委，今天的第一道主菜来自龙国，菜名丹沙玉焖鹿腩。这道菜的食材取自极省深处最珍贵的纯血梅花鹿，取其最肥美的鹿囊，切成方块，在特制的盐水里浸泡了4个小时，加入八角、桂皮、草果等12味纯天然中草药。这位女士，请不要继续介绍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品尝美食了。Oh my god！ 这是什么？鲜美的味道在舌尖上律动，像是一只调皮的小鹿在林间舞蹈，自由、奔放、热烈、原始。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了，这才是真正的美食。自由、奔放、热烈、原始。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了，这才是真正的美食。真有这么夸张？陆厨师，请您快上第2道菜。
就这就是陆川手底下大厨的第2道菜。上帝呀，这看起来就像是从洗手间里接了一碗自来水，然后把2片生肉泡在了里面，这能吃吗？第2道主菜，清卤冷浸陆千鲜盘，各位评委请品尝。来自东方的神秘的陆川手下的厨师，我要看看是不是厨艺真的有那么夸张，竟然能把皮埃尔吃的衣服都撑棒了。真有这么夸张吗？这个陆川手下的厨子真有这么厉害？这种感觉，竟然是雨后春笋般的脆爽和高山雪莲般的甘甜，肉的极致口感混合着蔬菜的清甜，打破了物理常识的一切的一切，在嘴里洋溢。这种感觉，竟然是雨后春笋般的脆爽和高山雪莲般的甘甜。肉的极致口感混合着蔬菜的清甜，打破了物理常识的一切的一切，在嘴里洋溢。打赏黄金10公斤。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完美的食物，没有之一。我必须给出我的最高评价，厨神认证，打赏黄金20公斤，打赏黄金50公斤。比赛的结果毫无悬念，陆师傅拿下本届国际厨师大赛的冠军。陆哥，你身为老板，这时候不去台上露个脸沾沾光，这可是名扬国际的大好机会啊！没意义，商人要的是隐在幕后数钱，跑到台前去当靶子，没有任何意义。走吧，回酒店。明天我和一帆就坐飞机回国了。王少是一起回去，还是在这儿继续跟你的大萨密卿卿我我？卡特琳娜今晚的航班就要飞回去了，妞已经成功搭上线，后续的感情培养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相比之下，我现在脑子里有一件让我百爪挠心更加感兴趣的事情，我太想知道了。京城的那帮二代拿着前几天在机场跟拍的那张大合照查出了什么东西？到底是哪家的？那位医院的老爷子不知道能不能认出陆川？回，当然一起回。陆，你不能就这么走了。还有事？合影。我的朋友这张照片必须拍。你们的厨师今天拿了第1，你又是他的老板，这很有纪念意义。纪念意义肯定有，但更多的是想把这段关系摆到更明面的位置上。一张官方背景板前的合影，对普通人来说就是张照片，对车厘子这种人来说，那就是态度。很好，陆，明年再来的时候，很多事情应该就不一样了。那就明年再说。祝一切顺利，我的兄弟。一帆，咱们要快点了，等会儿赶不上从京城飞江城的飞机了。别呀，陆哥，去骆驼之前都说好了，回京城给您接风洗尘。您这落地就走，也太打我脸了吧！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不行，必须得把陆川留下，得让我那帮兄弟揭开他的老底。我不管，反正我欠您这么大一人情，今天必须一起吃顿饭，不然我在圈子里面面子往哪儿搁？你面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我现在可是跟着陆哥混的人，您要是在京城落地，连饭都不吃一口就走，外面那帮孙子还以为我不会办事儿呢。又来了。我都行，看你。江城那边暂时没有急事，青鹿宴国际获奖的发酵还需要时间。骆驼公司的前期落地有吴剑锋和许成远对接，也不用我盯着。反倒是京城这边，
上次那张机场合影已经拍了好几天了。陆哥，我是老李家的老三，以后在京城有事儿您随时招呼。来，大家挤一挤，跟陆哥合个影。陆哥您站中间 C 位，必须是您的。那帮二代肯定没少折腾。既然人都到了京城，顺便看看这帮人到底想干什么。行吧，就吃顿饭。吃完我就回酒店休息，明天回江城。搞定！锤哥说搞定陆川了，他会在京城留下，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试试他到底是不是真二代。兄弟姐妹们，走！陆哥，欢迎欢迎，您可算回京城了。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京城宴吃饭。今天咱们不醉不归。陆哥，吃饱喝足之后，咱们再去唱个小歌咋样？吃饭可以，唱歌免了。对，陆哥说的对，唱歌太吵了，不利于休息。咱们今天就单纯吃饭，纯聊天，绝对健康。哎，陆哥一路辛苦。陆哥行李给我来推。陆哥上次没来得及自我介绍，我是……这帮二代得多怕陆川，上次还认错人，这次倒好，精准制导。哎，你们这帮人拿着照片和身份证号查了这么多天，查出什么没？你丫会不会开？什么都没有。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靠秦家的关系，用权限看到了绝密所的内容：普通京城户口，父母双亡，江城大学学生。资料上看就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大学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绝密所都挂上了，你跟我说普通大学生，所以才吓人啊！我拿着那张合影回去以后，先找了我爸身边的人看，没认出来，然后又托了2层关系，找了圈子里几个长辈问，也都说没印象。最后我实在不死心，动用了我家老爷子那条关系线，结果连个水火都没翻起来。圈子里有个长辈私下提了一嘴，他说这种人最怕的不是资料复杂，资料复杂说明还有脉络可查，父亲是谁，母亲是谁，靠山是谁，利益在哪儿，总归能摸到边。最吓人的是，表面上干净的像一张白纸的，你越查越普通，普通到完全不符合他身边发生的那些事儿。那就说明有人把能擦的东西全都提前擦干净了。这他妈要是普通大学生，那我王竹就是3好学生。按正常情况来说，事情到这儿就应该停手了。但咱哥几个好不容易遇见有意思的事儿，肯定凑上去好好折腾一番。你上次跟我打电话说的那位老爷子呢？那老爷子可不敢轻易碰啊，弄不好咱俩万劫不复啊。你上次不说这老爷子在医院吗？如果陆川到了医院，老爷子能辨认是吧？那还是没问题的，就这么干了。都走到这一步了，也费了不少心思，等会儿想办法忽悠陆哥去趟医院才行。陆哥，对不住了，虽然你帮我引荐了卡特琳娜公主，但是我总是感觉你是装的呢。如果你是真的，那你还是我陆哥。如果你是假的，那不好意思，整个圈子都会把你踢出局。冒充京圈2代，那可是作死做大了。走，去那位老爷子的医院，求老爷子帮忙，请老爷子当面辨认陆川。现在一切都步上了正轨，期货、股票等由许成衍操盘，江城和东北的青陆堰和陆续也在孙硕达领导之下铺开。
和东北韩家、张家也有了深度合作绑定，在江城还落下了正宫这颗棋子，还有孙爱华的庇护，还有赵家的资金和港口资源，还有车厘子的资源。这一世轻轻松松就获得了上辈子100倍乃至1000倍的成就。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扩张再扩张，给我这辈子的布庄积攒最浓厚的底气。路已经走开了，接下来就看我具体怎么操作了。王大锤这帮孙子一定在背后查我的身份，不过我无所谓，我本就是个平头百姓，根本不怕查。他们查到底也不过是把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查了，也有可能查到当时经常泡茶给我喝的大爷。除了这个，他们什么都查不到。老爷子今天怎么样？今天可能是知道照片里的人要来，心情好，吃了点粥。刚躺下，神志还是有些不清楚，嘴里一直念叨着小川小川。小川，小川，爸，那几个小家族的晚辈说是今晚能把他带来，给您认认。小川，小川，爸，您想要什么？糖，奶糖，小川爱吃的奶糖。小川要来了，小川要来了。川哥，我总感觉那几个富二代好像没安什么好心。无所谓，咱们就当吃顿便饭就好。明天一早就回江城。果然，这就是大家族子弟的底气。京城是陆川的地盘，就算那几个富二代想搞事情，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现在情况很明了了，陆川的身份只有那位老爷子可能会知道。但是老爷子在医院，咱们晚上这顿饭就想方设法把陆川引到医院，让那位老爷子瞧瞧。如果老爷子不认识陆川，那陆川绝对就是个假冒的西北货，到时候咱哥几个不得弄死他。虽然陆川有点能力，但诈骗支究是不行的。那位老爷子怕是也会赞同我们把他踢出京圈。刘能，说了半天，那老爷子到底有多牛？这么跟你说吧，他老爷子一句话，咱们两家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彻底消失，包括家族的文献记载、网上信息、经商记录，全部消失。甚至不出3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记得我们王家和刘家。你说恐怖不恐怖？我去，大记忆消除术啊！所以说，就看他陆川有没有真东西了。到时候酒桌上，我灌几杯酒后假装胃出血，让陆川送我去那家医院，让老爷子那么一认，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了。陆哥，今天这顿我来安排，谁也别跟我抢啊！我家别的没有，就是煤多钱多。你丫滚蛋！嘴哥，您这哪是打我屁股啊？您这是打您的脸啊！我就想付个账啊！付你大爷！今天陆哥舟车劳顿，吃饭讲究个清静。你们这帮孙子一窝蜂凑上来，是想吃饭还是想开菜市场？都散了，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去！真想孝敬陆哥，到时候排队一个一个来。锤哥，我家老爷子说了，今天让我必须陪好。你家老爷子是让你陪好，不是让你堵在门口碍眼。再磨叽，赶明儿我就跟你家老爷子说，你上个月在酒吧泡妞花了100万。走就走，人家小姑娘说她妈妈生病了，她爸还好赌，这我才帮忙的。滚你丫的！等会上菜，我先敬陆哥几杯，然后找机会猛灌自己，白的红的混着来。喝到差不多的时候，捂着肚子往椅子上那么一瘫，嘿嘿，然后就说老毛病犯了，怀疑胃出血。陆川这人，通过我在骆驼的观察，这人重义气，嘴上嫌弃，
但真遇到事儿绝对不会不管，到时候肯定陪我去医院。到了医院，正好让那位老爷子远远看一眼，这事儿就成了。你笑什么？精神焕发，一想到能给陆哥您接风，心里高兴。这金毛没憋好皮。陆哥，这地方怎么样？如果是京城的真正大少爷，不可能没来过这地方。如果他是小地方来的符号，来这种地方可就露了怯了。还是老样子，就是脚下这青砖翻了新。之前都是成化2年的金砖铺路，现在换成了烧新的年份，终究少了点历史底蕴。原来主屋的唐代宝相花瓦案换成了魏晋的莲花纹瓦案，终究是差了点体面和大气。您说的一点都对，先生，这非常不体面。瓦挡和地砖的确是翻新了，您真的是慧眼如炬。我去，陆哥这都能看出来，老行家啊！稳住，稳住，不要慌。我也听过这个地方，会员审批比江城的汤泉水会严苛好几个档次。汤泉水会那边有钱至少还能想办法入会，京城宴不一样，有钱只是最基础的门槛。人家看的是你家里往上数3代，有没有资格坐进来吃这顿饭。一帆哥懂行啊，这地方一般人别说订包间，连门口那条胡同都找不到。陆川刚刚说的那些我都不懂，他竟然懂，而且他如此松弛平静，不像是走进了京城最顶级的会所，像是在逛自家楼下花园一样。这种京市格局对于我这种从小就生活在胡同里的普通孩子来说并不新鲜，而且我前世为了装富二代专门研究过京城宴的布局，然后回江城跟人吹牛逼，现在想想当初挺傻逼的。我操，陆哥这神态也太自然了，没有一点新鲜感，搞不好以前这地方对人家来说就是个随便吃饭的后院。还不快给我们安排最好的包间？随便点就行，吃个饭而已。随便点？在京城宴说随便点儿，这话要么是不懂规矩，要么就是规矩本身得围着他说话。明白明白，陆哥放心，绝对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咱就安安静静吃顿家常便饭。几位贵客，里边请。各位贵客，海盐艇到了。兄弟们，今天这主位，除了咱们陆哥，谁他妈敢坐谁慎勋。不坐不坐。我在京城宴干了这么多年，我的眼睛就是尺。这帮少爷随便单丢一个出来，到了这儿，那都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主。没想到，竟然对这个年轻人这么尊敬。您几位用餐，有事随时叫我。等等，你不要走，就在这伺候我们点菜。是。我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看看这位在京城宴的大堂经理能不能认出陆川。来来来，这位咱们陆哥，我就不用多废话了吧。这位咱们赵哥，我一个既省的世家少爷，在人家这帮京城二代眼里，分量根本就不够看。托你这声哥，纯粹是看在陆川的面子上，硬生生把我给抬上去的。各位，大家叫我一帆就好。在座的各位年纪应该都比我大，我就不占几位老哥的便宜了。一帆说的对，大家叫我陆川就行。陆哥，其实上次在机场……行了行了，你丫磨叽什么呢？陆哥刚下飞机累着呢，谁有闲工夫听你在这瞎逼逼？陆哥您瞅，这平头小子叫刘能，家里搞能源集团的；旁边那个穿黑衬衫的叫梁飞，家里粮食集团的；那个长得最黑的铁玉，家里运输集团的；陈宇，家里老头是搞教育的；精卫，家里老头是搞医疗卫生的。来，站起来问好。陆哥好。这一个小小的饭桌，就汇聚了5个重要板块的继承人。不过这一世我的信条就是不装不端着，他们再牛，也就那样。好可怕！这就是陆川的凝聚力吗？5个重要板块的继承人，背井逆天的富二代，如果去我们冀省，绝对是被当爷一样供着。而现在，
他们却像小弟一样对陆川献殷勤。陆川的背景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陆川的背景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我们赵家对陆川的评估还是严重不足。陆哥好，以后在京城有事儿，千万别跟兄弟们客气。陈宇、精卫之前在骆驼国的酒店套房里，托尼当着我的面打了电话，安排好了学校和医疗，应该就是眼前他们俩出的力。前天学校和医院的事，辛苦你们俩了。我操！我特么反应过来了，前知王锤在电话里下了死命令。我说王大锤怎么这么强势了？原来是陆川大佬交代的。幸亏这事儿我当个事儿办了，要不然今天完了。小事儿，这都是小事儿。陆哥，您这话就太见外了，能帮上您一点小忙，那是看得起我们。对对对，只要陆哥一句。行了行了，有什么话等会儿吃上饭喝上酒再慢慢唠。如果这个大堂经理能认出陆哥的底细，那我就可以省点事儿。你们来点吧，我吃什么都行。这个清蒸东星斑来条最大的，鱼子酱一人一罐，还有这最贵的佛跳墙，畅饮。好的。等等，再加一份火山飘絮。火山飘絮，这啥玩意儿没听说过啊？您知道火山飘絮？您知道火山飘絮？陆哥，我倒是听过火山飘雪，就是那个西红柿拌白糖嘛。那火山飘絮是什么呀？我在这儿吃了好几年，怎么连听都没听说过？来了来了，这是要露了馅了啊！刘少，这火山飘絮是我们京城宴最顶级的特级隐藏菜。隐藏菜？是的，这道菜必须是顶级的超级贵宾才有资格享用。这道菜，甚至这道菜名都从不外传。这道菜是用长白山最极品的血燕混合乌鸡调出来的高汤，纯靠后厨老师傅的刀工，把血燕切成比头发丝还细的细丝。入锅的高汤必须保持在沸而不腾的临界点，燕丝下锅的瞬间，就像是满天飞舞的柳絮，在洪亮的高汤里彻底散开，极其讲究火候和功夫。陆总，今天后厨就算是把手腕子累断了，也一定把这道火山飘絮给您端上来。哎，哥哥，您猜怎么着？咱今儿可踢着铁板了，挂馆子里头压箱底儿的隐藏菜，咱哥俩听都没听过的绝顶好菜，人陆哥张嘴就点出来了。您琢磨琢磨，这得是什么级别的底蕴跟见识啊？嗨，你知道什么呀？就看刚才那经理管陆川叫什么陆总。混咱这圈里的大堂经理那都是人精，对称呼这点事儿门儿清，这里头的学问大了去了。平时管咱们这帮人全是什么王少、刘少，唯独对着那些真格手里攥着实权、背景深不见底的顶级大佬，人家才会毕恭毕敬喊上一声总。嚯，讲究这么深呢？那可不，这经理在京城地面上摸爬滚打10年了，什么大人物没见过，什么隐秘圈子没趟过。刚才那声陆总叫的那叫一个顺嘴，打心眼里透着那份敬畏。你寻思寻思，这说明什么？哎，那说明什么呀？您给说说。那说明什么呀？您给说说。这还用问？这大堂经理一准认识陆哥，他绝对知道陆哥那层绝密锁背后藏的到底是什么来头。大瓜，这特么绝对是能掀翻整个京城2代圈子的惊天大瓜呀！不成，咱哥俩今儿非得把这经理截住，摁那儿问出个底标不可。上菜，得嘞。我虽然不认识这位陆总，但是能被这么多少爷伺候角儿，叫陆总准没错。陆哥，你们先喝着茶，我去趟洗手间。哎呦，我也是，同去同去。
哎呦，我的2位少爷，您2位这是干什么？吓我一跳！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认识陆哥？老狐狸，别装了，说，你是不是认识陆哥？不说出来，后果自负。天地良心啊！我在这会所里迎来送往近10年，什么牛鬼蛇神没见过，可今天这出戏，我实在是看不懂了。哎呦，你们俩干嘛？王少、刘少，我不认识陆总啊！你这老狐狸，嘴里半句实在话都没有。您但凡能吐一句真话，那老母猪都能蹭蹭窜树上待着去。这帮在顶级厂子里当差的人精，心眼多的是，口风一个赛一个严实。想从这帮人嘴里撬出大人物藏着的绝密消息，不整点硬手段，那是半点指望都没有。甭跟我这儿逢场作戏演大戏。老东西，你这经理1个月能拿多少钱？3万、5万还是10万？你在京城宴混到这个位置，属实不容易吧？家里那套房贷结清了没？家里孩子有没有挤进好学校啊？经理，您也不想把现在这份工作弄丢了是吧？你给我听清楚了，我旁边这位王少要是发了话，别说这京城宴的大门，这城里所有的厂子你哪家都进不去。甚至你家里人在京城端不端得住饭碗，那也就是王少一句话的事儿。这叫什么事儿啊？说真话没人信，非逼着我认下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今天这要是继续咬死不认，这俩活祖宗指不定得闹出多大动静来。好汉不吃眼前亏，先顺着他们糊弄过去再说。王少，别动怒，您2位别动怒，认识认识，我认识。我操，炸出来了，果然有猫腻。这老狐狸果然知道陆哥的底细。队友，镭射关一下。快说，陆哥到底是什么来头？他到底是什么背景？家里老爷子是哪位？说背景，我说个屁的背景啊！我连那个姓陆的长什么样都是今天头一回见。可是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硬编肯定不行。这帮2代精得跟猴一样，一查就露馅，只能把这锅水给彻底搅浑。刘大少、王大少，我真的不能说呀。唉，有些事儿知道的太多没好处。您2位都是聪明人，你们懂的。不能说，在这片地界上，还有什么是我们这几个核心少爷不能听的？连名字都不能提，那这级别简直已经突破天花板，直冲大庆层了。经理，是不是这方面的？我的祖宗，这特妈都扯到哪儿去了？难道是这个？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后厨还等着我催菜呢。2位大少，我先走一步了。跑什么啊？这是，锤哥，他这是被吓到了吧？废话，你没看他刚才那副尿裤子的德行吗？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俩肯定有一个猜对了。看来陆川应该不是装2代，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拿确凿的证据，必须得让那个躺在医院里的老爷子亲眼看看陆川的长相。刘能，看来今天晚上必须得去医院，让老爷子认人才行了。怎么去啊？总不能把陆哥强行绑过去吧？绑个屁！等会儿回包厢，你什么都别管，你就拼命给我灌酒，白的红的，往死里给我灌！锤哥，你不要命了？少废话！梁飞那小子不是定制了一堆装着水的酒吗？等会儿你就管梁飞去要2瓶，放我旁边。然后红的给我兑点葡萄汁儿，知道吗？妥了。作案工具，这不就自己送上门了吗？飞子，这个是你那个货不？不是，这是从前台拿的真酒。今天给陆哥接风洗尘，我哪敢拿凉白开糊弄啊？今天出门，我顺手在后备箱塞了一箱货，本来想着……哎呦，你干嘛？
哎呦，你干嘛？干嘛？干嘛呀？我抽出你裤衩里猴皮筋儿，做弹弓崩你们家玻璃去！我拿你车钥匙取酒去！不是，锤哥他这是抽什么火？飞子，你后备箱里的假酒，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走，先把这箱真酒搬进去，给陆哥他们喝。得，家伙事儿，齐活了。行吧，该哥们儿飙演技了啊！陆哥，今儿您回京城，兄弟们打心眼里痛快。咱今儿啊，不醉不归，干了！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一口喝那么多，胃能受得了吗？这小子肯定是把梁飞那灌了矿泉水的假酒拿来了。美这得，川哥，该您了。要来一杯吧。这么说来，前世我倒是听过这个富二代梁飞的一些故事。这帮京城二代在圈子里是出名的能喝，但是再过2年，他们的白酒战神神话就会迎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那时候，有个穷省来的顶级大少在饭局上喝多了，拿错了杯子，一下发现了这帮人的秘密，竟然往酒瓶子里注入矿泉水，直接把桌子掀了。那件事之后，全龙国的二代圈子都知道了这帮京城少爷不能喝。曾经名震江湖的白酒战神们，彻底沦为笑柄。既然你这么喜欢演，今天我就帮你们这出戏再加点料。我要野菜，真53度，还没有问题。好，陆哥海量，少喝点儿。你不是平时不喝酒吗？要不我替你。不碍事。重生之后，我不光是有了超强记忆力，身体素质方面更是2式量子叠加，一拳能打死一头牛，几斤酒根本没问题。托尼，我敬你。陆哥，您这是折煞我了。虽说的是凉白开吧，那也得喝出白酒下肚那股子壮烈劲儿来呀。好！锤哥，刚才这杯你敬了陆哥，这杯弟弟敬你，感情深，一口闷。梁飞，屋内不许荡秋千。我去，怎么茬儿？这他妈是真酒啊！好你个梁飞，这他妈假酒还带做分层升级的是吧？上边是水，底下是原浆，合着防伪防到自己哥们儿头上了是吧？等今儿局散了，老子非扒了你皮不可！不成，得找个游子缓口气儿，
最好能趁机开瓶新的假酒。那什么，我还以为托尼这脸红脖子粗的反应全是在演那出未出血的苦肉计，锤哥简直是影帝附体啊！锤哥，别停啊！这才哪儿到哪儿，继续干！如果我绷住了呢？老子胃里都快烧穿了，这货还来敬酒。这要是这么喝，我今天非得把这条命交代在这包厢里不可。我去，刘能这分酒器里的是水啊！这才对劲儿，这才是真正的白开水。好酒，够劲儿！陆哥，怎么样？咱京城人讲究不？讲究？是哥，你抢我的酒杯干啥呀？我敬你酒，你把我酒喝了，这演的是哪出啊？咱俩的都是水，你抢我的干啥？刘少，王少都干了，你马上。只能喝这个了。托尼哥演的这么爽，也让我来演一把。托尼演技太逼真了，喝个水都能喝出这种豪迈感。看我的！这特么哪是水，这特么是真酒！不对哟。这他妈哪是水，这他妈是真酒！这咋回事？梁飞那孙子把假酒升级了。上半层是水，下半层是酒，防伪防到自己人头上了。这白酒没法喝了，我得去搞点红酒，换换口味。今天这俩人吃错药了，喝水都能演得这么逼真。不拿奥斯卡都屈才了，演技太逼真了。再添把火吧，铁少。今儿这个局是王少组的，你不敬敬王少？得嘞，陆哥，听您安排，我是得敬敬我王哥。托尼和刘能喝的是梁飞的特制凉白开，现在这小子喝个水，还摆出一副痛不欲生的便秘表情。托尼哥真的是有点装逼装过头了。陈哥，刘能喝完了，该弟弟我敬你了。你不要过来呀！不行了，喝不动了。锤哥，这才哪儿到哪儿？您可是能喝好几斤的量。怎么着？陆哥刚回京城，您就这点排面？锤哥，咱们可都是在酒厂里滚出来的，咱可别丢份儿啊！对，精神点儿，别丢份儿。托尼哥反正喝的是假酒，正是装逼的时候，我们一定大力配合。锤哥，今天干2斤！我操啊！完了，现在架在火上烤，下不来台了。我总不能当着陆川的面跟兄弟们说自己瓶子里装的是真酒吧？那不完犊子了吗？没办法，只能硬顶了。操，干了！好样的，海亮！完了，这天花板上灯为什么在转？谁把搅拌机放我肚子里了？王哥，我来救你了。我拿了新装备，这2瓶分酒器1真1假，这瓶是葡萄汁，这瓶是真红酒。救星来了，葡萄汁解渴啊！哎，锤哥，别喝！我拆呗！你特妈拿红酒给我拿好的呀！完了，白掺红，我
顶不住了。别，这有垃圾桶！你别吐我身上！他俩演的是哪出？怎么喝白开水和葡萄汁还能这样？我假酒过期了？我他妈从嘎直播间买的呀！老陆，你们京城少爷待客还是太热情，太权威了。锤哥，你没事？我操！血！锤哥吐血了！我只是把假酒换成了真酒，想看托尼吃个瘪。结果，这大哥真把自己喝出问题了，还真是个天才。快送医院！我特那么醒了，应该是没事了。今天胃出血纯粹是喝急了，但是我必须吓一吓梁飞这孙子。你丫没事升级假酒干啥？我去，回光返照啊！墩哥，你挺住啊！别吓我，有什么话等到了医院再说。前面就是东区医院，赶紧拐进去啊！不准去，去海区医院，给我直接去海区医院！墩哥，你都啥情况了？这会儿横穿半个京城去海区，你这命还要不要了？我自己身体我知道，今天晚上要是不让刘能说的那个老爷子看一眼陆哥，我就算死也不瞑目。好。不对劲，精卫，京城堰出门左拐不到3公里就是一家顶尖的3甲医院。急性胃出血这种要命的急症，你们不去就近的医院，非要跨越大半个城市往海城跑。是啊，急性内出血，多颠簸1分钟就多1分休克的危险，这不符合常理。我哪知道托尼这王八蛋到底在抽什么风啊？那什么，陆哥，您不知道海城那边正好有个治胃出血的泰斗级专家，今天他刚好值班。对，就是这样。蠢哥那胃金贵，必须得让最顶级的专家看，一般的急诊大夫我们不放心。陆哥这边。谁家胃出血，住院住到了神经医科去，而且这可是海城医院，这地方最顶尖最牛的王牌科室是老年医学区，那里面住着的全都是退下来的，在历史上留过名字的活化石。哼，这帮大少爷拼了命的把人往这儿送，还精准的塞进了毫不相关的神经内科病房，目的太明显了。蠢哥，你感觉怎么样了？你别吓我呀！真是服了，就算消化科没床位了，也不能托关系硬往我们神经科塞呀！一个胃出血跑来我们这儿挂葡萄糖，这不是胡闹吗？别装了，你们费这么大劲，是想让我见谁啊？
辛苦您了，您先出去吧，有事我按铃叫您。刘能，事情都到这个份上了，赶紧的，趁着陆哥他们还堵在路上，你跟我透个底，咱们今天晚上费这么大劲要见的是哪位老爷子？你一直说他多牛多恐怖，我还不知道具体是谁呢。锤哥，我说了，你可得稳住啊！包的是周家，周家的那位老爷子。周家，周家！你疯了！咱家里那点关系，还敢直接捅到周家去？那是咱们能招惹的吗？不是你们说查一下陆川的吗？我这也是没辙，我拐了18个弯，托了我家老爷子以前的助理，又找了好几层关系，才勉强联系上周家那位的亲戚。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怪不得你说那老头子能把咱两家家族抹掉。周家真的水太深了，咱不好趟这趟浑水啊！这可咋办啊？篓子都已经捅了。不行，周家水太深了，得想个别的办法。这把玩的太大了。那现在咋办啊，顺哥？陆哥眼瞅着就要到了，总不能人都骗过来了。咱们说不见了吧？有了！能子，你动动脑子想想，既然周家老爷子有可能认出陆哥，那说明什么？说明陆哥就那个层次的人，咱们何必非要去触周家这个大佬呢？咱们找个同级别的高层老爷子，打听一下不就行了？找谁啊？钱老。你疯了！咱们惹不起周家，难道就惹得起钱老吗？再说了，钱老的电话你能搞得到？反正我是不敢找我爷爷问。说你没见过世面吧？前年我家老爷子带我去闽省查晒访，我可是有幸跟钱老见过面的。钱老当时还当着我家老爷子的面夸我不拘一格，他非常的欣赏我。咱们就是打个电话问个人，又不是惹事儿。钱老那么随和，肯定不会生气的。那是钱老啊，咱们真惹不起。你别管。钱老您好，我是王家的小追。钱老您好，我是王家的小追。你谁呀？嗓子卡毛了就去医院，你给我好好说话。对不住了您呐，钱老，我是京城王家的王追。前年呀，我们家老爷子带着我登门拜望过您，您那会儿还夸过我呢。是京城小王家，那个成天在外面惹是生非的混账小子，他找我干什么？想起来了，有什么事？那什么，钱老，我就是想跟您老人家打听点事儿，您
认不认识一叫陆川的小伙啊？陆川，哪个小子能让我外孙女欠人情啊？是个京城人，名字叫陆川。我当然知道这个名字，我外孙女王翠萍不久前还跟我提过，我还特意找人查了一下，陆川是我重外孙陈子昂大学舍友，而且前2个月还帮了外孙女和我重外孙的大忙，是我宝贝外孙女的恩人。京城小王家这个出了名的王八蛋，平时在4、9城里花天酒地不学无术，今天怎么会突然把手伸到江城大学去了？还指名道姓的打听子航的室友，这绝比是没安好心。这帮二代的手段我太清楚了，明面上是打听陆川，背地里极有可能想通过陆川去搞别人。万一这臭小子的目标是我的重外孙子昂呢？要是子昂在江城出了什么3长2短，我那心肝宝贝的外孙斗王翠萍还不得哭得稀里哗啦的？不行，必须得警告一下这小王八路子。王锤，我告诉你，有些人不是你能查的，勿谓言之不悦。勿谓言之不悦。我猜对了，我他妈的真的猜对了！连远在闽省手眼通天的钱老，在听到陆川这个名字的时候，不仅认识，而且听起来还挺熟悉的。不准查，连问一句都不行。这背景，这护短的架势，陆哥的来头简直要捅翻天了！但是今天这局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既然钱老那儿问不出来陆川的底细，那么至少要知道等会儿陆川跟周老爷子见面有没有雷。钱老您别生气，我发誓，我对陆哥绝对没有半点恶意。我就是想请问您，周家那位老爷子跟陆哥没仇吧？周家老爷子，他不是都退了好多年了吗？那么大岁数，能跟陆川有什么仇？这王家的小王八蛋，到底在发什么神经？哼，没仇。完了，连钱老都发火了。准哥，咱们这回是真踢到铁板上了。这要是牵连到家里，我爹非把我活埋了不可。你懂个屁！这把稳了，稳的不能再稳了。盾哥，您别吓我，钱老都让咱们勿谓言之不预了，哪儿稳了？说你猪脑子，你还不信？你仔细品品钱老刚才的话。第一，钱老说不准查，为什么不准查？说明陆哥的背景深不可测，连钱老这种级别的大神都在主动维护他。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钱老亲口证实了陆哥跟周家没仇。既然没仇，那咱们带陆哥去见周老爷子还怕个锤子啊？这不是什么仇杀局，这分明是咱们哥几个给陆哥和周家牵线搭桥的机缘啊！绝处逢生，这他妈简直是绝处逢生啊！盾哥，您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简直是卧龙在世啊！说实话，自从我成年以来，我感觉我体内的狼性和领袖气息越发强大，周围的人和事就像处在我的蓝银领域之中一样，我轻松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水平，并且利用这个世界上的信息大势，对我来说太轻松了。但这也造就了我的孤独，同龄人根本就没有同频共振的人。猛虎总是独行，我现在也一样，和他人交谈宛如雄狮降临野狗群，所以你也不差。你能跟上我的思路，也能算得上是当代凤雏。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辉煌未来，现在就等陆哥来了。陆哥这眼神太恐怖了，装，这他妈还怎么装？陆哥，我摊牌了，这事儿确实是我猪油蒙了心想出来的馊主意。陆哥，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有个老爷子，有个住在里面的老爷子，他老人家想见您一面，我们几个怕直接跟您提太唐突了，这才想出这么个下三滥的招，想把您请到这海城医院来。但是陆哥，我发誓，我刚才吐的血不是装的，我是真被这帮孙子灌出胃出血了。老爷子，真是我，想见我一面。开什么国际玩笑？我陆川，前世今生，户口本上都写得明明白白，我就是个从小在京城胡同大杂院里长大的普通老百姓。父母走得早，后来大杂院拆迁，
街坊邻居早就拿了补偿款，各奔东西了。我要是真认识这种能住进海城医院高干病房的通天大佬，前世还能混得那么惨？这帮京城二代，8成是脑补过头了，把什么不可名状的大人物硬套在了我头上。不过，既然这帮人连命都不要了，如果不去见一面，这帮活宝指不定还能整出什么幺蛾子来。陆哥，您就当是可怜可怜我这位，人都到这儿了，您就跟我们过去看一眼行吗？行，走吧。能子，还他妈愣着干什么？赶紧给陆哥带路啊！你好，我是刘能，请跟周叔通报一声，人我带来了。我去通报，你们注意音量。是。大家等会儿进去，不要问太多问题。老爷子刚醒，需要静养。知道了，我们绝对少说话。陆哥到底是什么身份？马上就能知道了。小川。